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这是一个 JavaScript 从入门到进阶的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借由实作跟练习来做学习，最后制作一个购物网站。它是一个多页面可互动的网站，我们可以新增商品，把商品加入购物车，也可以做订单的结算，或者是搜寻的动作等等的。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实作。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JavaScript。JavaScript 你可以把它简称叫做 JS。JS 是一个程式语言，是一个网页开发的技术。那网页开发的技术除了 JS 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分别是 HTML 跟 CSS。HTML 负责的是网页的骨架， CSS 负责的是网页的外观。那 JS 呢，也就是我们这堂课要介绍的 JS， 它主要负责的是网页的功能。以我们最后要做的专案来说，我们最后要做的专案是一个购物的网站。以这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网站它只有 HTML 的话，也就是只有骨架的话，会长这个样子。OK， 只有图片跟文字。那如果我们把它加上了 CSS， 也就是让它加上了美观的话，那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就会有排版啊，有颜色啊。OK， 外观就做了一个改变。那再加上 JS 呢？我们这边还没有加上 JS 之前，可以看到这边我按这些按钮啊，或是我在这边搜寻，我随便搜寻，按下去都没有反应，或是按这个购物车都没有反应。但是如果在这个网页加上了 JS 之后，它就会有功能了，像是这边我按下购物车的按钮，它就说加入购物车，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数字也有改变，我再按一次，从1变成2，再按一次就变成3。那我在这边也可以做搜寻，假设我搜寻一个鞋，我想要找出跟鞋子有关的产品，我搜寻鞋，按下搜寻，它就帮我找出跟鞋子有关的产品。我可以点进来，点进这个页面，我可以选择数量，按下加入购物车，那这边购物车的数量也会改变。我也可以进入购物车的页面，这边它就会把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的内容显示出来，也可以在这里做删除。然后也可以在这边改变数量，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选择运送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我做调整的时候，右边的订单总结的部分也会跟着做调整，它会调整它的价格，都会跟着做调整。这就是 JS 负责的部分，它是负责网页的功能。那我们这堂课就主要会着重在 JavaScript 上面。如果你对 HTML 或是 CSS 有兴趣的话，也就是你对网页的骨架制作、网页的美观、网页的排版制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另一部网页开发的课程。接下来简单跟大家示范一下 JavaScript 可以怎么样撰写，以及它可以做到什么。那 JavaScript 它是一个网页开发的技术，所以首先你要先去下载一个浏览器，你要先有一个浏览器。这边我会用 Google Chrome 当做示范。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浏览器，也可以去做使用，比如说你要用 Firefox， 你要用 Safari 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好，打开你的浏览器之后，我们可以对网页点右键，按检查，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按键盘上的 F12， 它就会跳出右边这一块。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它显示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3个点，点下去，那我可以点选这个图示，它就会显示在下面。或者是你要显示在左边啊，或是显示在右边都可以的。我个人是喜欢在下面，所以我让它显示在下面。接着呢，我们在上面这排找到 Console， 点下去。那在 Console 这边，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撰写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把它放大一点。那 JavaScript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跟我们人类学的中文、法文、日文、德文等等的一样，它是一个语言。只是呢，程式语言是人类跟电脑之间沟通的一个语言。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跟电脑沟通，怎么样跟这个浏览器沟通，让它做出我们想要的动作。比如说，在这边我可以打一个指令叫做 alert， 然后一对小括号，在这对小括号里面打上一对引号，然后我打小白好帅，接着加上一个分号，我按下 Enter。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网页上面就跳出了一个提示，那这个提示里面就写小白好帅。
由此可知，这个指令这一段程式码就是在跟浏览器说，请你产生一个提示框，那这个提示框里面的内容是小白好帅 ，OK？ 除了产生提示框以外，它还可以做一些数字的运算，比如说我打一个1+1，它就告诉我等于2，然后我打一个2乘以3，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等于6，我打一个100除以2，它就告诉我等于50，没有问题。那它还可以让网页的画面去动态的产生改变，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 document 点 body 点 inner html， 然后我让它改成让它等于小白好帅，后面一样加上分号，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我整个网页的画面就变成了小白好帅，它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按下重新整理，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可以透过 JavaScript 的指令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去跟浏览器说改变网页的内容，我把它改成小白好帅，按下 Enter， 网页的内容就被我改成了小白好帅。这边是简单的跟大家演示一下 JavaScript 可以怎么样撰写，以及它可以做到什么。当然它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在之后会一一跟大家做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一步步的学习这些指令，一步步的学习跟浏览器沟通的语法，让它做出我们想要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JavaScript 里面数字的运算，还有一些方法。以我们这个专案来说，什么时候会用到数字的运算呢？假设我把这3样商品加到购物车里面，然后我到购物车的页面，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订单总结，需要把所有商品的价格加总起来嘛，把这3样商品它的价格加总起来，这时候就会用到数字的运算。那我们一样点右键按检查，或者是你按 F2 就可以打开这个栏位。这个栏位是开发者工具，你只要随便打开一个网页，按右键检查，或是按 F2 都可以把它打开来，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啦。打开来之后，我们找到上面的 Console 点进去，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撰写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想要做运算的话，我就直接写第一样商品189，然后加上第二样商品989，再加上第3样商品49。加完之后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们3样商品加起来是1227，没有问题，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做减法也可以，假设我要189减989，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们是负800。好，再回到我们的网页一开始的地方，如果我想要做乘法的话，像是这边口罩的原价是100块，它打了49折变成49块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写，我写100乘以，那乘的话是用这个米字号，用这个星号，我让它乘以 0.49， 也就是打49折的意思嘛，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们是49块，没有问题。再来这边，它原价是300，然后打了63折，我们就让300乘以 0.63， 按下 Enter 是189，没有问题，跟这边是一样的。那当然你要做除法也可以，假设我300除以60，在 JavaScript 里面除法是用这个斜线的符号，按下 Enter，它就告诉我们300除以60等于5。那在 JavaScript 里面也是有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规则的。假设我写10加上6乘5，这样子呢，它会先做后面的6乘5，然后乘出来等于30之后，再跟前面的10做相加。在 JavaScript 里面也是有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规则的，所以算出来会是6乘5先算30，再加上10等于40。如果我就是想要10加6先做运算，再去乘以5的话，我也可以这样子做。我写10加6。然后先把它用一对小括号包起来，再去乘以5。这样子做呢，它会先去做小括号里面的运算，先把10加6等于16之后，再乘以5等于80。OK， 我们也可以用小括号把数字包起来，那包起来的部分就会先做运算。再来，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小数点，像是这边这个衣橱，它的原价是4180，然后它打62折。打 6.2 折变成了2592嘛，我们算一下4180乘以62折 0.62， 算出来其实是2591.6的，它是有小数点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小数点，我们可以把它做四舍五入。要做四舍五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写一个 math， 注意这边的 m 是要大写的，然后写上点 round round， 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你要四舍五入的那个数字 2591.6， 好，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们四舍五入之后会是2592。这里除了直接把数字要四舍五入的数字写在小括号里面以外，我们也可以把运算的式子写在小括号里面。我运算的式子是上面这一段嘛，是180乘以 0.62， 我把它写进来，按下 Enter， 一样得到结果，四舍五入之后是2592。所以我们可以用 math.round 来达到四舍五入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疑问啦。如果我们想要的不是四舍五入，我想要的是无条件进位或是无条件舍去，要怎么办呢？非常的简单，你有想要的功能，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就到网络上面去做查询。我想要知道 JavaScript 它的无条件舍去，那我就写 JavaScript 无条件舍去。然后呢，我们就随便点进一个网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四舍五入可以写 math.round， 然后把数字写在小括号里面就可以了。至于这边的 console.log 是什么，还先不用管它，之后会跟大家做介绍。再往下看无条件进位，它说可以写 math.ceil， 一样把数字写在小括号里面。那无条件舍去呢，可以写 math.floor， 一样把数字写在小括号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我先试试看无条件进位，他说 math.ceil， 把它贴过来，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要进位的数字，假设是 3.4， 按下 Enter， 果然没有错， 3.4 做无条件进位就变成4了嘛。我们再试试看另外一个无条件舍去，他说是 math.floor， 贴过来，假设我这边写的是 3.8， 按下 Enter，没有错，无条件舍去之后会变成3。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的功能，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就可以到网络上面去做查询。那这些语法你也不需要把它背起来，你只要不知道怎么写，就到网络上面查，不知道怎么写就到网络上面查。如果这个功能、这个语法是常用的，你用久了自然就会记起来了，不需要把它背起来。OK， 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了 JavaScript 里面数字的运算，你可以做加减乘除。那在 JavaScript 里面也是有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规则的。当然你也可以用小括号把运算把它括号起来，那一部分的运算就会先做。然后呢，我们还介绍了四舍五入、无条件进位还有无条件舍去这些方法、这些功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字串 string。在 JavaScript 里面，如果你想要表达一段纯文字，就可以使用到字串 string。什么叫做纯文字呢？以我们最后专案的购物车页面来说，像是这边这一段就是一段纯文字，这边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都是纯文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 JavaScript 里面表达这样子的纯文字，就可以使用到字串 string。那其实程式就是在对很多的资料做处理跟运算，资料又分成了很多种。像是我们上一堂课介绍的数字，它就是其中一种资料形态。那我们这堂课要介绍的字串，它也是一种资料形态。上一堂课我们说，如果想要表达数字的话，就直接写上数字嘛。比如说我想要表达数字3，我就直接写3。那如果我想要做一个算式，比如说3加3，那我就直接打上3加3，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3加3等于6。这个是数字的写法。那在 JavaScript 里面，如果我们想要表达一段纯文字，像是这样子一段的纯文字，可以怎么写呢？在 JavaScript 里面，纯文字又叫做字串。比如说我想要表达海底捞这一段文字，如果我直接打海底捞，我按下 Enter， 可以发现它会发生错误。它说海底捞 is not defined。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它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浏览器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海底捞这样子的写法是没有被定义的。如果我们想要在 JavaScript 里面表达一段纯文字，表达一个字串，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可以用一对双引号，或者是一对单引号，然后呢，在这对引号的中间写上我们要表达的那一段文字。
但我现在想要表达海底捞，我就在引号的中间写上海底捞。这样子写表达的就是一个字串。我按下 Enter， 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字串，一段纯文字。这边我是用一对单引号包着一段文字，如果我是用一对双引号包着一段文字，这样子写法也是可以的。不管你是用一对单引号、一对双引号夹着一段文字，它表达的都是一个字串。这边你就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看你喜欢用单引号还是双引号都是可以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双引号。讲到这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有使用到一个指令叫做 alert， 它是可以在我们网页的上方产生一个提示框。那我那时候在 alert 后面这对小括号里面写的就是一个字串，我那时候是这样子写的，我用一对双引号里面夹着小白好帅这段文字。这样子写呢，它表达的就是一个字串，就是一段纯文字，因为它是用一对引号里面夹着一段文字。好，我按下 Enter， 可以发现它又发生错误了，它告诉我 ALER is not defined， 就表示它又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了。ALER 不是一个正确的指令，因为这边我打错了，应该是 ALERT 才对。OK， 再加上一个 T， 按下 Enter。没有问题，在网页的上方就产生了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就是小白好帅这段文字。如果这边我把 alert 里面的字串改成小白好丑，再按下 Enter， 跳出来的提示框里面的文字就会变成小白好丑。再来，到目前为止跟大家介绍了两种资料形态，一种是上一堂课介绍的数字，那一种是这一堂课介绍的字串。当然还有很多种资料形态，在之后会慢慢跟大家做介绍。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哪一种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可以打 type of typeof， 接着一个空白，然后在后面写上资料。比如说我在后面写上一个数字3，我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就告诉我这个数字3它的资料形态是一个 number， 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的资料形态。那如果我打的是 type of， 然后后面接着是一对双引号，里面写着海底捞，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这一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 string， 也就是它是一个字串。如果我把它改成一对单引号呢？按下 Enter， 一样得到的是 string， 也就是它是一个字串，不管你是单引号、双引号都是可以的。再来，如果我写的是 type of， 然后一对双引号里面夹着数字3，大家猜猜看，这样子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呢？我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这一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 string， 也就是它是一个字串。只要是用一对引号中间夹着，不管你是中文、英文还是数字、法文、德文等等的，它表达的都会是一个字串。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是数字，就不要用引号把它包起来。我想要表达数字3，就直接写上3，就不要用引号把它包起来，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资料形态是一个 number， 也就是数字。再来，数字我们是可以做加法运算的嘛？比如说我想要做数字的3加3，我就打上3加3，按下 Enter， 它就告诉我答案等于6。那字串它也是可以做加法的运算的。比如说这边我有一个小白的字串，然后我让它加上一个好帅的字串，我按下 Enter， 这样子的字串加法也是可以的。字串加字串就是把这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小白这个字串加上好帅这个字串，它就会把它连接在一起，变成小白好帅这一个字串。我们也可以做连续的加法，我让小白这个字串加上好帅这个字串，再加上惊叹号这个字串，按下 Enter， 它就会把这三个字串都连接在一起，变成小白好帅惊叹号这一个字串。数字可以做加法的运算，字串也可以做加法的运算。那如果我们拿一个字串去加上一个数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假设我拿小白这个字串去加上数字3，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按下 Enter， 可以发现得到的结果是小白3这个字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我们拿一个字串加上一个数字的时候，这个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所以相当于就是这个样子。它会被转换成小白这个字串加上3这个字串。OK， 再讲一次，我们拿一个字串加上一个数字，那一个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所以小白这个字串加上数字3，后面的这个数字3默认就会被转换成字串3，像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小白这个字串加上3这个字串。那两个字串做相加，就是把这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就会是小白3这个字串。那如果这边我写的是小白这个字串加上3再加上6再加上6，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得到的是小白366这个字串。为什么呢？因为运算是由左到右的，这边它会先做小白这个字串加上数字3，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小白这个字串加上数字3。那我们刚刚说过了，拿一个字串跟一个数字做相加的时候，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所以呢，就相当于是加上字串3。两个字串做相加，就是连接在一起，得到了小白3这个字串，然后它会再继续做后面的运算，就会相当于是小白3这个字串，再去跟后面的这个数字6做相加。那又来啦，当我们拿一个字串跟一个数字做相加的时候，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那就是把这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就得到了小白36这个字串。然后接着继续做运算，它会再加上后面的这个6，就相当于是小白36这个字串再加上6，一样字串加上数字，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就相当于是这两个字串做相加。那这两个字串做相加，就是把它连接在一起，得到最后的结果就会是小白366这一个字串。那如果这边我想要的是后面的3加6加6先做运算，再跟小白这个字串做相加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之前学到的括号，我们可以用一对小括号把它包起来，用小括号包起来的部分会先做运算。我把3加6加6把它括起来，把它包起来，那3加6加6就会先做运算，等于15之后再跟小白这个字串做相加。得到的结果就会是小白15这个字串，因为这边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后面的3加6加6会先做运算嘛，所以它得到的结果是15，然后再跟前面这一个小白字串做相加，那又来了字串加上一个数字，所以数字被转换成字串，相当于是这两个字串做相加，那就是连接在一起得到了小白15这个字串。讲到这边，我们直接实际来操作一个例子。一样拿我们最后专案的购物车页面来说，在订单总结这边有一个金额冒号，然后后面是这边的商品加总的价格嘛。如果我们想要产生这样子的一段文字，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写？它前面是一个字串嘛，金额空白冒号，然后很多个空白，接着再加一个前字号。然后后面的1227是这边商品的价格总额嘛，所以呢，也就是去加上189，然后再加上989，再加上49。好，我按下 Enter， 得到的结果不会是我们想要的嘛？它的结果应该是要1227，但是这边算出来的是18998949，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就跟我们上面的小白加3加6加6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运算是由左到右的，所以呢，它会先拿这个字串跟我们的数字做相加，那数字就会默认被转换成字串，然后呢，这两个字串做相加就会连接在一起，后面也是一样，就会变成18998949。如果我想要后面的数字先做运算的话，一样我可以用一对小括号把它包起来。所以呢，我把后面的这一段数字加法，把它用一对小括号包起来，按下 Enter， 得到的结果就会是金额冒号前字号1227，跟这边的就一样啦。再来跟大家介绍几个你在使用字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的问题，比如说这边我想要跳出一个视窗，然后里面的字串是这样子的，我想要写金额冒号。然后呢，我里面也想要使用到双引号，
假设是双引号123，这样子写的时候，我按下 Enter， 可以发现它发生错误了。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原因是这样子写的话，会发生引号的冲突。虽然我们是这样子想的，我们用一对双引号，然后里面夹着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一段文字嘛，但是这一段文字里面也使用到了双引号，那这个里面的双引号跟外面的这个双引号，它就已经先形成了一对双引号，所以对电脑来说，对浏览器来说，它看到的前面这里已经是一个字串了，这是一个金额冒号的字串。然后呢，后面有一个数字123，后面又有一个空白的字串，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字串。对浏览器来说，它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自然浏览器就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电脑就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它觉得我们在乱写。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在里面，在这对双引号里面使用到了双引号，那我就把外面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就好了嘛。这样就不会有引号的冲突了，按下 Enter， 就显示出来了金额冒号，然后一对双引号里面夹着123。那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单引号，我可能里面是要写单引号123嘛，那这样一样会发生引号的冲突，因为这个单引号跟这个单引号已经先形成了一对单引号，那发生这一个错误的话，一样我们就把外面的单引号改成双引号就可以了。就得到了金额冒号，然后一对单引号123。那除了把外面的单双引号改掉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如果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话，一样发生双引号的冲突嘛，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在里面的这个双引号前面加上一个反斜线 ，OK， 在里面的双引号前面都加上一个反斜线，这样子写的意思相当于就是告诉浏览器，告诉电脑，后面这个双引号它是文字的一部分哦，它是我们内容的一部分，并不是开始跟关闭的这个双引号。OK， 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提示电脑、提示浏览器，跟它说后面的这个双引号、后面的这个引号，并不是开始跟关闭的部分，而是内容的一部分，我们文字的一部分。所以我按下 Enter，一样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金额冒号双引号123双引号。同样的，如果这边是单引号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单引号的前面加上一个反斜线，在内容的单引号前面加上一个反斜线，这样子就可以了。就得到了金额冒号一对单引号里面123。再来，你还有可能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这边我想要跳出一个提示框，里面显示的是小白好帅。好，我按下 Enter，可以看到提示框里面显示的就是小白好帅。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想要小白好帅都在同一行的话，我想要它先显示小白，接着做换行，再显示好帅。如果我想要它做换行的话，可以怎么做呢？在字串里面，如果我们想要表达换行的话，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在小白跟好帅之间加上一个反斜线 n， 在字串里面反斜线 n 就是换行的意思，所以这边我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先显示了小白，接着换行之后再显示好帅。OK， 在字串里面反斜线 n 就是换行的意思，所以这边如果我写的是小反斜线 n 白反斜线 n 好反斜线 n， 按下 Enter， 那它就会小换行白换行好换行帅。OK， 反斜线 n 在字串里面就是换行的意思。好，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说程式其实就是在对很多的资料做处理跟运算。上一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第一种资料形态叫做数字。那这堂课呢，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种资料形态，叫做字串。字串的表达方式是用一对单引号或者是一对双引号，里面夹着我们想要表示的那一段文字。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哪一种的话，你可以写上 type of， 然后一个空白，接着写上你的资料。像是我这边写上3，它就告诉我这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一个 number， 是一个数字。那如果我们在后面写的是一对双引号，里面夹着一段文字，
它就告诉我这是一个字串，是一个 string。同样的，如果你是用一对单引号包起来，也是一样，是一个字串，是一个 string。再来，数字可以做加法的运算，字串也可以。字串做加法的运算，就是把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把字串跟数字做相加的话，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然后呢，就是两个字串做相加，也就是把这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再来，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文字里面就是可能会使用到单引号或是双引号的话，那就有机会会发生引号的冲突。发生引号的冲突，你可以把最外面的单引号改成双引号，或是把最外面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反斜线。最后是，如果你想要在字串里面表达换行的话，可以写反斜线 n。接下来我们把 HTML、CSS 还有 JavaScript 把它们三个做结合。之前说过了 ，HTML 负责的是网页的骨架 ，CSS 负责的是网页的美观 ，JS 负责的是网页的功能。那为了方便把它们三个做结合，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文字编辑器。所以首先我们先来下载这个文字编辑器，它叫做 VS Code。我们就直接到网页上面搜寻 VS Code。然后呢，直接进入它的官网，接着直接做下载。好，可以看到它就开始下载了。下载好之后，我们就安装它。这边跟一般的安装一样，就是下一步。这里我建立一个桌面的图示，好，安装它。OK， 安装好之后，我这里先不把它启动。我们到桌面这里可以看到，我刚刚建立了一个桌面图示，就在这里了。好，我把它打开来。接着我们找到左上角的 File， 然后点选 Open Folder， 我们打开一个资料夹。这边我在桌面上另外创建一个资料夹，我选择桌面按右键，这边新增一个资料夹，把它叫做 JS。好，选择这个资料夹，打开它。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我去新增一个 HTML 的档案，我把它叫做 web.html。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HTML 的档案，就可以在这边写 HTML 的程式码啦。那其实我们刚刚的动作就是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 JS 的资料夹，然后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创建了一个 web.html 的档案。好，那我们回来，这边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我找到上面的 View。然后 Appearance 找到 Run In 点下去，它可以放大一点。这里我稍微调整一下，接着就可以开始撰写 HTML。假设我想要网页上面产生一个按钮，那我就写 Button。我想要显示的文字，假设就是按钮。好，我按下 Ctrl S 把它做储存。这里我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个 HTML 档案，也就是这个 HTML 档案，把它打开来。我按右键，然后用 Google Chrome 把它开启。这里我也稍微调整一下。好，可以看到我们的网页里面就有一个按钮，然后呢，文字是按钮，因为我们这边写了一个 button。再来，我也可以加上 CSS， 让它的外观做一些调整，做一些美化。要加上 CSS， 我可以用 Style 标签，然后呢，我把 button。假设我把它的宽度设定成100像素，按下储存，然后这边重新整理，可以看到按钮的宽度就变宽了。我也可以改变它的字体大小，设定它的 font size。假设我把它设定成20像素，储存，这里再重新整理，文字的大小也变大了。这边详细的 HTML 跟 CSS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另一部网页开发的课程。我就直接把基本的 HTML 架构把它完成。OK， 这边我把基本的 HTML 架构把它完成了，我按下储存，这边重新整理，好，可以看到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但是我把上面的标题改成了 JS。再来，现在我们只要把这里做调整，假设我把字体大小再改成25像素，我都需要按下储存，这里再做重新整理，它才会把我们的改变显示出来。那为了之后方便做开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扩件。
我们在 VS Code 左边这一排找到最下面这一个 extensions， 点进来，然后在这边搜寻 live server liveserver， 然后点选第一个做安装。好，安装好之后，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按右键，我们在 web.html 里面按右键，这边有一个 Open with Live Server， 点下去，它就会帮我们用伺服器的方式打开这一个档案，那我就可以把之前这个把它关闭了。现在我只要做调整，假设我把字体大小改成30像素，我一按下储存，注意看这边哦，我一按下储存，它就会马上跟着做改动。我把这边的按钮改成按钮1，按下储存，它马上就会跟着做改动。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做开发，就不需要每次都一直重新整理了。再来，我们就可以正式加入 JavaScript 的程式码了，让 HTML、CSS 还有 JavaScript 它们3个结合在一起。那要加入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们可以在 body 标签的最下面，我们写一个 script 标签 script， 然后呢，在它的开始跟关闭标签之间，我们就可以撰写 JavaScript 的程式码了。假设我写一个 alert alert， 然后一对小括号，里面写的是一个字串小白好帅。这边特别注意，每当我们写完一个指令，写完一行 JavaScript 的程式码，都要在最后面加上一个分号。这个分号的意思，相当于是跟电脑说，跟浏览器说，我们这一行指令已经结束咯，我们这一行程式码已经结束咯。好，我按下 Ctrl+S， 可以看到网页这边就跳出了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帅。因为在这边我已经加入了 JavaScript 的程式码，而且呢，我写的是跳出一个提示框，提示框的内容是小白好帅这一个字串。这边我也可以写2个 alert， 我再复制一个，然后下面写的是小白好丑，按下储存，它就会跳出第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帅，然后呢，再跳出第二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丑。因为我们写了2个 alert， 它就会跳出2个提示框，分别是小白好帅跟好丑。但是这边如果我把这2个指令写在同一行，而且呢，我把这个分号删掉，我把这个分号都删掉，我们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出现错误了，并没有跳出提示框。这时候我们按右键检查，然后再找到 console 这边，可以看到它就说，出现错误咯，它不知道我们在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刚刚说了，每一个指令结束之后都要加上一个分号，这样它才会知道，电脑才会知道，我们这个指令结束咯。所以我这样子写成一行，它并不会知道我们的指令在什么时候结束了。因此呢，我要在这边加上分号，在这里也加上分号，它才知道这边是一个指令，然后这边又是另外一个指令。我按下储存。它就跳出了小白好帅，再来跳出小白好丑，它就知道这边有2个指令，所以在最后面都要加上分号。讲到这边，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程式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换行呢？那我们是不是全部都把它写在同一行就好了？没有错，你要全部都写在同一行是可以的，像是这边我把它全部改成同一行，按下储存，它一样是可以运作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这样子做换行，然后这里再换行，这里再做换行，甚至我还把它这样缩排进来呢？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写会比较方便我们人类去做阅读。你看看我这样子写跟这样子写，我把它全部挤在同一行，这2个写法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阅读？当然是刚刚这种写法嘛，这种写法会好阅读很多。我一眼就看出来这边是2个指令，而且因为程式码它是一层一层的架构的，所以我适时的做缩排，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的层级关系，它们是谁包着谁。像是这边如果我都不做缩排的话，我全部都不做缩排，这样我是不是就很难看出来它们的层级关系？这边如果我做缩排了，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边 HTML 里面包着 body 里面又包着 script， 然后 script 里面又包着 alert。OK， 这样层级关系就会非常的明显，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缩排可以怎么做呢？假设我想要让这行程式码做缩排，我可以按键盘上的 Tab， 按下去它就会做缩排。如果我想要倒退回来，我可以按 Shift 加上 Tab，
它就会倒退回来。我再按 Shift 加 Tab， 它又会倒退回来。再按 Tab， 它又会缩排了。如果我想要多行一起做缩排也是可以的。假设我想要这2行一起做缩排，那我就把这2行选取起来，随便选取就可以了。然后按下 Tab， 它就会一起做缩排。如果按下 Shift 加 Tab， 它就会一起倒退回来。所以其实程式码里面的这些换行啊，这些空白啊，都是写给人类看的，它并不会对实际的运作产生影响。但是呢，我们多加了这些空白，多加了这些换行，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阅读。好，再来，之前跟大家介绍 HTML 跟 CSS 的时候，有说过我们可以在程式码里面加上注解。注解就相当于是笔记的意思，我们在课本上会做笔记嘛，那在程式码里面做的笔记就叫做注解。这个注解它是写给人类看的，一样不会影响程式的运行。那在 JavaScript 里面也可以做注解。假设我想要让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知道，下面这一行会跳出一个提示框哦，那我可以这样子写，在 JavaScript 里面的注解是写2个斜线，然后呢就可以在后面写上你的笔记啦。假设我要写的是说，下面指令会让网页跳出提示框，这样子写就可以提示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说，下面这个指令会让网页跳出提示框哦。而且注解是不会对实际的运作产生影响的，这个是单行的注解，我们可以用2个斜线来表示单行的注解。但是如果你今天注解有很多，你要写的笔记有很多行的话，你可以使用多行注解。多行注解是写斜线星号再加上星号斜线，接着你就可以在这2个星号的中间写上注解，你要写多少都可以。假设我写一个123画行456，再来789，这样都是可以的。只要在这2个星号之间的都会是注解。这个是注解的部分，有单行也有多行的。好，再来，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执行一些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可以这样子做。我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 button 标签，它的开始标签里面加上一个属性，叫做 onClick， 然后让它等于一对引号。这边这对引号你要用双引号、单引号都是可以的。这里我先写双引号。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引号里面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了。假设我要写的是 alert， 让它跳出一个提示框。我先把下面这边删掉，我就把它复制过来，让它跳出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帅这个字串。但是可以看到我把它写进来之后，这边变成红色的了。变成红色的就是发生错误。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因为这边也产生了引号的冲突。可以看到我们 onClick 这边是用一对双引号，然后里面夹着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嘛。但是呢，我这边 alert 里面的字串也是用双引号，所以这个引号跟这个引号已经先形成了一对双引号，因此呢，它产生了引号的冲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外面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或者是我外面的使用双引号，然后里面的字串改成单引号，这样子都是可以的。OK， 可以看到这样子写红色的就不见了。我按下储存。现在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就跳出了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帅。因为这边当我帮它加上 onClick 这个属性的时候，当这个按钮被按下去，它就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这里面的 JavaScript 程式码。现在我写的是让它跳出一个提示框。假设这边我改成小白好丑，储存。这里再按下去，它跳出的提示框里面写的就会是小白好丑。好，接着我们之前有教过 JavaScript 它还可以做数字的运算嘛。假设我在这边写一个3+3，按下储存，可以发现我并不知道这个3+3它的结果显示在哪里。如果我想要让它显示在这个 console 里面的话，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console.log， 然后一对小括号，接着我把这边的3+3写在这个 console.log 这对小括号里面。那不要忘记，我们写完一段程式码，写完一个指令，后面都要加上一个分号。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3+3它的结果就帮我们显示在网页的 console 里面了。这个 console 一样，我们按右键检查或是 F12，接着呢点这个 console 就可以出现了。如果我在 console.log 里面写的是字串也是可以。假设我里面写的是一个小白好帅这个字串，我按下储存，它一样就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来小白好帅这个字串。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跟上面的 onClick 做结合。我先把这边的 alert 删掉。如果我想要的是这个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它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小白好帅这个字串，那这边一样产生冲突，我把它改成单引号。好，现在我按下储存。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就出现了小白好帅这个字串。我再按一次，它就会再显示一次，再按一次，它就会再显示一次。这旁边的数字就是它显示几次的意思，再按一次就变成4，再按一次变成5。那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在 onClick 里面写2个指令，我先写 alert， 然后再写 console.log， 里面我写的都是字串小白好帅，不要忘记在后面要加上分号。把它储存，回到这边。现在当我按下这个按钮，它先跳出了一个提示框，里面写的是小白好帅。因为这里面我们写了2行指令嘛，它先执行第一行，先跳出一个提示框，里面显示小白好帅。我按下确定，接着它在 console 里面显示了小白好帅。因为这边它又接着执行了第2行程式码，第2行程式码是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小白好帅这个字串。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写多行的指令，写多行的 JavaScript 程式码。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的内容，我们把 HTML、CSS 还有 JavaScript 把它们3个做了结合。那为了方便撰写，所以我们使用了 VS Code 这个文字编辑器。然后为了方便做开发，我们到 Extensions 这边安装了一个扩件，叫做 Live Server。这样子我们只要一按下储存，只要在这边一按下储存，网页就会马上跟着做更新。再来，如果我们想要加入 JavaScript 的程式码的话，只要在 body 标签它的最下面加入一个 script 标签，接着呢，我们在里面就可以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啦。然后，如果我们想要按钮按下去之后执行一些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们可以帮它加上一个 onClick 这个属性。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啦。然后我们还介绍了注解的写法，以及在每一行指令的后面都要加上一个分号，表示这个指令结束了。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在 console 里面，我们想要在网页的 console 里面显示东西的话，可以写上 console.log，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想要显示的东西，它就会在这边显示出来了。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变数，英文是 variable，V-A-R-I-A-B-L-E。我稍微把这里整理一下 ，style 标签删掉，这个按钮我也把它删掉，然后这边的注解也删掉。好，储存。变数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资料储存在变数里面，可以把资料储存在容器里面，然后在想要做使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做使用。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我想要在 console 这边显示一些小白的资讯，那我就在这边打 console.log。假设我想要显示小白今年25岁，然后呢，我还要显示小白的身高。再来，再显示一行，今天小白生日。OK， 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了3行小白的资讯。那我们这样子写，是不是在每一行里面都会用到小白这个人名？那如果今天小白这个人他突然去改名了，我们是不是要去一行一行的把它改掉？假设小白这个人他改名改成小黑，我就要在这边每一行都去把小白改成小黑，然后按下储存，它才会显示小黑嘛。但是你想哦，我们现在是只有3行小白的资讯，是只有3行程式码而已。当我们的程式越写越大，假设这边是有100行小白的资讯，是有100行程式码，或甚至是1000行、10000行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这样一行一行去做改变吗？小白改成小黑，我们就要这样一行一行的去改，你觉得有办法吗？不可能嘛，因为这样太没效率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数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啦。变数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我们可以把资料储存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拿出来做使用。它的写法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先去创建一个变数，也就是要先创建一个容器。那创建容器的方法是我们先写上 let， 接着一个空白，然后我们要帮这个容器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取名叫做 name， 接着呢我们写上等于，然后在等号的右方写上我们想要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的资料，假设我现在想要放的资料叫做小白这个字串。好，那写完之后不要忘记在最后都要加上一个分号。再解释一次这一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写 let 空白 name 就相当于是创建了一个变数。那我说了变数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我们创建了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名字叫做 name， 然后我们放什么东西到这个容器里面，就是放等号右边的那个资料。那我们现在等号右边写的是小白这个字串，那就相当于我们把小白这个字串放到等号左边这个 name 这个容器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把资料放到容器里面了，那如果想要做使用的时候，可以怎么使用呢？假设我想要在 console 里面显示 name 这个容器里面的资料，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console.log，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我就写上容器的名称。我们刚刚是把容器取名叫做 name 嘛，所以这边我就打上 name， 不要忘记最后要加上分号。这边我先让下面这3行不要执行，那要让这3行不执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注解。要快速把这3行变成注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选取起来。如果你是 Windows 系统的话，可以按 Ctrl 加上斜线，那这3行就会都变成注解了。如果你是 Mac 系统的话，可以按 Command 加上斜线。OK， 那我们如果再选取起来，再按一次，它就会把这个注解取消掉了。好，我先把这3行变成注解，这样它就不会执行了。这里我储存，可以看到它在 console 里面就显示出了小白。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我先创建了一个变数，也就是创建了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叫做 name。然后呢，我们把小白这个字串放到这个容器里面。接着我们在下面又写了 console log name。这个 name 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容器，是一个变数。那它里面放的是小白这个字串。所以相当于我这边写的就是 console log 小白这个字串，因此这边就显示出了小白。我们可以把资料放到变数里面，然后在想要使用的时候拿出来做使用。那变数要怎么样解决下面这个问题呢？我先把这一行删掉，然后把这边的注解把它取消掉。现在我们每一行都会用到这个人名嘛，会用到小黑小黑小黑，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人名把它替代掉，变成这个样子？我让 name 去加上后面这个字串，下面也是一样，我把小黑删掉，然后改成 name 加上后面这个字串，这边也是小黑删掉，让它变成今天加上 name 这个字串，再加上生日这个字串。好，我先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这边显示出来的就是小白今年25岁，然后小白身高跟今天小白生日。为什么会显示这样子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变数，创建了一个容器叫做 name， 然后我们在这个容器里面放的是小白这个字串。那我们下面就可以做使用了，创建好变数之后就可以做使用了。我在下面我就写 name， 那写 name 的地方就相当于是小白这个字串。这边也是相当于是小白这个字串，这边也是。那我们把字串跟字串做相加，就是这2个字串会连接在一起嘛，所以这边就会变成小白今年25岁这个字串。那它把它显示出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边也是会这2个字串连接在一起，那这边也是3个字串会连接在一起，变成今天小白生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全部都改成 name。好。那如果今天小白这个人他改名了，他改成小黑，我们就不需要一行一行的去做改动了，我只要把上面这边把它改成小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的每一行它就都变成小黑了。
因为我们改变了变数里面存放的资料，那下面使用到变数的地方也都会跟着一起改动，这样我就不用一行一行去改了，我们只要在最上面做一个改动，它就会全部都改动了。假设小黑这个人他又想改名，假设他想改名成小绿，我只要在最上面把它改成小绿，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的每一行它就都变成小绿了。那我们现在是把字串储存在变数里面，当然如果你想要储存其他种的资料也是可以的。假设我想要储存数字，我先把下面这边注解掉，我想要储存数字，再创建一个变数，先写上 let， 然后一个空白，接着帮这个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叫做 number， 然后让它等于，这边我加一个空白，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让它等于假设数字3，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加上分号。这样子写呢，就是把一个数字3储存在一个变数叫做 number 里面。那储存进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做使用啦。假设这边我写 console log number， 然后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了数字3。因为现在 number 这个变数这个容器里面存放的是数字3，也就相当于我这边写的是 console log 3，那它就会显示出3。这边我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在等号的右边写的是一个算式，假设我写的是3加3，那它就会先把等号右边的算式计算完之后等于6，再存放到这个变数里面。所以这边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就是6，因为这边先做运算了，等于6，再存放到 number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这边就相当于是 console log 6。再来定义好变数之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再改掉。假设这边我已经定义好一个变数叫做 number， 然后它里面一开始存放的是3这个数字，然后呢我先 console log number 先把它显示出来，接着在这边我可以把 number 的值 number 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再改掉，我就直接写 number 等于，假设我想要把它里面存放的值改成6，我就写等于6，最后不要忘记加上分号。我们在上面已经创建了 number 这个变数，那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它里面存放的值是数字3，接着我在下面又写了 number 等于6，就是把 number 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变成等号右边的数字6，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写 console 点 log number，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一开始显示的是数字3，再来变成数字6。因为一开始这边 number 一开始定义的时候，它里面存放的是数字3，所以这边就相当于 console log 3。接着我把 number 里面存放的值变成6，下面在 console log number 就会相当于是6。OK， 所以这边一次显示3，一次显示6。在定义好变数，在创建好变数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把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做改变的。而且你想要改变几次都可以。假设我再把 number 它里面存放的值变成9，然后我再把它显示出来，储存，可以看到它一开始是3，然后被我们改成了6，再来又变成了9。再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先把这边都删掉，我可以写 number 等于 number 加1。这样子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上面已经先创建了 number 这个变数 ，number 这个容器，它一开始存放的是数字3，接着我又写 number 等于一个值。当我写变数等于一个值的时候，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东西。那我想要把它改成什么呢？就是改成等号右边的值。现在等号右边是一个算式，它就会把这个算式算好之后再存放到 number 这个变数里面。那对现在来说，等号右边的这个 number 它就是数字3，因为上面已经定义了它是数字3嘛，它里面存放的是数字3，所以这样子写就相当于 number 等于3加1。那我们把它 console log 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就会是4，因为我刚刚说了，这边就会相当于是3。3加1等于4，再存放到 number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把它显示出来，就会相当于是 console log 4，这边就显示了4。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写的。等号在 JavaScript 里面的意思是
把等号右边的值存放到等号左边的变数里面。OK， 再说一次，等号在 JavaScript 里面的意思是把等号右边的值存放到等号左边的变数里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些你在使用变数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是变数的名称是不能被重复定义的。假设我上面已经定义了一个变数叫做 number， 那我如果再定义一个变数也把它叫做 number， 这样是不行的。OK， 变数的名称不能被重复定义。然后我们变数创建了之后，变数定义了之后才能做使用。我不能还没创建就先做使用。假设我在这边写 console log number， 因为程式是由上而下去做执行的。当电脑看到这一行程式码的时候，它看到了 number， 它不知道 number 是什么，它就会往上去找，看 number 是不是有被定义过，有没有被创建过。那我写在这边的时候，它往上找就找不到，它没有定义过嘛，所以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就发生错误了。我们要等变数被创建了、被定义了之后，才可以做使用。我把它写在它的下面。程式是由上而下做执行的，当电脑看到这一行的时候，它看到了 number， 它不知道是什么，它就会往上找，看 number 有没有被定义过，有没有被创建过。它往上找就找到了，这边有创建过，它里面存放的值是3，那这边它就会被改成3。所以呢，按下储存，这边就会显示出3。变数一定要先做定义，先做创建，下面才可以去做使用。再来，变数的命名也是有规则的，我们不能随便乱取。这边的名字，变数的名字也是有命名规则的，不能随便乱取。它总共有3个规则，我打一下。好，变数的命名规则总共有3点。第一点是不能使用保留字。什么是保留字呢？有些单字在 JavaScript 里面它已经有特殊的含义了，我们就不能使用。比如说，我不能这样子写，我写 let。然后呢，我把变数的名称也把它取名叫做 let， 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 let 这一个单字它已经有特殊的含义了，在 JavaScript 里面它已经有特殊的含义了，它是定义变数的意思，那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保留字。那还有哪些保留字呢？不用担心，在往后会慢慢跟大家做介绍。然后第二点是开头不能是数字。我不能创建一个变数，它的开头是数字，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变数，它叫做number， 这样是不行的，它的开头不能是数字。好，再来第3点，第3点是不能使用特殊符号，除了前字号跟底线。比如说我这边创建一个变数叫做井字号 number， 这样是不行的，这个井字号就是特殊符号。或者是你使用小老鼠啊，使用等于啊，使用括号啊，星号这种的都是不行的，它都是属于特殊符号。那我们可以使用的特殊符号只有前字号跟底线。所以这边我写一个前字号 number， 或是 number 前字号，或者是 number 底线，或者是 none 底线 ber， 这样都是可以的。OK， 那这以上3点呢，就是变数命名的规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请你把变数的名称取得有意义一点，你不要随便乱取。比如说你这边取一个变数名称叫做 A， 然后另外一个变数名称叫做 B， 再来你就取 C， 然后再 D。也许在当下你看得懂这个变数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过了1个礼拜、1个月，你再回来看你这份程式码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当初这个变数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你的程式码可能要给别人看，那别人看到你的变数命名 ABCD，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写什么。所以呢，请你把变数的命名取得有意义一点。这个变数里面存的是人名，那你就把它取名叫做 name。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数字，那你就把它取名叫做 number。那这样子看过去就很容易的了解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什么嘛。测验时间到啦，接下来请你根据之前所学的来完成这个简化版的购物网站，它的功能，它是类似于我们最后要做的购物网站这个专案，那它是简化版的。首先我们先点右键检查，或者是按 F12 打开开发者工具，接着打开 Console。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页上面有很多按钮。当我点选购物车总额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就会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我们购物车里面的商品总额是多少。
我现在点下去，诶，它显示的是0，因为我还没有把商品加到购物车里面，所以总额是0。当我现在点选这个加入购物车，这个商品是100嘛，加下去，诶，它就会显示出现在购物车总共的金额是100。我再点一次，它就会再加100。那这边这个商品是200，我点选加入购物车，诶，它就会变成400，因为200再加200等于400。再点一次，购物车的总额就会变成600。到上面我可以再点选购物车总额，它就会告诉我现在总共的金额是600。然后呢，还有清空购物车这个按钮，我点下去之后，它就会显示购物车已清空，然后呢，现在购物车里面的金额是0块。诶，那我就可以再加入，它会再显示100。再加入变成300，再加入变成400。这个测验就是要请你完成这些按钮的功能，让它点下去之后可以加入购物车，然后显示现在购物车的总额，以及可以清空购物车。那 HTML 跟 CSS 的部分我都帮你准备好了，在这边你可以到课程档案里面去做下载，你只要把按钮的功能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这边提示一下大家，你可以在 Script 里面创建一个变数，让它来存放购物车的总额。然后这边的按钮只要被按下去的时候，你就改变这个变数存放的值，然后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好，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现在我开启 Console， 然后我点选这些按钮都是没有功能的。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变数，让它来存放购物车的总额，我把它叫做 Total Price。一开始是0，因为一开始购物车里面没有东西嘛，所以总额是0。好，接着只要这些按钮被按下去之后，我就要改变这个 Total Price 里面存放的值。那大家还记得，当我们的按钮被按下去之后，要执行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可以怎么写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onClick， 然后让它等于一对引号，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引号里面写 JavaScript 的程式码了嘛？这个按钮是购物车总额，所以我要让它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购物车的总额。那这边我就写 console 点 log， 我们把这个变数，因为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就是购物车总额嘛，我把它显示出来，储存。现在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就会把 total price 这个变数存放的值显示出来，现在是0。好，那这个按钮的功能就完成啦。再来清空购物车，一样，我想要它有功能，想要它被按下去之后执行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就在这里写一个 onClick。那清空购物车就是把 total price 把它设定成0嘛，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让 total price 让它等于0，接着再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那这边显示之前呢，我们要再提示一下，已经把购物车清空了，所以这边我写一个字串，已清空购物车。好，按下储存。现在我们按清空购物车这个按钮，它就会显示出已清空购物车，然后呢，购物车的总额现在是0块钱。再来，这边的加入购物车，因为商品是100嘛，所以这边我写一个 onClick。它的商品是100，所以我们要把购物车的总额加上100块。这边我可以这样子写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加上100。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把等号右边的值存放到等号左边的变数里面。现在等号右边的值是原本购物车的金额再加上100块，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的值再存放回 Total Price 这个变数里面。那就是把原本的购物车金额加上100之后再存放回去。存放回去之后，我再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储存，所以现在当我按下加入购物车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就显示100块了。再按一次就变200，再按一次就变300。然后我显示购物车总额，现在是300。然后我清空购物车，它就会说已清空购物车，然后变成0块。再点一次就会变成100块。
那下面这边也是一样，只是呢它的金额是200，所以我把这边改成加200就可以了。储存，这边我储存之后，网页其实是会重新整理的，所以呢刚刚的钱会刷新变成0块，重新来。再点一次，它会变100。在这边加入购物车，100加200就变成了300。再点一次，再加200变成500，再点一次变成700。那这边再加入就变800。我们可以看购物车的总额就是800块，然后也可以清空购物车，现在变成0块，再加入变100，再加入变300。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专案完成啦。希望你也有把它做出来。接下来我们延续上一个测验，把它做得更完整一点。现在我按下购物车总额的时候，它会直接显示金额，或是我按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它也会直接显示购物车的总额。我想要让它显示的再完整一点，在金额的前面要有目前购物车总额冒号，然后再显示金额。所以呢，这边加入购物车之后，我在前面再给它一个字串，写的是目前购物车总额，然后一个冒号，再加上现在的购物车金额。那我们这样子加，就是拿一个字串去加上一个数字嘛，因为这个 total price 现在里面存放的是数字，当字串跟数字做相加的时候，数字默认会被转换成字串，然后呢，这两个字串相加就会连接在一起。我把它储存。现在当我按下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它就会先出现目前购物车总额冒号，然后才出现金额，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一点。那我把其他按钮也都加上，前面这一段，这边也加上，然后上面的已清空购物车也加上，然后购物车总额这边也把它加上。现在我按下储存。我点选购物车总额，它就会显示目前购物车总额是0块，然后我加入购物车，现在是100，再加入变成200，这边加入变成400，然后我再到最上面点选购物车总额，它就告诉我目前的购物车总额是400块，我也可以把购物车清空，它就说已清空购物车，目前购物车总额是0块，就可以再重新加入100、300、400，这样子显示就会清楚很多。那这边我们除了这样子把它做相加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方便的写法。这边、还有这边跟这边，除了这样子做相加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方便的写法。这个写法是字串的第3种写法。我们之前说字串它是用一对双引号或者是一对单引号中间去夹着一段文字，那其实字串还有第3种写法。它的写法呢是用一对反引号，这个反引号是在键盘的左上角 ESC 下面的那一个按键，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反引号里面写上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一段文字，比如说像是这个样子，我就在这对反引号里面写上小白，这样子就是一个字串。这边我用一个变数来存放它，把它叫做 name， 最后不要忘记加上分号，然后把它显示出来。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出了小白，所以呢字串它除了用一对单引号、一对双引号以外，也可以用一对反引号。用一对反引号表示的字串也叫做模板字串。那这个模板字串跟一般的字串差别在哪呢？它有额外的2个好处。第一个是这样子，假设现在我有2个变数，里面分别存放的是小白的年纪跟身高，一个叫做 age。小白的年纪假设25，然后小白的身高叫做 height， 假设小白的身高179。如果我想要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一个字串，它写的是小白今年几岁，以及他的身高是多少，以我们之前的写法是不是要这样子写？我写小白今年，然后加上 age1，再加上岁。然后身高，再加上 height 这个变数，然后再加上公分。我这样子写，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我把这个变数改个名字，我把它叫做 DES description 的缩写 DES。好，我们储存。
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小白今年25岁，身高179公分。这边我这样子写，我把它拉得大一点。我这样子写，我让小白今年这个字串加上 age 这个变数，再加上岁身高这个字串，再加上 height 这个变数，再加上公分这个字串，它才会全部连接在一起，变成小白今年25岁，身高179公分嘛。这边我再帮他加个空白，好，这样会好一点。那大家觉不觉得这样子写很麻烦，要一直加来加去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的是模板字串，就可以简洁许多。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双引号跟加号我都把它删掉。然后呢，模板字串是用一对反引号把它包起来嘛。那我们中间的这个变数 age 还有 height 怎么办呢？要怎么样让它显示出来呢？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写一个前字号，然后一对大括号，接着就把这个变数放到这对大括号里面，它就可以显示出来了。这边的 height 也是一样，一个前字号，然后一对大括号，接着就把这个变数放进大括号里面。好，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小白今年25岁，身高179公分。这样子写跟刚刚比起来就简洁许多了嘛。我们使用模板字串的话，就可以在字串里面直接使用变数，只要写一个前字号，然后一对大括号，接着把变数放到大括号里面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在大括号里面直接做运算。假设这边我让 age 加1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从25加1变成26了。同样的，这边的 height， 假设我让它减1按下储存，它就从179减1变成了178。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大括号里面去做运算。再来，模板字串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直接换行。我们一般的字串是不能直接换行的。比如说，现在我是用一对双引号，我写的是小白好帅。然后呢，我想要小白跟好帅之间直接换行的话，我这样子写，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是会发生错误的。在一般的这种字串，我想要做换行的话，我要写反斜线加上 n， 储存，它才会帮我们做换行。但是如果我使用的是模板字串，也就是用一对反引号包起来的话，我是可以直接做换行的。储存，可以发现它也是可以显示出来。这边我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写，直接把它做换行储存，它也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这是模板字串的另外一个好处，它可以直接做换行。这是字串的第三种写法，叫做模板字串。所以上面这边我们也都可以把它改得简洁一点。我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样子，用一对反引号包起来。这边的加法都可以把它删掉了。然后呢，我想要使用 total price， 在这个模板字串里面的话，就写前字号一对大括号，然后把这个变数写在里面，这样就可以啦。下面这边也都是一样的，我就直接贴过来，这里也贴过来，这里也贴过来，然后我先把下面这边注解掉，好，按下储存。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子修改过后，功能是不是还都是一样？按下购物车总额，没有问题，现在是0块。加入购物车变100，加入变300，再加入变400。清空购物车变0块，没有问题，再加入100，再加入300都没有问题。所以这边我们是可以使用模板字串，让它变得简洁一点的。接下来再跟大家补充一些变数的用法。如果你想要把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做某些运算，再存放回去的话，其实它是有简写的，它是有更快速的写法的。以上个测验来说，我们是不是有写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加200？那也就是我们想要把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做某些运算之后再存放回去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有简写的，我可以简写成这个样子。假设我想要让它加200再存放回去的话，这边我可以写 total price 加等于200。OK， 这边我这样子写跟上面这样子写是一样的意思，这两个写法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呢下面这个是简写。好，
这边我让它加等于200之后，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看它是不是等于200。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错，里面的值就从0加了200，再存放回去，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所以是200。那这个简写的用法，同样也可以用在减法、乘法或是除法。假设这边我把它改成减等于200，那这样子写就相当于是我写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减掉200，它就会把里面的值减掉200之后再存放回去。好，这边我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就是负200，因为一开始里面存放的值是0，我让它减了200之后再存放回去，那就会是负200。同样的乘法跟除法也是可以，假设我让它乘等于2，我一开始的值先把它设定成10，那我这样子写呢，就相当于我写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乘以2，就是把原本里面的值乘以2之后再存放回去。好，储存可以看到，就从10乘以2之后变成20，显示出来20。除法也是一样，这边我写除等于2，就得到5，因为它就会把里面的值除以2之后再存放回去，就得到了5。再来，如果你今天是要让变数的值让它加1之后再存放回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写？假设我想要让 total price 它的值加1之后再存放回去，我可以写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加1嘛。然后我刚刚说了，它可以简写成 total price 加等于1嘛。我把它储存，可以看到显示出来的是11，因为我把它加1之后再存放回去，所以显示出来的会是11。那其实这样子，如果我是要把它加1再存放回去的话，它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写法，我可以这样子写，我直接写 total price 加，这样子写跟上面这样子写是一样的，它一样是把这个变数的值加1之后再存放回去，所以我按储存可以看到一样得到的是11。那除了加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叫做减。那减呢，它就是跟 total price 减等于1是一样的意思。total price 减等于1，就是把它里面的值减1之后再存放回去嘛。那这边 total price 减也是一样的，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从10减1之后再存放回去，就变成了9。这是另外两个更简洁的写法。如果你是想要把变数里面的值加1再存放回去，或是减1再存放回去的话，你可以写加或是减。好，所以呢，这边我都把它改回来。在上面这边 total price 等于 total price 加200，我就可以把它简写成加等于200，这里可以改成加等于100。OK， 我按下储存，再测试一下功能有没有改变。购物车总额0块没有问题，加入购物车变100，再加入购物车300，再加入500，加入600，这边清空变成0块，再加入100，再加入300。加入400没有问题，这个是简写的部分，缩写的部分。再来补充第二个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变数的命名为什么要这样子取？变数的命名有很多种方式，像现在我们这个变数名称是2个单字组成的嘛，它是由 total 跟 price 这2个单字组成的。由2个单字组成的变数，其实它的取法有很多种，我可以这样子写。total 跟 price 这2个单字的开头都是大写，或者是可以跟我上面这样子一样的写法 ，total 一开始的 t 是小写，然后后面的 price 是大写，或者是你也可以这样子写，你写 total 然后底线 price， 那这2个单字的开头都是小写，这种写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 JavaScript 这个程式语言里面，我们比较习惯的写法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是有多个单字组成的变数的话，我们会习惯第一个单字的开头是小写，然后后面单字的开头都是大写。所以像这样子2个单字的话，第一个就会用小写，第二个就会用大写。如果是3个单字的话呢，假设是 cut total price， 那我们就会一样，第一个单字它的开头小写，然后后面都是大写。OK， 第二个单字跟第3个单字的开头都是大写。如果只有一个单字的话，变数的名称只有一个单字的话，假设是 price， 那我们就会全部都用小写的。OK， 这是变数命名的习惯，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是习惯这样去做命名的。
这个是补充的第二个点，变数命名的部分。再来第三点，其实我们在创建变数，在定义变数的时候，不止 let 一种方法而已，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写 const，C-O-N-S-T， 接着一样一个空白，然后帮它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叫做 price， 然后让它等于100。这样子创建变数，这样子定义变数也是可以的。我一样可以 console log 把它显示出来看看，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它就显示出来100。那我们用 const 跟用 let 创建的变数差别在哪呢？差别就在如果你是用 const 创建的变数，它一旦被创建之后就没有办法修改里面的值。什么意思？我们之前用 let 创建的变数，它在创建好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它里面的值？像是这样，我可以让它等于200。在它创建好之后，一开始是0，我再把它改成200，然后显示出来看看。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它就显示200。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的是 const 去创建的变数，它就没有办法这样去做修改了。这边如果我把 price 让它等于200，然后显示出来看看，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出现错误了。这个就是 let 跟 const 的差别。如果你用 const 创建好变数之后，它一旦被创建了，就没有办法改变里面的值。像是这边我想要把它里面的值改成200，就出错了。讲到这边，你可能就有疑问啦，那我们没事用 const 创建变数干嘛？用 const 它反而会限缩我们使用变数的灵活度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储存资料的时候，有些资料它本身就是永远都不会被改变的。那在储存这些资料的时候，为了避免它不小心被改到，为了避免它被误改到，我们就可以使用 const。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想要储存台北101它的坐标、它的经纬度，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使用 const？ 假设台北101它的经度，我就把它叫做 x， 它的经度是123，然后呢，它的纬度一样，我用 const 把它叫做 y， 假设它的纬度是456。那你觉得台北101的经纬度有可能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其他地方吗？不太可能嘛。所以我们在储存这种不会改变的资料的时候，为了避免它被不小心改到，为了避免它被误改到，就可以使用 const 来创建变数。这样一旦它被创建好了，如果我不小心改到它，我把它改成999，然后呢，这边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发生错误了，它是不会让我们去改动的。所以遇到这种不会被改变的资料，或是我们不想要它被改变的资料，就可以使用 const 来创建。再来，在比较旧版的 JavaScript， 你有可能还会看到这种创建变数的方法，它会写一个 var， 然后一个空白，接着加上变数的名称。这样子创建变数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是比较旧版的写法，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现在都不会这样去做创建了。OK。大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是有这种写法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写。OK， 这是补充的第三个点，变数创建的方法有 let、const 还有 var。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布林值，英文是 Boolean。布林值它的写法只有两种，分别是 true 以及 false。那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会是跟否的意思，或者是真跟假的意思。那这种资料什么时候会用到呢？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网站，它是有会员制度的，那我想要判断现在进入这个网站的人，他是不是会员。如果他是会员的话，我要显示会员的画面；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显示访客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布林值来记录他是不是会员。我可以这样子写，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isUser， 让它来记录这个人是不是会员。如果他是会员的话，我就让它等于 true， 因为 true 就是就是真的意思。那反之，如果他不是会员的话，我就可以让它等于 false， 因为 false 就是否，就是假的意思。
我也可以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我写 console log is user 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的就是 false， 这边我是让它等于 false。如果让它等于 true， 储存，这边显示的就会是 true。我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可以写 type of， 然后一个空白，接着在后面写上我们的资料，这样它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哪一种。那这边我写 is user 就相当于是这边写 true 的意思，因为 is user 现在里面存放的就是 true。好，我按储存，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 is user 它里面存放的资料，它的资料形态是 boolean， 也就是布林值。如果这边我把它改成 false， 储存，可以看到一样是 boolean， 它的资料形态一样是布林值。再来，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是可以做大小的比较的，像是这个样子，我可以写，假设我写5大于2，我们是可以做这样子的比较的，而且比较之后产生的结果就会是一个布林值。像我现在写的是5大于2， 5它有大于2吗？有的，所以这边是成立的嘛，那成立的话，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true。那如果不成立的话，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false。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产生的结果就是 true， 因为5确实有大于2。那现在如果我写的是1大于2， 1有大于2吗？并没有。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false。所以当我们在做大小比较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布林值。只要这个比较是成立的，那它就会是 true。只要是不成立的，它就会是 false。那比较除了大于以外，我也可以写小于。1有小于2吗？有的，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结果是 true。那除了大于小于以外，我也可以写小于等于，或者是大于等于，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这边我写2大于等于2，有没有成立呢？有的嘛，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结果是 true。除此之外，也可以写小于等于2，这都是可以的。2有没有小于等于2？有的，所以呢是 true。这边改成变数也都是一样。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num1， 让它等于2，然后呢再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num2， 也让它等于2。接着呢，我这边就写 num1 是不是小于等于 num2，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结果一样是 true。因为我这样子写呢 num1 就相当于它里面存放的是2嘛，就相当于我这边写的是2。num2 现在存放的也是2，就相当于这边我写的也是2。这边改成变数也都是可以的。再来，我也可以比较两个值是不是相等。在 JavaScript 里面，你想要判断两个值是不是相等，不是用等号哦。比如说，我想要判断 num1 跟 num2 是不是相等的，我不是写 num1 等于 num2 哦。在 JavaScript 里面，等于是把右边的值存放到左边的变数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想要判断的是两个值是不是相等的话，我们要写等于等于等于3个等于。3个等于就是判断左右两边的值有没有相等。现在我把它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 true。为什么呢？因为 num1 现在它里面存放的值是2嘛， num2 存放的值也是2。那2有没有相等于2呢？有的，所以它的结果就会是 true。如果这边我把它改成 num2 改成3的话，储存，可以看到结果就变成 false 了，因为 num1 现在是2，然后 num2 是3。那2有相等于3吗？并没有，所以这边不成立。不成立的话，结果就是 false。在 JavaScript 里面要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要写3个等于。再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写惊叹号等于等于。惊叹号等于等于的意思就是判断左右两边的值是否不相等。OK， 再讲一次，惊叹号等于等于的意思就是判断左右两边的值是否不相等。现在我们的 num1 是2， num2 是3，所以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显示的是 true， 因为 num1 是2， num2 是3， 2跟3并不相等。如果这边我把 num2 改成2的话，储存，可以看到显示的结果就是 false， 因为 num1 是2， num2 是2， 2跟2有没有不相等？没有，所以呢就是 false。
在 JavaScript 里面要判断两个值是否不相等，我们可以写惊叹号等于等于。再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先把这边都注解掉。我们在做大小比较的时候，也可以先做运算，比如说这边我可以写5大于2加3，这样子写呢，它就会先把2加3这边的运算先算好，等于5之后，再来判断5有没有大于5。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显示的结果是 false， 因为5并没有大于5嘛。如果这边我写的是5加1有没有大于2加3呢？是有的嘛，因为5加1等于6了，6有没有大于2加3 5呢？按下储存，有的，所以它显示的就会是 true。如果比较的左右边是有做数学的运算，它就会先做运算，运算完之后再做比较。好，所以总结一下，这堂课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布林值，英文是 Boolean， 它可以是 true 跟 false。这种资料形态可以拿来判断是真还是假，或者是某个条件是否成立。今天当我们在做大小比较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一个布林值，如果成立的话就会是 true， 如果不成立就会是 false。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要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的话，要写3个等号。如果你要判断两个值是否不相等的话，可以写惊叹号等于等于。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很常跟布林值一起搭配使用的 if 判断式。if 判断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特定的条件下执行某段程式码。那其实 if 判断式翻成中文就是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说如果下雨我就开车去上班。这句话翻译成 JavaScript 就会长这样，如果就是 if， 接着呢一对小括号，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要判断的条件。现在要判断的条件是下雨，所以我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下雨。再来写上一对大括号，然后在里面写上如果这边的条件成立的话，你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就开车去上班，所以我把它写在里面。这样子写呢就是一个 if 判断式。我们写上 if， 然后一对小括号，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你想要判断的条件，然后呢接着一对大括号，在大括号里面写上如果这边判断的条件成立的话，你要做的事情。但是这边我们不能直接写下雨跟我就开车去上班，这边的下雨我们可以用一个布林值来做表示。如果有下雨的话，我就让它是 true， 没有的话我就让它是 false。所以呢，这边我另外再创建一个变数来表示有没有下雨，我把它叫做 is rain。假设是有下雨的，我就让它等于 true。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 is rain。接着这边的我就开车去上班，我就让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所以我写 console.log， 这边把它改成一个字串。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就显示了我就开车去上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是成立的，它现在是 true 嘛，就相当于这边我写的是 true。只要小括号里面是 true 的话，也就是条件是成立的话，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我们现在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是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我就开车去上班，所以这边就显示出来了。反之，如果这边是 false 的话，也就是没有下雨，那这边是 false， 也就相当于我们在这边写的是 false， 也就相当于这边的条件不成立的话，那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东西，因为现在这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它现在写的是 false， 只要这边是 false， 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也可以不只写一行，我也可以写多行。假设我这边再写一个 console.log， 你好，这边我把它改成 true，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2行，我就开车去上班跟你好。大括号里面你也可以写多行程式码，只要这边条件是成立的，它就都会执行。再来 if 判断句它还有延伸的用法。我们在生活中也会这样说嘛，我们说如果下雨我就开车去上班，
否则我就走路去上班，我们会有否则的这个用法。那在 if 判断句里面也有否则的这个用法。我把上面这一段把它复制一份下来。如果要加上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的后面再加上 else else 就是否则的意思，然后后面一样再加上一对大括号。那否则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写在大括号里面，这边否则我就走路去上班，我就把它写在里面。那一样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写，我就把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所以我写 console.log， 然后把这边改成字串。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一样是显示这2行，因为现在条件是成立的嘛，这边写的是 true。如果这边写的是 false 的话，当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我就走路去上班。只要这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这边是 false 的话，它就会执行 else 里面的程式码，就会执行否则这边的程式码。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后面再加上 else， 这样一来，只要这边是成立的，这边是 true， 它就会执行这一段；只要这边是不成立的，这边是 false， 它就会执行这一段。好，再来这边一样，我先注解掉。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体重是不是有过轻。那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过轻的话，我们可以看他的 BMI 值，只要是小于 18.5 的话就是过轻，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过轻。所以这边我可以这样子写，如果 BMI 小于 18.5 的话，那就是他过轻了嘛，我就 console log 过轻，否则也就是 else， 接着一堆大括号，否则的话就是没有过轻嘛，所以我就显示出没有过轻。好，那这边一样，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写，因为 BMI 是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这边我创建一个变数，就把它叫做 BMI。假设今天这个人的 BMI 是25，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是没有过轻。因为现在 BMI 是25，相当于这边写的是25， 25小于 18.5， 25有小于 18.5 吗？没有，所以这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嘛。上一堂课我们说过了，这种大小的比较，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一个不临值嘛。这边的条件不成立，所以呢，它产生的不临值是一个 false。那这边写的是 false， 它就会执行 else 这边的程式码，那它就会显示出没有过轻。好。如果这边我的 BMI 写的是18的话，再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就是过轻，因为这边相当于就会是18， 18有小于 18.5 吗？有的，这种大小的比较，它条件是成立的，产生的结果就会是不临值。那成立的话，产生的结果就是 true。只要这边是 true 的话，它就会执行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显示出了过轻。好，再来，如果我想要做更多的比较，更多的判断，像是这边这个样子，我一样再把它整份复制过来。假设我现在想要做的判断是这样，如果 BMI 小于 18.5 的话，则过轻，或是如果 BMI 小于27的话，则正常。再来是否则过重。现在又多了一个或是如果的判断，那或是如果在 JavaScript 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这边是如果，那这边是否则，我们想要在中间再多加一个或是如果的话，这边我可以写 else if else 一个空白 if， 接着一样一对小括号，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或是如果你要判断的东西。现在我要判断的东西是 BMI 小于27，所以我就写进来，后面一样接着一对大括号。大括号里面写的就是这边的条件，这边的判断成立的话，你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是则正常嘛，所以我就 console log 正常。我们想要表示或是如果的话，可以写 else if。那现在这整个流程就会是这样子的，它会先判断 BMI 有没有小于 18.5。如果这边条件成立的话，它就会直接执行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下面就都不会理它了。如果这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话，也就是这边是 false 的话，它就会跳到或是如果这边再接着判断
有没有小于27？这边的条件是成立的，它就执行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下面也就不会理它了。如果这边或是如果的条件也不成立的话，这边也是 false 的话，它就会跳到最后的否则，然后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所以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一样显示的是过轻，因为现在 BNI 是18有没有小于 18.5？ 有的，所以这边条件已经成立了，这边已经是 true 了，它就会直接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下面就都不会理它了。如果这边我把 BNI 改成20，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一样，它会先判断20有没有小于 18.5， 没有，这边条件是不成立的，这边是 false， 它就会接着再跳到或是如果这边去做第二个判断。20有小于27吗？有的，这边条件成立了，这边是 true， 它就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下面就不会理它了，所以就显示出了正常。好，那接着如果这边我改成30的话，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现在显示的是没有过轻，因为现在 BNI 是30，首先它先判断30有小于 18.5 吗？没有，这边条件不成立，这边是 false， 接着它就跳到或是如果这边做第二个判断，30有小于27吗？也没有，这边条件也不成立，也是 false， 接着它就跳到否则这边执行里面的程式码，显示了没有过轻，但是这边应该是过重才对，我把它改一下，储存，可以看到显示的就是过重。那这边的 else if 也就是或是如果可以写不止一个，像是这边如果我再加一行，或是如果 BNI 小于35的话，我把它叫做过重，否则的话我把它改成超重。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 else if， 或是如果 BNI 小于35的话，它叫做过重。那这边的否则 else 把它改成超重。现在我按下储存，它显示的是过重，因为它会先从最上面开始做判断。30有小于 18.5 吗？没有。再来有小于27吗？没有。再来有小于35吗？有的，成立。所以呢，它就显示出这边的过重。如果我把它改成40，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超重，一样从最上面开始判断。有小于 18.5 吗？没有。小于27？没有。小于35？没有。都没有的话，就是否则显示出超重。所以这边的 else if 也就是或是如果，我们可以写很多个，那它就会从最上面一个一个开始做判断，直到成立为止。或者是都不成立的话，它就会执行否则里面的程式码。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了 if 判断式，它可以让我们在特定的条件下执行某段程式码。就像我们会说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在 JavaScript 里面就是 if 一对小括号，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你的条件，写上你要判断的事情，接着在后面写上一对大括号，那大括号里面写的就是条件成立的时候你要执行的程式码。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加上否则，否则在 JavaScript 里面是 else， 只要这边小括号里面的判断，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是不成立的，它就会执行 else 里面的程式码。再来，我们也可以再加上或是如果，那或是如果在 JavaScript 里面就是 else if， 一样要在后面的小括号里面写上判断，写上条件，然后在大括号里面写上成立之后要执行的程式码。那这个 else if 也可以写不止一个，你可以写很多个，也就是你可以增加很多个判断。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逻辑运算且、或跟非。在上一堂课我们有去判断过 BNI 的值是在哪个区间，看它是过轻、正常还是过重。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想要做连续的比较，是不是可以的？像是这个样子，假设我想要判断 18.5 有没有小于等于 BNI， 然后又小于27，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我写 if 18.5 小于等于 BNI， 然后又小于27，如果条件成立的话，我就显示出正常。好，那这边我们就创建一个变数，就把它叫做 BNI， 假设是20。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显示了正常，因为20是有在这个区间之内的嘛。
那我再试试看，如果这边我改成30，储存，还是显示了正常。30已经没有在这个区间之内了，所以照理说这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应该要是 false 才对。那这边如果是 false 的话，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了嘛。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不能做连续的比较，像这样连续的比较，它是会出现问题的。像我现在30明明已经不在这个区间了，但是它还是执行了我们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如果我们想要做这样子的判断，可以把它拆解成这个样子，把它拆解成 18.5 小于等于 BNI， 而且 BNI 小于27，写起来就会像是这个样子。我先把这边复制一份，然后注解掉，我把它贴过来。这边是 18.5 小于等于 BNI， 然后且 BNI 小于27。这个且在 JavaScript 里面是用2个这个符号来做表示的。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就没有显示出任何东西了，因为30并没有在这个区间之内，所以这边的条件就不会成立，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了。那如果我把这边改成20，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显示的正常，因为20是有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这边条件就成立了，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这个且是怎么运作的呢？我先把这边注解起来，在下面说明一下。它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且的左右两边都是 true 的话，那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true。像现在这个样子，它的左右两边都是 true， 那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true。OK， 这边我把它显示出来看看，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就是 true， 没有错。只要左右两边都是 true， 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true。反之，只要左右两边其中一边是 false 的话，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false。假设我把左边改成 false，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产生的结果就是 false。如果我把右边改成 false， 按下储存，一样产生的结果也会是 false。那如果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的话，当然产生的结果也会是 false。所以我们把它套用到上面这个例子来看，现在 BNI 是20，所以相当于这边是20，这边也是20。那我们之前说过了，这种大小的比较，它产生的结果会是布林值，也就是 true 跟 false。18.5 小于等于20，这个是成立的吗？是成立的，所以这边产生的结果会是 true。然后我们看右边，20小于27也是成立的，所以呢，它产生的结果也会是 true。我们刚刚说了，且的左右两边如果都是 true 的话，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true。所以相当于我是在这里面写 true， 那小括号里面是 true 的话，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所以呢，这边我再把它改回来，我先把下面这边注解掉，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正常。那如果我把这边改成10， 18.5 有没有小于等于10？没有，所以这边条件不成立，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false。且的左右两边只要有一边是 false， 它产生的结果就会是 false， 也就是这整行条件就会不成立了。所以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没有显示任何的东西。如果我把这边改成30也是一样，这样左边的条件是成立的，所以它是 true， 但是右边的条件是不成立的，它是 false。只要其中一边是 false， 最后的结果就是 false。所以呢，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也是没有显示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总结，且的左右两边条件都要是成立的，它整个条件才会是成立的。且的左右两边都要是 true， 它整个才会是 true。再来，有且就会有或，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 BNI 小于10，或者是 BNI 大于100的话，则测量错误，因为这个数值是有点奇怪了嘛。所以这边我可以这样子写，我直接把上面这边复制过来，这里改成 BNI 小于10，然后或 BNI 大于100。这个或在 JavaScript 里面是这样表示的，我们是用2个这个符号来做表示。
这边条件成立的话，我就显示出测量错误。或的运算是左右两边只要有一边成立的话，它这整个就会是成立的，也就是左右两边只要有一边是 true 的话，它整个就会是 true。那我现在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什么都没有显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BNI 是20，20有小于10吗？没有，这里不成立。20有大于100吗？也没有，所以这边也不成立。左右两边都不成立的话，那这整个就会是不成立的。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的话，这整个就会是 false。那如果我现在把它改成0，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测量错误，因为0是有小于10的，这边是成立的，左右两边只要有一边是成立的，这整个就会是成立的。OK， 所以它运作会像是这个样子。我把它显示出来。假设两边都是 true 的话，左右两边都是成立的，那它最后产生的结果就会是成立的，也就是 true。这边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 true。那左右两边只要其中有一边是 true， 它也是产生的结果会是 true。所以这边我把它改成 false， 再按下储存，一样产生 true。只有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才会是 false。OK。也就是只有在左右两边条件都是不成立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才会是 false。好，那逻辑运算除了且跟或以外，还有最后一个叫做非，它的符号是惊叹号。那它的用法是这个样子的，它可以把 true 变成 false， 把 false 变成 true。假设这边我有一个 true， 然后我在前面写上一个惊叹号。那惊叹号也就是逻辑运算非的意思，它就是相反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本来是 true， 经过这个非的运算之后，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就会变成 false。反之，如果本来是 false， 经过这个非的运算，它就会反过来变成 true， 它就是反过来相反的意思。所以逻辑运算有3个，分别是且、或跟非。那且是用2个这个符号，或是用2个这个符号，非是用惊叹号。接下来我们就结合之前所学的来做一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我们可以选择要出剪刀、石头或是布，电脑它也会随机出一个。比如说我出剪刀，按下去可以看到它说你出剪刀，电脑出布。电脑出的这个布是随机出的，那这样就是我赢了嘛。我再点选一次出剪刀，这次我出剪刀，电脑出的是石头，那我就输了。这次我试试看出石头，电脑出的是剪刀，那我就赢了。再出石头，电脑出石头，平手。我试试看出布，电脑出的是石头，我又赢了。再出布，电脑也出布，平手。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剪刀石头布游戏，我们可以选择出剪刀、石头或是布，那电脑它会随机出一个，然后呢会判断出这一局是谁赢谁输。那 HTML 跟 CSS 的部分我都准备好了，在这边我直接点右键 Open with Live Server， 然后打开来，现在这边这些按钮都是没有功能的，我们就是要把功能加上去，让它点下去之后会显示出我们出什么，然后电脑出什么，接着判断出这一局是谁赢。那这边我建议大家在看我怎么样写之前，先试着自己想想看要怎么样实现这些功能。好，我就直接来做啦。首先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让电脑随机出剪刀、石头跟布。之前好像没有教过有关随机的功能嘛。那没有教过怎么办？我们就到网络上面去查查看嘛。这边我就搜寻 JS 随机。好，这边我就直接点选第一个网页。这边他说有一个功能叫做 mass.random， 它会回传一个随机小数，是介于0到1之间，包含0不包含1，然后后面还讲了一大串。虽然有些地方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懂，但没关系，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功能它是会给我们一个随机的小数，是介于0到1之间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我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把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我们回到网页这边，打开 console，
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是 0.97 点点点点点，很长的一大串，好像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嘛，他会给我们一个随机的小数，那这个小数是在0到1之间。这里我重新整理看看网页，看这个数字会不会真的是随机的。重新整理，可以看到这次得到的是 0.66 多，再重新整理得到的是 0.92， 再来 0.87 0.40， 好像真的是随机的，没有错。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产生0到1之间随机一个数的功能，再来要怎么样把它变成随机出剪刀石头布呢？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想想看。好，那这个做法有很多种，你的做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我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原本这个功能是可以产生0到1之间随机一个数，那我让它乘以3，是不是它产生的数就会变成0到3之间？我按下储存，这次得到 0.54， 重新整理得到 2.59， 重新整理得到 1.1， 再重新整理得到 0.91。让它乘以3就会变成随机产生0到3之间的数了嘛。那再来，我是不是可以把0到3切成3份？我把0到1切成1份，然后1到2切成1份，2到3切成1份。只要产生的随机数是在0到1之间，我就当电脑出的是剪刀。然后只要产生的数是在1到2之间，我就当电脑出的是石头。最后，如果是2到3之间，我就当电脑出的是布。这样一来，电脑好像就可以从剪刀石头跟布之间随机选一个，随机出一个了嘛。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这边我把随机产生的数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random none。那这个 random none 这个随机产生的数，其实它一创建之后就不会再被改变了，所以呢，我可以用 const。好，那这边我就先把 random none 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显示的是 2.7， 重新整理 2.9， 重新整理 1.1， 没有问题。再来就是判断这个随机数，如果它是在0到1之间，那表示电脑出的是剪刀；如果是1到2之间，出的是石头；2到3之间，出的是布。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 if 判断句。如果0小于 random none， 而且 random none 是小于1的，那就表示随机产生的这个数，它是在0到1之间嘛。不过这边有一个点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使用的这个功能，它产生的数字是在0到1之间，是包含0，但是不包含1的。也就是它随机产生的数，假设我把它叫做 none， 那它就是在0跟1之间，它是有可能等于0的。那现在我把它乘以3之后，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是在有可能等于0，然后跟3之间不包含3，所以呢，这边我们应该帮它加上一个等于，因为产生的数是有可能等于0的。好，这边如果它是在这个区间，我就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电脑出剪刀。再来判断，如果是在1到2之间，出的就是石头，所以我写 else if。或是如果把这一串复制过来，如果它是在1跟2之间的话，那电脑出的就会是石头。OK， 最后如果是在2到3之间出的就是布。这边我再写一个 else if， 如果它是在2到3之间的话，那电脑出的就是布。那这边的第3个判断，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写的，因为电脑不是出剪刀、石头，那一定就是出布了嘛。所以呢，这边我可以直接写 else， 它不是出剪刀，不是出石头，那否则就是出布了嘛。所以呢，我们直接写这样会比较简洁一点。回到网页这边来试试看，我按下储存。这次产生的数是 1.5 多，那 1.5 多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嘛，是在1到2之间，所以呢，我们就当电脑出的是石头。我再重新整理，这次随机产生的数是 2.4 多，2.4 多
就是不在这个区间，也不在这个区间，那一定就是出布了嘛。所以呢，电脑出布。再重新整理，这一次是在0到1之间，所以呢，就当做电脑出的是剪刀。这样我们就可以让电脑从剪刀石头布之中随机出一个了嘛。重新整理出石头，重新整理出布，出石头，出剪刀。再来，我们就可以跟电脑猜拳了嘛。这边如果你按的是剪刀这个按钮，表示我们出的是剪刀。这边我写上 onClick。我让它等于一对单引号，这样等一下比较不会有引号的冲突。然后我直接把这边都把它贴上来。先让电脑从剪刀石头布之间随机选一个，那它的选择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Computer Choice。那一开始我先让它等于空字串。如果是在0到1之间的话，我就让它变成剪刀这个字串。然后如果是在1到2之间，我就让它变成石头这个字串。最后就是让它变成布这个字串。那我把电脑的选择用一个提示框显示出来看看。提示框的话，我们可以写 alert A-L-E-R-T。然后把这边的 Computer Choice 把它显示出来看看，储存。当我按下剪刀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跳出的提示框里面写的是石头。我再点一次石头，再点一次石头，因为它都是在1到2之间嘛。再点一次，还是石头。再点，这次是剪刀了，因为它是在0到1之间。再点一次是布，因为它是在2到3之间，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让电脑从剪刀石头布之间随机出一个，然后当我点这个按钮的时候，代表我们出的是剪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判断现在是谁赢谁输了嘛？一样，我们可以用 if 判断句。如果电脑它现在出的是剪刀的话，那也就是我们判断 Computer Choice等于3个等于，它等于剪刀这个字串的话，表示电脑出的是剪刀。那我们点这个按钮，表示我们出的也是剪刀嘛。所以呢，剪刀对上剪刀就是平手。那我就显示出你出剪刀，电脑出剪刀，然后一个逗号，此局平手。这边稍微改一下。然后把它一样用提示框显示出来，但是这边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写，我用一个模板字串来写它，我们用一对反引号把它包起来。电脑出的剪刀，我把它改成 Computer Choice 这个变数，把它写在大括号里面。再来，电脑还有可能出的是石头，所以我写 else if。如果 Computer Choice 它是等于石头这个字串的话，那表示电脑出的是石头。电脑出的是石头，我们就输了嘛。因为现在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我们出的是剪刀，所以呢，我就写出你出剪刀，电脑出一样是 Computer Choice， 现在是石头，那就表示此局你输了。OK。最后，我们可以再判断 Computer Choice 它是不是等于布这个字串，但是这边没有必要这样子写了，因为电脑它不是出剪刀，不是出石头，肯定就是出布，所以我们就写否则 else， 它一定是出布的情况下，我就显示出你出剪刀一样，电脑出这边的 Computer Choice 现在是布，那也就是我们赢了嘛，你赢了。好，储存，来试试看。现在我按下剪刀这个按钮，他说你出剪刀，电脑出剪刀，此局平手。因为我们产生的数字是 0.5 嘛 ，0.5 是在0到1之间，所以呢，电脑出的是剪刀没有错。我再按一次，你出剪刀，电脑还是出剪刀，因为它也是在0到1之间。我再点一次。这一次电脑出的是布，因为它是 2.8， 是在2到3之间，那我们就赢了嘛。我们出剪刀，电脑出布。再来，
出剪刀，电脑出石头，我输了，因为它是在1到2之间。好，再来出剪刀出布赢了，再来出剪刀出布又赢了。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剪刀这个按钮的功能了嘛。我们可以让电脑从剪刀石头布之间随机出一个，然后再去判断我们出剪刀的情况下是我们赢、我们输还是平手。接下来就到测验时间啦，请你延续上一堂课的内容，把剩下的石头按钮跟布的按钮它们的功能完成。那这边的 HTML 跟 CSS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找到。好，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那剩下的石头按钮跟布的按钮其实跟剪刀的按钮它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直接把这里的 unclick 把它复制一份到石头这边，然后我稍微整理一下，把这边都选取起来，按下 Tab 让它做个缩排，然后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边出现红色的底线是给我们警告，那其实这边这样子写是不会有错误的，所以呢我们不用理它。首先我们一样是让电脑随机从剪刀、石头跟布之间选择一个，然后呢现在按这个按钮表示你出的是石头，所以我把这边改成你出石头。后面的结果也要稍微改一下，你出石头，电脑出剪刀的话，那就是你赢了，把它改成你赢了。你出石头，电脑出的是石头，就是平手，此局平手。最后电脑不是出剪刀，不是出石头，那出的就是布。你出石头，电脑出布，那你就输了，所以这边改成你输了。好，那我们就把石头的功能完成啦。接着来写布的功能，一样复制一份，把它贴过来，然后稍微整理一下，做个缩排。上面一样，先让电脑随机出一个，然后这边是你出布，全部都改成你出布。再来，你出布，电脑出剪刀的话，那就是你输了，把它改成你输了。你出布，电脑出石头，那就是你赢了。最后，电脑不是出剪刀，不是出石头，它就是出布。你出布，电脑也出布，那此局就是平手。好，按下储存，我们来看看功能有没有正常。我按石头，他说你出石头，电脑出布，那我们就输了嘛，没有错。再按一次，你出石头，电脑出布，还是输了。再按一次，你出石头，电脑出石头，水平手。你出石头，电脑又出石头，平手。石头石头平手，石头布输了。那如果我出布的话，你出布，电脑出布，平手。你出布，电脑出布，平手。还是平手。你出布，电脑出剪刀，我们输了。再来，你出布，电脑出布，平手。这次终于赢了。你出布，电脑出石头，所以呢，我们赢了。这样我们就把剩下的石头跟布的功能也完成啦。那我们就可以跟电脑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了。你可以选择出剪刀、石头或是布，电脑会随机出一个。那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程式它不是只有一种写法，所以如果你的写法跟我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只要最后运行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作用域，英文是 scope， 以及全域变数跟区域变数。在上一个测验，我们做剪刀石头布游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之前说过，同一个变数的名称是不能被重复创建的，同一个变数的名称是不能被重复定义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剪刀这个按钮的 unclick 里面定义了 random none， 也定义了 computer choice。结果我们在石头的按钮这边也重复定义了这两个变数，在布的按钮这边又重复定义了这两个变数。为什么这样子写没有出错呢？我们来试试看。假设我在这里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a， 让它等于0，然后我又创建一个变数，也叫做 a， 也让它等于0。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发生错误了。它告诉我们在第84行的地方 ，a 这个变数已经被重复定义了。
第84行 A 这个变数已经被重复定义了。我们这样定义同一个变数的名称是不行的，会出错。那为什么上面这样子写却不会出错呢？这个就跟我们要介绍的作用域有关系。如果今天我们的变数是定义在一对大括号里面，那这个变数的作用域就仅限于在那对大括号里面。什么意思呢？假设这边我写一个 if 判断句，然后我就直接写 true， 接着我们这边会写一对大括号嘛。如果我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定义一个变数，去创建一个变数，把它叫做 a， 让它等于0。当一个变数是在一对大括号里面被创建的时候，它的作用域就仅限于在这对大括号里面。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创建了这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就只能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做使用，因为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一个变数就会被删掉。我们直接来试试看，我在大括号里面把这个变数 a 显示出来看看，储存没有问题，它显示出了0。但是如果我想要在这对大括号的外面去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发生错误了。它告诉我们在第86行的 A 是没有被定义的，在第86行的 A 是没有被定义的，因为这个变数是被定义在这对大括号里面，那它就只能在这对大括号里面被使用，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变数就会被删掉。那既然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变数就会被删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再定义一次 a？ 假设这边我再定义一次 a， 让它等于0，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这一次就没有发生错误了。然后我在外面也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没有问题，它就显示出了0。我把这边改成1，按下储存，它显示的就是1。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先把这2行把它注解掉，我可以复制2份，然后呢，我同样的都在大括号里面重新定义一个 a， 让它等于0，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我按下储存，没有问题，并没有发生错误，因为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 a 就会被删掉。所以出了这对大括号，它被删掉了，我们在这边再重新创建一个 a 是不会发生错误的。然后又出了这对大括号，这个 a 又被删掉了。接着我们在这里又创建了一个 a， 也是不会有问题的。那这种创建在大括号里面的变数，我们把它叫做区域变数。区域变数它的作用域就仅限于在这对大括号里面，一出这对大括号，它就会被删掉了。除了在大括号里面创建的变数，如果我们是在 onclick这对引号里面所创建的变数也是区域变数，这边也是区域变数 ，OK， 这里也是区域变数。所以为什么我们重复创建了这2个变数的名称不会出错呢？因为它是区域变数，只要一出了这对引号，这2个变数就会被删掉。我们在这里定义了这2个变数，只要一出这对引号，它就被删掉了。所以接着我们又在这里重新创建了这2个变数，就不会出错。同样的，一出这对引号，它又被删掉了，我们在这里又重新定义，所以也不会出错。好，这个是区域变数。那除了区域变数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全域变数。像我们一般这样子做创建的变数，就叫做全域变数，它不是在一对大括号里面被创建的，也不是在 onclick 里面被创建的，那它就叫做全域变数。那全域变数就是到处都可以被使用，而且它也不会被删掉，除非你把网页关闭。所以如果我们这样重复创建，就会发生错误。我把它改成 B， 也是一样的，换一个名字，按下储存，一样发生错误。OK， 这是稍微补充一下变数的作用域，有分成全域变数跟区域变数。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函数，或者你可以叫它函式，英文是 function。函数它是可以让我们重复的去使用一段程式码，或者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函数就是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去制作一个自己的功能，
制作好之后想要使用就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创建函数，或者说要怎么样创建一个功能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首先先写上 function function，接着一个空白，然后你要帮你的函数、帮你的功能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叫做 hello， 然后呢一对小括号，后面再接着一对大括号。再来，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写上想要执行的程式码。假设我想要执行的程式码是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你好，接着再显示出一行小白。我们这样子写就定义好了一个函数，就创建好了一个功能。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现在 console 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并没有显示出你好跟小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只定义好了函数，只创建好了功能，还没有去使用它。如果要使用创建好的功能，想要使用定义好的函数，我们可以直接写上函数的名称，我把它叫做 hello 嘛。写上函数的名称之后，后面接着一对小括号，最后不要忘记了分号。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 console 里面就显示出了你好小白。定义好函数之后，它并不会去执行里面的程式码，要等到我们去做呼叫的时候，它才会执行。现在我做呼叫了，它就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所以显示出了你好小白。那为什么说函数是可以让我们重复的去使用一段程式码呢？因为函数的呼叫可以不止一次。这边我可以再呼叫一次，我呼叫2次，那它就会执行2次里面的程式码。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你好小白就出现了2次。当然我要呼叫3次、4次也是可以的，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出现了你好小白4次。那这边函数的命名也是有规则的，这边的名称你不能随便乱取，它的命名规则跟变数一样。第一点，它不能是保留字，比如说 const， 或者是 if， 或者是现在学到的 function， 因为这些字在 JavaScript 里面已经有特殊的意思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取。第二点，它的开头一样不能是数字，比如说我写function， 这样是不行的。再来第3点，它不能是特殊符号，除了前字号跟底线。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井字号是不行的，我写一个小老鼠，写一个惊叹号都是不行的。我们可以用的特殊符号只有前字号以及底线。那我们的命名习惯跟变数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有一个单字的话，我们就会用全部都是小写。如果是2个单字的话，比如说它是 say hello 好了，那第2个单字的开头就会让它变成大写。如果有3个、4个单字一样，除了第1个单字的开头是小写，后面的开头都会用大写。这是命名的习惯。好，我们回到之前的剪刀石头布游戏这边。其实这边我们是可以用函数来让它变得更简洁一点，让它的程式码变得更简洁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一段程式码我们一直重复的使用到 ，OK， 这一段程式码一直重复的使用到。这一段程式码就是让电脑从剪刀石头布之间随机挑选一个，不管是在剪刀的按钮，还是在石头的按钮，或者是在布的按钮，这一段程式码都重复出现了。这边为了让它变得简洁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制作成函数。所以呢，这边我就来制作它。我帮它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叫做 Generate Computer Choice， 产生电脑的选择，那就是把这一段程式码直接把它贴过来这边。OK， 就直接贴过来这边。好，那我们这边定义好了函数，就可以做使用了嘛。我就在这边直接做使用，不要忘记加上分号，按下储存。现在我是在布的这个按钮这边做了函数的呼叫，呼叫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个函数，我来试试看，按下布，发生错误了。它告诉我们在 onClick 这边的 Computer Choice 是没有被定义的，也就是这边的 Computer Choice 是没有被定义的。好像没错嘛，我们在这对引号里面确实没有定义 computer choice 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它的定义到哪了呢？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函数里面了。OK， 我们把 computer choice 的定义移到函数里面了。那为什么把变数的定义移到函数里面就会出错了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堂课说了，如果变数是在一对大括号里面被定义的话，那这个变数就叫做区域变数，它就只能在这对大括号里面被使用。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变数就会被删掉。所以呢，在这边就发生错误了。因为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变数就被删掉了，因此它就不能做使用。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把这个变数移到外面就可以了嘛。把变数的定义移到外面，那这样一来，它就变成全域变数了。全域变数是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做使用。我现在按下储存，然后按这个不的按钮，可以发现功能又正常了。好，那我们现在定义好功能，它可以不止被使用一次嘛。像是石头这个按钮这边，它也用到了重复的程式码，所以呢，我在这边再做一个使用。上面剪刀这个按钮，它的一开始也使用了这段程式码，所以我也把它改成这个函数的呼叫。按下储存，来试试看，按剪刀功能是正常的，按石头功能也是正常的，按布功能也是正常的。这样一来，整个程式码是不是简洁了许多？函数它可以让我们重复的去使用一段程式码，像这边我们定义了这个函数，那这一段程式码我们就重复使用了3次。这边只要呼叫一次，它就会使用一次。函数也相当于是功能的意思，我们制作好功能之后，想要使用就可以拿出来做使用。这边我们制作了一个功能，那在这边想要做使用就拿出来做使用。这里想要做使用，这里也想要做使用，就都拿出来做使用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函数也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更新程式码。比如说我想要更新这个功能，那我就直接在这边里面做更新。这边一更新，上面只要呼叫到的地方也都会跟着一起做更新。如果像之前的写法，你想要更新的话，你就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做更新，这样相较起来就会麻烦许多嘛。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函数的回传 return。函数也是可以有回传值的，什么意思呢？假设现在我定义一个函数叫做 hello， 然后它是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你好这个字串。好，现在当我呼叫 hello，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你好。如果你想要函数有回传值的话，可以在函数的大括号里面写上 return return， 接着一个空白，然后在空白的后面写上你想要回传的东西。假设这边我回传一个字串，就是 hello， 最后不要忘记加上分号。如果一个函数它是有回传值的话，也就是它有写 return 的话，那当我们在呼叫的时候，除了执行里面的程式码以外，它还会把呼叫的地方覆盖成回传的值。像现在这个 hello 它是有回传值的，它的回传值是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们呼叫的地方就会被覆盖成 hello 这个字串。OK，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 console log 把它显示出来看看。OK， 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先显示出了你好，再显示出 hello。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当一个函数它是有回传值的时候，也就是有写 return 的时候，当我们呼叫它，除了会执行里面的程式码以外，最后呼叫的地方也会被覆盖成回传的值。现在回传值是 hello 这个字串，所以呼叫的这个地方就会被覆盖成 hello 这个字串。因此整个流程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这边呼叫了 hello 这个函数，所以呢它就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先显示出了你好。接着它这个函数是有回传值的，所以呢它把回传值覆盖过呼叫的地方。那这里就相当于是 console log hello 这个字串，所以呢就显示出了 hello。这里的回传值也可以是其他的资料形态，比如说数字，我回传一个87，按下储存。
它就先显示你好，再显示87。那这边我也可以这样子写，我把回传的值用一个变数储存起来，假设我把它叫做 none， 我把回传的值用一个变数叫做 none， 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再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先显示你好，再显示87。它整个流程会是这个样子的，程式由上而下执行，所以电脑先看到了我们定义一个函数，接着呢看到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然后让它等于一个函数的呼叫。它看到我们呼叫的函数，就会到函数这边，然后去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所以首先显示出了你好这个字串，接着它看到这个函数是有回传值的，它就会把回传值覆盖掉函数呼叫的地方，变成这个样子。那就相当于我们把87这个数字储存到 none 这个变数里面，接着再往下看，就把 none 这个变数里面的87显示到 console 里面。那其实如果函数是没有回传值的话，也就是如果没有写 return 的话，其实预设它也会帮我们回传一个东西叫做 undefined。OK， 预设它也会帮我们这样做回传。如果当我们什么都没有写 return 的话，预设它会帮我们回传 undefined。所以现在当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是你好跟 undefined。因为函数如果没有回传值，也就是我们没有写 return 的话，它预设也会帮我们写上 return undefined， 也就是帮我们回传 undefined 这个东西。undefined 就是未定义的意思，所以这边的回传值一样会覆盖掉呼叫的地方，因此呢，这边就是把 undefined 存放到 none 这个变数里面，再把它显示出来，这边就会显示 undefined。OK， 如果我们没有写回传值的话，我们没有写 return 的话，预设它也是会帮我们 return undefined 这个东西。再来，还有一个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 return 了之后 ，return 后面的程式码就不会被执行了。比如说这边我已经写了 return， 然后我在下面又写了一个 console log 88。那在 return 下面的程式码就不会被执行了。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画面上并没有显示出88，因为函数它只要一遇到 return， 一遇到回传，它就会直接结束掉。所以下面的程式码只要写在 return 下面的程式码就都不会被执行到，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好，了解了函数的回传之后，我们回到上一堂课制作函数的这个地方。我们制作了一个函数叫 generate computer choice， 然后我们为了解决区域变数的问题，所以把 computer choice 这个变数把它变成了全域变数。但是其实这样子写不是一个好的写法。一个变数如果越多地方可以使用到它，越多地方可以修改它，那它就越容易出错。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它是区域变数，就尽量让它是区域变数。我把它写回来，让它变回区域变数。那 computer choice 变成区域变数之后，上面这边就使用不了了嘛？这边的 computer choice 就使用不了了，要怎么解决呢？这边我们就可以使用刚刚学会的函数回传 return 来解决。我们可以在这边最后把它做个回传，把这边电脑随机选择到的剪刀、石头或者是布，把它回传回去。那这里随机选择到的值是储存在 computer choice 这个变数里面嘛，所以呢，我就写 return computer choice。这样一来，上面呼叫的地方它就会被随机选择到的值覆盖掉。随机选择到的值有可能是剪刀这个字串，也有可能是石头这个字串，或者是布这个字串。OK， 它有可能被覆盖成这三个值。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把它用一个变数储存起来？这边我写 const， 我就把这个变数的名称叫做 computer choice， 让它等于这个函数的回传值。这样就相当于这个变数里面会存放剪刀或者是石头或者是布其中一个嘛。那我们下面就接着可以继续做使用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我按下储存，来测试一下布这个按钮。可以看到功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接着我就可以把剪刀跟石头这两个按钮也把它修改一下。
把这边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下面就可以做使用了。上面这里也是。好，按下储存，再回来按下剪刀按钮，没有问题，功能是正常的。我出剪刀，电脑出石头，所以我输了。出石头，电脑出剪刀，所以我赢了。我出布，电脑出剪刀，所以我输了。功能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在函数里面加上回传值，也就是加上 return， 这样一来，这个回传值就会覆盖掉呼叫的地方。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回传的值拿来继续做使用。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函数的参数，英文是 parameter。这个参数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把资料传到函数里面去做使用。假设我现在创建一个函数，叫做 calculate discount， 它是可以计算一个商品打折之后的价格是多少。那这边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discount price。也就是打折之后的价格。假设有一个商品是2000块，然后它打6折，也就是乘以 0.6， 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折扣的价格。我把它做回传，把 discount price 把它回传。好，那这边我就可以呼叫它。呼叫之后，它会回传商品折扣之后的价格。我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这里把它贴进来。好，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计算出来的结果是1200，原价2000乘以 0.6， 也就是打6折是1200，没有错。现在这个函数它只可以计算2000块打6折之后是多少钱，然后回传给我们。如果我想要它灵活一点，我想要让它变成我们只要告诉它商品的价格，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计算商品打6折之后是多少钱，然后再回传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函数的参数，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资料传到函数里面去做使用。那要怎么样把资料传到函数里面呢？我们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去创建变数。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price， 那这个变数存放的值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呼叫的时候去做设定。假设这边我写一个3000。那这个3000就会是这个 price 里面储存的值。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使用这个变数。我可以把这边的2000改成 price， 然后让它去乘以 0.6， 也就是计算打6折之后会是多少钱，再做回传。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1800，因为我们现在设定 price 它的值是3000， 3000乘以 0.6 就是1800，没有错。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帮这个函数设定了一个参数叫做 price，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资料传到这个参数，传到这个变数里面，接着就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做使用了。所以如果这边我把它改成4000，按下储存，4000打6折之后是2400，没有错。再来，如果我不是想要计算4000打6折是多少，我想要计算的是4000打5折是多少，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的参数也可以设定多个，在这边我们可以写一个逗号，接着创建另外一个参数，创建另外一个变数。假设我把它叫做 discount， 代表打几折。那这边多了一个参数，我们在呼叫的时候也就可以多传入一笔资料。假设我想要计算的是打5折，那我传入的就是 0.5。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参数，这个变数使用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就把这边 0.6 换成这个变数 discount。好，我现在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得到的结果是2000，因为现在 price 它的值是4000， discount 它的值是 0.5， 所以4000乘以 0.5 就是2000，它把2000回传给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就得到了2000。函数的参数也可以设定多个，这样子在呼叫的时候就可以传入多笔的资料。那现在我们这个函数它就很有弹性了嘛。假设现在我想要计算5000块打3折是多少钱，我就第一个参数传入5000，第二个参数传入 0.3， 按下储存，它就计算出来5000块打3折是1500。那我们在这边设定的参数，在这边创建的变数，它也是区域变数。
在这边设定的变数，它只能在这对大括号，在它后面的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做使用。所以，如果我在这边再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price， 我让它等于5000，按下储存，可以发现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它是一个区域变数，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它就会被删掉。所以呢，这边再创建就不会出错。同样的，我也可以再创建一个叫做 discount 的变数，假设让它等于 0.3， 按下储存也不会出错。那这边传入的值，我也可以把它改成变数，我写 price 跟 discount， 这样子写呢，它就是把变数里面储存的值传到这里面来，它就是把5000块传到这里，然后把 0.3 传到这里，按下储存，一样得到的是1500。如果这边我改成6000，然后打8折，按下储存，6000打8折就是4800，没有问题。再来，这边我们在设定参数的时候，也可以帮它设定一个预设值。假设我想要折扣的预设值是打9折，那我可以在后面让它等于 0.9。这样子写的意思呢，就是 discount 它预设是 0.9。只要在我呼叫的时候没有传入第二个参数，这边第二个参数我是没有传入的时候，它就会使用预设值 0.9。所以我现在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5400，因为现在价格是6000嘛 ，price 是6000，第一个参数传入的是6000，但是第二个参数我没有写，那它就会用预设值 0.9， 6000乘以 0.9 就是5400，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参数设定一个预设值，这样子在呼叫的时候，如果没有传入，它就会使用预设值。好，这个就是参数的部分。我们可以帮函数去设定参数，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资料传到函数里面去做使用了，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函数变得更加的有弹性。最后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alert， 它就是一个函数，它是 JavaScript 内建提供给我们使用的一个函数。我们可以在小括号里面传入参数嘛，假设我传入的是你好这个字串，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会跳出一个提示框，里面显示的是你好。OK， 这个 alert 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alert， 它也是一个函数，它是 JavaScript 内建提供给我们的函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里面传入参数。测验时间到啦，延续我们之前做的剪刀石头布游戏。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不管在剪刀按钮、石头按钮，或者是布的按钮，它里面有一段程式码也都长得很像，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程式码，它是判断是玩家赢还是电脑赢，或者是平手。那这一段在这3个按钮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出什么后面的文字不一样，以及最后面判断输赢的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测验就是请你把这一段程式码写成一个函数，让它可以在这3个按钮里面都做使用。那这个函数，请你把它取名叫做 playGame， 它可以传入2个参数，一个是 user choice， 另外一个是 computer choice， 分别是玩家选择的剪刀石头跟布，以及电脑选择的剪刀石头跟布。然后在大括号里面判断这一局是谁输谁赢，并且跳出提示框显示输赢，像是上面这个样子。跳出提示框显示你出什么，电脑出什么，然后这一局是谁输谁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3段都用创建的那一个函数把它替代掉。好，那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上面这3段程式码分别是玩家按下剪刀、石头跟布的时候会执行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做判断？我们判断 user choice， 也就是玩家出什么。如果玩家出的是剪刀，那我就要让它执行剪刀这个按钮里面的这一段嘛。所以呢，我直接把它剪下来，贴进这个里面。这里稍微把它做个缩排 ，OK， 我们是可以在 if 里面再写 if 的。接着我们再判断 else if， 如果玩家他出的是石头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执行石头这个按钮里面的这一段嘛，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段把它剪下来，贴进这里面。最后，玩家不是出剪刀，不是出石头，那肯定就是出布，所以我直接写 else。如果玩家是出布的话，我们要执行的是布这个按钮里面的这一段，所以我把它剪下来，一样贴进来，这里做个缩排，让它看起来比较整齐。然后这边的你出什么，那你出什么就是 user choice 嘛，所以呢，我也稍微把它改一下，这里我把它改成 user choice。那下面这边都是一样的，我都把它改掉。这里也是，因为现在 user choice 是石头，这边就把它改成 user choice。然后这里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个函数就完成了。User choice 是玩家的选择 ，Computer choice 是电脑的选择。首先我先判断，在玩家选择出剪刀的情况下，电脑出剪刀、电脑出石头跟电脑出布，这样是谁输谁赢。接着我再判断，如果玩家出石头的情况下，电脑出剪刀、电脑出石头、电脑出布，这样是谁输谁赢。最后再判断，如果玩家出的是布的情况下，电脑出剪刀、电脑出石头、电脑出布，这样是谁输谁赢。好，函数定义好之后，就可以来做使用啦。我们到上面做使用。现在是在剪刀这个按钮里面，那表示玩家出的是剪刀嘛，所以 user choice 我传入的就是剪刀这个字串。那第二个参数电脑出什么呢？我们已经在上面用 generate computer choice 这个函数去随机产生一个了，并且我也把它存放在 computer choice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这边就直接把它传进来做使用。这里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好，接着下面两个按钮石头跟布也是一样的，一样是呼叫这个函数，只不过这里玩家出的变成石头。这里也整理一下，最后是布这个按钮，那玩家出的就是布。好，按下储存，我们来试试看。我出剪刀，他说你出剪刀，电脑出剪刀，平手没有问题。出石头，我出石头，电脑出石头也是平手。出布，我出布，电脑出剪刀，所以我输了石头。石头布我输了。剪刀剪刀平手，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功能跟以前都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函数把它完成啦。可以看到整个程式码变得又更简洁了。那这边特别注意，你的写法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逻辑本来就不太可能一模一样，只要你最后做出来的功能是正确的就可以了。那这边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变得更简洁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按钮里面，它的一开始都是先去产生电脑的选择嘛，我们都是先呼叫这个函数去产生电脑的选择。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段也把它写到 playGame 这个函数里面，我们让 playGame 这个函数一开始就去呼叫 generate computer choice 这个函数，让它帮电脑从剪刀、石头跟布之间随机选一个，然后用变数储存起来，在下面就可以做使用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传入第二个参数，也就是电脑的选择，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在函数里面再去呼叫另外一个函数。OK， 我们在 playGame 这个函数里面去呼叫了 computer choice 这个函数，这样子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在上面这边的第二个参数就不用传入了，下面这边也可以都删掉，这里也删掉，第二个参数也不用了。我按下储存，再来测试一下，按剪刀，我出剪刀，电脑出剪刀，平手没有问题。出石头，我出石头，电脑出剪刀，所以我赢了。我出布，电脑出剪刀，所以我输了。再出石头，电脑出布，所以我输了，没有问题，功能都是正常的。这样我们整个程式码是不是就变得超级简洁的？好，最后再帮大家整个顺一次。当剪刀这个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会呼叫 playGame 这个函数，并且传入剪刀这个字串。那电脑就会开始找 playGame 在哪里 ，playGame 有没有被定义过。
它就开始找，找到了 playGame 这个函数是有被定义过的，然后我们传入的参数是剪刀，所以这边的 user choice 就会是剪刀。接着呢，它就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首先，它先看到我们呼叫了另外一个函数，叫做 generate computer choice。一样，它就会去找这个函数在哪里，有没有被定义过。它找到了这个函数是有被定义的，接着它就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那这里面的程式码就是随机从剪刀、石头跟布之间选择一个，然后做回传。所以呢，回传之后，我们把它储存到这个变数里面，当做电脑随机的选择。有了玩家的选择，也有了电脑的选择，接着就是去判断谁输谁赢。首先我们先判断玩家在出剪刀的情况下，如果电脑出剪刀、出石头跟出布，这样会是谁输谁赢。再来我们判断如果玩家是出石头的情况下，电脑出剪刀、石头跟布，这样是谁输谁赢。最后就是判断如果玩家是出布的情况下，电脑出剪刀、石头跟布是谁输谁赢。整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按下石头跟布的按钮也是一样的，只是传入的变成石头跟布而已。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物件，英文是 object。它可以让我们把资料结合在一起。因为你想哦，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是不是很难单单用一个我们之前学到的资料形态来做表示？比如说一个人好了，你有办法用单单一个字串，或者是一个数字，又或者是一个布林值来表示一个人吗？不太可能嘛，因为一个人他有的资讯太多了，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身高、一个人的体重等等的。再比如说一个商品，一个商品有它的商品名称，有它的价格，有它的保存期限等等的，我们是很难用单单一个资料来表示这些东西的。那物件这个资料形态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帮我们把资料结合在一起。它的写法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写上一对大括号，接着就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写上属性跟值。假设我现在是想要表示这个商品，这个海底捞泡面这个商品，那我可以这样子写。假设我想要记录它的商品名称，那我可以帮商品名称这个资料这个属性取一个名字，我把它叫做 name， 然后呢一个冒号，冒号的右边就是写上它的值。这个商品假设叫做海底捞泡面，这样子写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物件，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 name， 那这个属性的值是一个字串海底捞泡面。我们也可以在物件里面写不止一个属性，只要用逗号把它隔开就可以了。假设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属性是价格，我把它叫做 price， 一样写上冒号，然后在冒号的右边写上它相对应的值。这个商品是100块，所以我写上100。这样子写就是创建了一个物件，它里面有两个属性，也就是有两个资料，分别叫做 name 跟 price。那它们对应的值呢，分别是一个字串海底捞泡面跟一个数字100。好，那这边我就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我用 console log 把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里就显示了一个物件，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那这个物件里面有两个属性，分别是 name 跟 price， 它们对应的值分别是一个字串跟一个数字。这边我也可以用一个变数把这个物件储存起来。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product， 然后让它存放这一个物件，不要忘记最后要加上分号。接着一样用 console 把它显示出来，储存，可以看到结果是一样的。接着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物件里面的某个属性，我们可以在后面写上点，然后写上属性的名称。假设我想要取得 name 这个属性，那我就在后面写上点 name。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海底捞泡面。Prada 点 name 就是取得 Prada 里面的属性 name。那这边如果我写 Prada 点 price， 就是取得 Prada 这个物件里面的 price 这个属性，按下储存就得到了100。我们也可以去修改属性的值，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 price 这个属性它的值修改成200，让它的价格变成200，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Prada 点 price， 然后让它等于200。这个写法跟我们在变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个 name 这个 price 把它当成变数来看。我写 Prada 点 price 等于200，就是把 Prada 这个物件里面的 price 属性设定成200。或者是你可以想成我把 Prada 物件里面的一个变数叫做 price 设定成200，你也可以把这边的属性当成变数来看。所以现在我在显示出 price 这个属性的话，按下储存，它先显示了100，再显示200，因为一开始我们设定的时候是设定成100，然后把它改成了200，再显示就变成了200。再来，我们也可以帮物件加上它原本没有的属性。这边原本没有一个属性是过期日嘛，那我可以帮它加上，我可以这样子写 product 点 expired date， 然后让它等于假设是2025年6月6号过期。这边原本是没有 expired date 这一个属性的，但是我直接这样子写，然后让它等于一个值，它就会帮它加上去，加上这个属性。这边我把两个物件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多了一个 expire date 这个属性，然后是一个字串2025 6月6号。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帮物件加上它原本没有的属性。再来，我们也可以把物件的属性删掉。假设我想要把这个 price 属性删掉，那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delete delete 接着一个空白，然后写上 Prada 点 price， 这样子写就会把 price 这个属性删掉了。接着我再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储存，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属性就只剩一个，只有一个 name 的属性，它的 price 属性就被我们删掉了。再来，我们也可以用 type of 来看一下它的资料形态是哪一种。我写 type of， 然后一个空白，在后面写上 product， 储存，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它的资料形态是一个 object， 也就是一个物件。所以我们可以用物件来把资料结合在一起。接下来直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拿我们之前做的小型购物网页来说，之前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只有记录一个资料嘛，就是总共的金额，购物车的总共金额。如果我现在想要记录的不止这样，我想要记录的还有购物车里面总共有多少商品，我把它叫做 product name， 还有我想要记录商品1被购买了几个，把它叫做 product 1， 还有商品2被购买了几个，我把它叫做 product 2， 最后是总共的金额是多少。我想要记录的有这4个值，那我就可以用一个物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样会比较好管理。这边我创建一个变数，把它叫做 cart， 让它来表示购物车，它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里面总共有4个属性，分别是总共有多少个商品，那一开始让它是0，还有商品1有几个，一开始也是0，商品2有几个，一开始也是0，以及最后的购物车总额一开始也是0。那上面的地方也要改一下，这边的 total price 加等于200，要把它改成 cart 点 total price， 也就是 cart 这个物件底下的 total price 这个属性，让它加200，然后这边也要改。再来是只要加入购物车，我们就要把商品的总共有几个加1嘛，所以我们就把 cart 点 product name 让它加等于1。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加等于1可以简写成加加。上面也是只要加入购物车，商品总共有几个就要加1。然后呢，上面这个是商品1，下面这个是商品2，所以上面只要加入的话，就要把商品1也把它加加。那下面这边就是商品2，把它加加。
然后上面的清空购物车这边也要改成 cart 点 total price， 以及我们要把整个购物车清空嘛，所以商品总共有几个，也把它变成0。商品1总共有几个，也变成0。然后商品2也把它变成0。最后是这边的每一个按钮，它在最后都会显示出目前购物车的状况。所以呢，我用一个函数来显示它。这边我把它叫做 show cart， 然后就是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除了显示购物车的总额，这边我把它写成 cart 点 total price， 还要显示目前有几个商品，目前商品数。目前商品数它就是 product none 这个属性，再来是商品1跟商品2有几个，我就把它叫做商品1，然后商品2这边就是改成 product 1跟 product 2。好，这样没有问题，就把这个函数到上面这边做使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按钮，最后都会使用到，把它贴过来，这里也贴过来，最后是这里。好，我们按下储存来试试看。现在我按购物车总额，它就说目前商品数是0，商品1 0，商品2 0，购物车总额也是0。我加入购物车 ，OK， 现在商品数是1个，商品1有1个，然后总额是100，没有问题，再加入。就变成2个，然后200。这边我加入第2个商品，商品2就变成1了，然后总额是400，再加入变成600。然后我再显示购物车总额，它就把目前购物车的状况都显示出来了。我试试看清空购物车，可以看到现在就全部都变成0了。再加入变成1，然后100，再加入变成2、11跟300。没有问题，我们用了一个物件来表示购物车，那这个物件里面有4个属性，分别是购物车里面总共有几个商品，然后商品1几个，商品2几个，以及购物车的总额是多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单单的一个资料来做表示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单单的一个数字，单单的一个字串或者是布林值来表示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物件来把资料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资讯、每一个资料都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直接用一个物件来做表示，就会方便许多，就会好管理许多。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些物件的其他用法。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物件里面的属性，除了写物件点属性名称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假设我想要取得 cart 这个物件里面的 total price 这个属性，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cart， 然后一对中括号，接着在中括号里面写上 total price。那这个 total price 我们要把它写成一个字串，也就是要用一对引号，不管你用单引号还是双引号都可以，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呢也是可以取得这个 total price 这个属性。我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0。我们也可以在物件的后面写上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我们想要取得的那个属性。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边要把它写成一个字串，这样子也是可以取得物件里面的属性。再来，物件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写上物件，因为物件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料形态。比如说现在我想要在购物车这个物件里面再多增加商品1它的名称这个属性，那我是不是要再多增加一个属性？假设我把它叫做 product 1 name， 让它表示商品1的名称叫做海底捞泡面，然后我还想要再增加一个属性是商品1的价格，那我是不是要再写一个？假设我把它叫做 product 1 price， 它是100元。那我们这样子写，其实这3个属性它都是跟商品1有关的嘛。
它们分别是商品一购买了几个，还有商品一的名称跟商品一的价格，这三个属性跟商品一都是有关系的，那我就可以再把它写成一个物件。这边我就让 Product One 它的值等于一个物件，我们用一对大括号来写。那这个物件会有三个属性，分别是购买了几个，我把它叫做 none， 一开始是0，还有商品的名称，我把它叫做 name。商品的名称是海底捞泡面，最后是商品的价格，我把它叫做 price， 是100块。在物件里面的属性，它对应的值也可以是一个物件，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物件里面再写物件。那现在假设我想要取得商品一它的名称好了，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写。我先去取得 car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Product One 这个属性，所以我可以写点 Product One。那我取得 Product One 这个属性之后，它又是一个物件。我想要再取得这个物件里面的 name 属性，那我就再写一个点，然后写上点 name， 就是取得这个物件的 name 属性。我把它用 console log 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海底捞泡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一个点，再写一个点，来取得一个物件里面的物件。那如果我想要取得的是这个 price 属性，就把这边改成 price，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得到了100。这边我就把商品2它对应的值也改成一个物件。一开始购买的数目也是0，那商品的名称叫做氧气人参，价格是200。按下储存。现在如果我想要取得商品2的价格，那我就可以写 car 点 product 2点 price， 按下储存就得到了200，没有问题。再来，我们除了可以在物件里面写物件以外，也可以在物件里面写上函数，也就是物件里面的属性，它对应的值也可以是一个函数。比如说我这里再创建一个属性叫做 show card，然后就让它的值等于我们下面创建的这个函数，我就直接把这一段把它贴到后面来。我们直接在冒号的后面去定义一个函数，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在物件里面的属性，它的值也可以是一个函数。那在物件里面的函数，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方法。OK， 在物件里面的函数，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方法。好，那再来要怎么样呼叫这个在物件里面的函数呢？在 car 这个物件里面的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一样先写上物件的名称，然后写上点，这边它的属性是叫 show card， 我们就写上 show card， 接着在后面加上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就可以呼叫这个函数了，就可以呼叫这个方法了。最后不要忘记要加上分号，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写呢，就呼叫了这个函数，它就显示出了商品的数目。然后商品1它现在显示的是一个 object， 也就是一个物件，商品2也是一个 object， 也是一个物件。因为现在这边的 car 点 product 1跟 car 点 product 2已经被我们改成是一个物件了。如果我想要显示它的购买数目的话，我要再写上点 none， 这边也再写上点 none。然后我顺便改一下，把商品1跟商品2改成它的名称。这边我就这样子改，把商品1改成 product 1它的 name 这个属性，然后商品2改成 product 2它的 name 属性。现在我们再按下储存，它呼叫了这个函数，呼叫了这个方法。可以看到现在显示的是海底捞泡面0，氧气人参0，然后目前购物车总额0。所以物件它的属性对应的值也可以是一个函数，那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方法，接着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呼叫。其实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console.log， 这个 console 就是一个物件，它是一个 JavaScript 内建的物件。然后我们写点 log 一对小括号，就是在使用这个物件它底下的一个方法，它底下的一个函数叫做 log， 就跟我们这边写 card 点 show card 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是在使用 card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一个属性叫做 show card，
那这个属性它对应的值是一个函数，是一个方法，所以我在后面又写了一对小括号，就是去呼叫这个方法。跟这边是一样的，我们写 console.log 一对小括号，就是在使用 console 这个物件。那这个物件是 JavaScript 内建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在使用这个物件，它底下的一个属性叫做 log。不过这个属性它对应的值是一个函数，是一个方法，所以我在后面再写上一对小括号，就是去呼叫这个方法。这里我把它的资料形态显示出来看看，我可以写 type of。然后一个空白，我先看 console 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它的资料形态是一个 object， 也就是一个物件，没有问题。接着我再看 console.log 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它是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函数。console 底下的 log 这个属性对应到的值是一个函数，是一个方法。那这边我也可以看 cut。按下储存，是一个物件，没有问题。接着我去看它底下的 showCut 这个属性，是一个函数，是一个方法，跟刚刚的 console.log 都是一样的。好，接着我就把这个购物车的网页再做个修改，因为我们已经把 cut 这个物件做改动了嘛。这边的 showCut 这个函数就不用了，因为我已经把它写成一个方法在这边了。那这边的 showCut 我们就把它改成 cut 这个物件底下的 showCut 这个方法，这里也是，这里也是，还有这里。然后 product one 我们是要把它的购买数变成0嘛，所以呢我们再取得它底下的 none 这个属性，这边也是。再来这边也是改成 product one 点 none 加加。然后这里也是 ，OK，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我按下储存，加入购物车。现在商品总数1个，海底捞泡面有1个，然后总额是100。我再加入购物车，商品总数变成2，海底捞泡面1个，氧气人参1个，购物车是300，没有问题。再加入就变成312，500，没有问题。再加入422，600。然后我显示一下现在购物车的总额也是没有问题的，清空购物车，全部就都变成0，再加入100，再加入211，300，没有问题。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要取得物件里面的属性，除了直接写点属性的名称以外，也可以用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属性的名称，不过要把它写成一个字串。这样也可以取得这个属性的值。然后呢，物件里面的属性它对应的值也可以是物件，然后物件里面的属性它对应的值也可以是函数，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物件里面再写物件，也可以在物件里面再写函数。那在物件里面的函数，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方法。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JavaScript 里面内建的2个物件，一个叫做 Local Storage， 一个叫做 JSO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购物网页，我加入购物车，它会显示目前购物车的状况，我再加入它也会显示。但是这些资料，一旦我重新整理了网页，或是关闭网页再重新开启的时候，我按下购物车总额，可以发现这些资料就全部都不见了，又归0了。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变数储存的资料，只要网页一重新整理或是关闭的话，它就会不见。所以我们只要重新整理或是重新打开网页，变数储存的资料就会变成原本设定的初始值，所以就都归0了。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整理之后，或是重新打开网页之后，资料还是留着的，我们可以把资料储存在浏览器里面。那要把资料储存在浏览器里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内建的一个物件 ，JavaScript 内建的一个物件叫做 Local Storage。我们可以使用 Local Storage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SayItem 这个方法来把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这边我们要传入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要帮储存的资料取一个名字，那它要是一个字串，假设我取一个名字叫做 Price。接着第2个参数就是你要储存的资料，那我要储存的资料假设是1000块。
好，现在我按下储存，它就会帮我们把资料储存在浏览器里面了。要怎么样看到呢？我们一样按右键检查或者是 F12，它会打开开发者工具，然后我们在上面这一排找到 Application， 接着呢，在左边这边可以找到一个 Local Storage， 然后我们点进来，点进现在的这个网页，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储存到浏览器的 Price， 它的值是1000，就在这边了。Key 是 Price， Value 是1000。那现在不管我是重新整理网页，或是把网页关闭再打开来，它都会一直在这里。我重新整理，它都还一直储存在浏览器里面。好，它一直储存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它呢？要取得它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Local Storage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getItem 这个方法。那我们要在这里传入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取得的那个资料它的名称。那我们刚刚是把它取名叫做 Price 嘛，所以呢这边我传入 Price，OK， 得到的值我就把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显示了1000。我们把储存在浏览器的 Price，它的值是1000，又取得出来了，然后我显示在 console 里面。那这边我也可以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price， 让它等于我们从浏览器里面去取得的 price 这一笔资料，然后我再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储存，可以看到一样得到的是1000。现在当我重新整理网页或是关闭网页再打开来，一样都可以一直取得到我们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 price 这一笔资料，它是1000。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内建的物件 Local Storage， 它底下的方法 setItem 来把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也可以使用它底下的 getItem 来把资料从浏览器里面再拿出来做使用。不过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资料只能是字串，所以这边即便 setItem 第二个参数我写的是1000这个数字，但是它也会被转换成字串之后再储存到浏览器里面。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price 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我们把1000这个数字储存到浏览器里面，再拿出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资料形态，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变成了 string， 也就是字串。所以现在如果我再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我把上面的这个 cart 这个物件储存到浏览器里面看看，第二个参数我就传入这个 cart 这个物件，然后呢名字我就把它取名叫做 cart， 按下储存。 OK， 储存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找到 Application 这边的 Local Storage， 然后找到你的网页，这边多了一个 cart， 可是它的值呢是长这样 Object， 为什么会长这样呢？我们明明是把这个物件储存进去嘛，原因是因为刚刚说了，浏览器它能储存的只有字串，所以呢这边我把一个物件储存进去，它就会把这个物件转换成字串之后再做储存。那它把这个物件转换成字串，它就直接转换成这个样子，它只告诉你这是一个物件而已。所以呢，如果现在我再去把它取得出来，我去取得 cart 这笔资料，然后我就把它叫做 cart， 上面已经取过了，那我把它叫做 cart one。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art one 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的资料形态也变成了字串。我们存进去的是一个物件，但是取出来的会变成一个字串。因为浏览器只能储存字串，所以我们在存入资料的时候，如果资料不是字串，它都会被转换成字串再做储存。再来，我们可以储存资料，也可以取得资料，当然也可以修改资料跟删除资料。现在我们已经在浏览器里面储存了一个 price， 它的值是1000。那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2000的话，我就再写一次 local storage setItem， 然后一样设定 price， 第二个值把它改成2000，这样按下储存，它的值就会被改成2000了。
我们设定同样的名字，不同的值，它的资料就会被改掉了。再来，也可以把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资料删除掉。要删除的话，我们可以写 local storage 点 remove item， 然后在参数里面传入你想要删除的资料它的名称。假设我想要把这个 price 把它删掉，那我就在里面写上 price，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的 price 就不见了。现在如果我再去取得，在这边我再去取得 price 这笔资料的话，然后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是 null， 那这个 null 你可以把它念作 null 或是 no 都是可以的，那它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我们去取得 price 这一笔资料，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先把它删掉了嘛。在 application 这边的 local storage 已经找不到 price 这一笔资料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把资料储存到浏览器，然后做取得、做修改以及做删除。再来，浏览器里面它能储存的资料只能是字串。那如果我就是想要把这样子的物件，这个 card 这样子的物件储存在浏览器里面，可以怎么做呢？我就是想要把 card 储存到浏览器里面，但是我不想要它储存的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样子就算取得出来也不能做使用嘛。我想要取得出来之后是真的可以像这样子的物件继续做使用的，可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另外一个 JavaScript 里面内建的物件叫做 JSON。那其实 JSON 它是一种资料的格式，它是电脑跟电脑之间传送资料非常常用的一种格式。这种格式基本上跟 JavaScript 的物件是非常像的，只是它的属性还有字串的地方都是要用一对双引号包起来，用单引号是不行的哦，一定要用一对双引号包起来。然后它属性对应的值不能是函数，除此之外都是一样的，跟 JavaScript 的物件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 card 这个物件转换成 JSON 的格式，它会长这样。JSON 格式属性的名字跟字串都要用一对双引号把它包起来，用单引号是不行的。然后 JSON 格式的属性值不能是函数，所以呢转换过去之后函数就会不见。好，那 JavaScript 内建的 JSON 这个物件，它就是在帮助我们把JavaScript 的物件转换成 JSON 的格式，或者是把 JSON 的格式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假设我想要把这个 card 转换成 JSON 的格式，那我可以写 JSON 点，我们使用 JSON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一个方法叫做 stringify。我们只要把要转换的东西传进去，它就会把它做转换之后再回传给我们。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 card 做转换，转换完之后它会回传给我们嘛？这边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假设我叫它 JSON card， 接着再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长这个样子。基本上跟我们原本的物件长得是一样的，只是它属性的地方还有字串的地方一定要用一对双引号包起来。再来就是属性对应的值不能是函数，所以这边如果有函数的话，经过转换它就会直接不见了，这里的 show card 就不见了。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转换成 JSON 的格式之后，回传给我们的会是一个字串。所以这一整串其实是一个字串，我可以把它的资料形态显示出来看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string， 也就是一个字串。好，我们可以把物件转换成 JSON 的格式，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把 JSON 的格式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那这边如果我们要做转换的话，可以写 JSON 这个物件，使用它底下的 parse 这个方法。一样就是把资料传进去，它就会把它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再回传给我们。所以现在我把这边已经转换成 JSON 格式的资料传进去，
它就会回传给我们。那我直接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 JavaScript 的物件，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它有4个属性，分别是 Product One、Two， 还有 Product None 跟 Total Price， 跟这边就是一样的，只不过这边的 Show Cut 就不见了。然后 Product One 跟 Product Two 它又是一个物件，又可以打开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利用 JavaScript 内建的物件 JSON 来把 JavaScript 的物件转换成 JSON 的格式，或者是把 JSON 的格式转换回 JavaScript 的物件都是可以的。再来，我们就可以结合 Local Storage 跟 JSON 来把 JavaScript 的物件储存到浏览器里面，并且拿出来做使用。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首先，我先把这个 card 这个物件转换成 JSON 的格式，然后呢，再把它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我写 local storage 点 say item， 然后我就把它叫做 card。第二个值我就写上转换成 JSON 格式之后的物件。现在我按下储存，然后找到 application 这边的 card， 没有问题，可以看到就成功的把它储存进来了。不过这边的 show card 这个属性，因为它对应的值是一个函数，所以它在转换成 JSON 格式的时候就不见了，这个值就会不见了。所以呢，这边储存进来也不会有 show card 这个属性。那为什么可以成功的储存进来呢？原因是这边我们把 JavaScript 的物件转换成 JSON 格式之后，它回传给我们的会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字串。因为它是字串，所以呢，我们把它储存在浏览器里面就不会有问题了。好，再来储存进去之后，要怎么样拿出来做使用呢？这边我们可以写 local storage 点 get item， 然后取得 card， 然后把它用一个变数储存起来，把它叫做 card one， 接着直接显示出来看看。储存，可以看到就得到了这边这个 JavaScript 的物件转换成 JSON 格式之后的结果。不过呢，它会是一个字串。如果我想要再把它转换回 JavaScript 的物件，我可以使用 JSON 它底下的 pass 这个方法，然后把它传进去，它就会转换回 JavaScript 的物件之后再回传给我们。那我就再把它存放回 card1 这个变数里面，接着再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变成 JavaScript 的物件了。这里可以展开来，也可以收起来。现在不管我是重新整理网页，或是把网页关闭再打开来，都可以一直取得到我们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这个 card 这一笔资料。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 JavaScript 的物件储存到浏览器里面，并且可以拿出来做使用了嘛。只不过这里的函数也会在转换成 JSON 格式的过程中丢失掉。测验时间到啦，接下来请你结合之前所学的，把购物车的资料，也就是这个物件储存到浏览器里面，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做使用。让这个购物车网页不管是重新整理或是关闭再重新开启，资料都是保存着的。像是这个样子，我一开始先显示购物车总额，现在都是0，然后加入购物车变成100，再加入变成200，然后加入变成321，400。我现在重新整理这个网页。目前我们购物车的商品总数是3，海底捞泡面是2，氧气人参是1，然后总额是400。我按下重新整理，然后再显示购物车的资料。可以看到它都保留着，还是321，400都保存着。再加入购物车，再加入购物车，现在变成532，700，再重新整理，然后显示购物车资讯还是保存着的。因为我们已经把购物车的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了，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储存在这里了。然后如果我们点清空购物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资料，把购物车的资料从浏览器里面删除，按下去可以看到就删掉了。然后我们再显示购物车的资讯，现在就都是0了。再重新整理显示也都是0。
再加入，重新整理，显示可以看到资料都是保存着的。好，那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只要我们按下加入购物车的按钮，不管是按这个或是按这个，它都会改动到我们购物车这个物件。那只要改动到这个物件，我们就要重新的把它储存到浏览器里面。这边我就另外写一个函数，来把购物车把 cart 这个物件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我把这个函数叫做 save cart， 把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那我们现在是想要把这个购物车，它是一个物件，把它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用 JSON 它的这个方法，把它转换成一个 JSON 格式的字串，传进来就会做转换。那转换的结果，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把它叫做 JSON cart。然后就可以把它储存到浏览器里面了。我们可以写 local storage 点 set item， 然后我把它叫做 cart， 接着就把第二个值把它传进来，储存。只要按下加入购物车的按钮，就会改变这边购物车里面的值，改变这个物件里面的值。所以呢，我们就要重新把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因此，在上面这边，只要加入购物车，我在最后都要帮他把资料重新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把购物车的资料重新储存到浏览器里面。那清空购物车这个按钮也会改变购物车里面的值，但是我们就不把它重新储存到浏览器里面了，因为我们是要直接把它从浏览器里面删除掉。那要直接从浏览器里面删除掉，我们可以写 local storage 点 remove item。那我们要删除的就是 cart 这个资料。OK， 再来，因为在把物件转换成 JSON 格式的时候，这边的函数会丢失，所以呢，我把它另外写在外面，上面也要修改一下，这边的 cart 点 show cart 就把它改成 show cart， 这里也是，还有这里跟这里。OK， 我们储存来测试一下。现在我显示购物车总额都是0，加入购物车110,100。好，现在已经加入购物车了，也就是我们已经去呼叫了 save cart 这个函数，那它就会把购物车的资料储存到浏览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找到 application 这边，然后找到左边的 local storage， 找到你的网页。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它就储存进来了。现在是总共的商品数是1嘛，然后海底捞泡面1个，氧气人参0个，总额是100，没有错。那我再加入一个，变成220,200，然后再回来看一下。马上就更新了，变成220,200，没有问题。再加入，变成321,400，这里看一下，321,400没有问题。如果我把购物车清空，变成0000，那我们购物车清空就会把 cart 这个资料从浏览器里面删除嘛，所以呢，来看一下，果然就都没有东西了，被删掉了。接着我再加入110,100，再来看一下，它就又重新储存进来了，110,100没有问题。那我现在资料是110,100的情况下做重新整理，然后看一下购物车的情况，它现在是没有储存起来的，但是我们的资料是有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做使用。我们就在 JS 程式码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取得浏览器的 cart 这笔资料。我先把这边注解掉，我们就让 cart 让它等于去从 local storage 里面去取得 cart 这笔资料，然后呢，因为取得出来的是字串嘛 ，JSON 格式的字串，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物件 ，JavaScript 的物件。那我们可以用 JSON
它里面的 parse 这个方法，再把它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现在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去浏览器里面读取 cut 这笔资料，然后再用 JSON 把它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然后用 cut 这个变数储存起来。好，现在我按下储存，显示购物车的总额，可以看到它就把之前储存的资料读取出来了110,100。因为现在我们储存在浏览器的 cut 这笔资料，它里面就是110,100。如果我在这边再加入变成211,300，看一下211,300没有问题，然后我按下重新整理，然后显示购物车总额，没有问题。网页一重新整理，一重新开启，就先去读取购物车里面的 cut 这笔资料，然后转换成 JavaScript 的物件，再储存到变数里。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可以得到储存在浏览器里面的 cut 这笔资料了。所以现在不管我怎么样重新整理网页，然后呢，我去取得购物车的总额，它都是有保存起来的，有把资料保存起来的。这边我再加入变成312,500，重新整理，再看一下，是有保存起来的312,500。但是这样子写的话，当我按下清空购物车变成0000，然后呢，这边的 cut 被删掉了嘛，我们再重新整理。然后我显示购物车总额，可以发现就发生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按下清空购物车的时候，它就会把浏览器里面的 cut 这笔资料删掉了。然后我又重新整理了网页，那网页一重新整理，我们就会去重新取得浏览器里面的 cut 这笔资料。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删掉了，所以我们取得到的会是 null。或者是你可以念它叫 no。OK， 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去取得浏览器里面没有的资料，那得到的会是 null。那这边又把它经过 JSON parse 的转换，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会是 null 或是 no。这样 cut 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就会是 null， 因此就发生错误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如果一开始在读取浏览器里面的 cut 这笔资料是得到 no， 也就是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先判断一下，在下面再判断一下，如果它的值是等于 no 的话，我就把 cut 的值把它设定成原本的预设值，原本的初始值，把它设定成下面这边原本的预设值。好，那这里就可以删掉了。OK， 那我们按下储存。现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是没有 cut 这笔资料的。我重新整理，然后点选购物车总额，就没有出现错误了0000。因为就算它这边没有读取到，它读取到的是 no， 那我们判断它读取到的是 no， 就会给它一个预设值。好，再加入购物车110,100，我重新整理，显示购物车总额没有问题，是储存起来的。再加入211,300，重新整理购物车总额211,300没有问题。现在我清空购物车，我们看一下，没有问题，这边的 cut 被删掉了。然后我重新整理，再显示购物车的资讯也是不会出错0000。加入购物车110,100，重新整理，显示110,100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测验完成啦。希望你也有把它做出来。那特别注意，你的写法不需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只要运行的结果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falsy and choosy value。什么是 falsy 跟 choosy value 呢？简单的说，就是可以代表 false 跟代表 true 的值。其实我们在写 if 判断句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小括号里面写 false 才代表 false， 还有其他很多的值也代表 false。比如说你写一个空字串，其实它也是 false 的意思。什么是空字串呢？就是你一对引号里面什么都不写。我这边写了一对双引号，里面什么都不写，它就是一个空字串。那空字串其实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我在这边 console log 你好，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是没有显示出你好的 console 里面没有显示出你好，表示这边的值是 false 的意思。
那这边你用一对单引号也是一样的意思，它也是一个空字串，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也都没有显示。或者是你用一对反引号，它也是一个空字串，按下储存也没有显示。再来，除了空字串以外，数字0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如果我在小括号里面写的是数字0，它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按下储存，可以发现也是都没有显示出来。再来 nan 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那这个 nan 它是 not a number 的缩写 ，OK， 它是 not a number 的缩写，也就是不是一个数字。它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比如说，我去做一个0除以0，然后把它显示出来，储存可以看到就得到了 nan， 它不是一个数字。那这个 nan 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写 nan，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一样没有显示出你好。或者是我在这边写0除以0，也是一样的意思，按下储存没有显示任何的东西。再来就是之前遇到过的 undefined 跟 no， 它们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所以如果我在小括号里面写的是 undefined， 按下储存，可以发现也是什么都没有显示，因为它代表的是 false 的意思。或者是写的是 null， 按下储存，也是什么都没有显示，它也是代表 false 的意思。所以这些值都是 false value， 也就是这些值放到 if 判断句里面去做判断的话，都是 false 的意思。那这边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 undefined 跟 no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undefined 跟 no 它们的意思都是没有值，都是空的的意思。但 undefined 的意思比较是现在没有值，之后可能会有。no 的意思就是它就是没有值。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变数，假设我把它叫做 x， 然后把它设定成 undefined。这样子写的意思比较像是这个变数要存放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先把它设定成 undefined。那之后知道之后，我再把它改掉。不过，如果你创建一个变数，假设叫做 y， 你把它设定成 no， 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这个变数的值本身就要是没有值。OK， 一个是现在还不知道设定什么，所以把它设定成没有值；一个是它本来就是要设定成没有值，它们的差别在这边。好，介绍完了 false value， 那 true value 是什么呢？True value 就是反过来哪些值在 if 判断句里面代表的是 true 的意思。那 true value 就简单了，只要不是 false value 的值都是 true value。也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在小括号里面，只要不是在if 判断句的小括号里面写上这6个值，写上这1、2、3、4、5、6，只要不是写上这6个值，它代表的都是 true 的意思。比如说你写的是 true， 那 true 就不用说了嘛，它一定是代表 true 的意思。我按下储存，它就显示了你好。那如果这边我不是写空字串，因为空字串它是 false value 嘛，假设我写的字串是87，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也显示了你好，因为这也是代表 true 的意思。那不管你字串里面写的是什么，只要不是空字串，它都是 true 的意思。比如说我写一个你好，按下储存，也是显示了你好。只要不是空字串，都是代表 true 的意思。再来数字的部分，只要你不是写0，它也都是 true 的意思。比如说我写个20，按下储存，也是有显示你好。我写个-100，按下储存，也是显示你好，它也是代表 true 的意思。只要不是 false value 的值，都是 true value， 也就是它写在 if 判断句里面都会是 true 的意思。再来，这边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写，之前有教过惊叹号这个 not 运算嘛？那 not 运算就是把 true 变成 false， 把 false 变成 true。所以如果我这边写的是 true 的话，前面加上惊叹号，也就是 not 运算，它就会变成 false。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没有显示了。反之，如果这边我写的是 false， 它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true， 所以我按下储存，它就显示了你好。那上面这边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写的是一个空字串，它本来代表的是 false， 但是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true， 按下储存，是有显示的。
那反过来，如果这边不是空字串，假设里面写的是87，那它就是 true C value 嘛，代表的是 true， 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false， 按下储存，就不见了。数字的部分也是，如果原本写的是0，它是 false value， 是 false 的意思，加上 not 运算就会变成 true， 按下储存就显示出来了。再来，如果我写的是10，它是 true C value， 也就是代表 true 的意思，再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false， 按下储存就没有显示了。后面这边的 undefined no 或是 nan 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 no， 然后经过惊叹号的运算，经过 not 运算，它就会变成 true， 按下储存，就显示出来了。undefined 也是一样，按下储存也是有显示 nan。储存，也是有显示的。好，了解了 false 跟 true C value 之后，我们回到上一个测验的地方。上一个测验我们有去判断 cut 这个变数它是不是等于 no 嘛？如果它是的话，代表浏览器里面是没有储存 cut 这笔资料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预设值，给它一个初始值。那其实这边的判断，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写成这个样子。我们简写成惊叹号 cut，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 cut 做 not 运算。因为如果浏览器里面是没有这笔资料的话，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就会是 null null， 就相当于这边是 null null。那 null 它是一个 false value， 也就是它代表 false 的意思。那我把它做一个 not 运算，它就会变成 true。它如果是 no， 也就是浏览器里面没有这笔资料，那我就给它一个初始值。相反的，如果浏览器里面是有这笔资料的，我们再经过 JSON Parse 把它做解析，就会变成一个 JavaScript 的物件，然后储存在这个变数里面，就会相当于我这边写的是一个物件。那物件它是 true C value， 也就是代表 true 的意思。我们在前面再经过一个 not 运算，就会变成 false。因此呢，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不会给它一个初始值了。OK。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惊叹号 cut， 我按下储存，来看一下功能是不是还是正常的。购物车总额110100，然后呢加入购物车220200，我看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有储存进来220200，然后再加入变成321400，我重新整理，再显示还是321400，那我把购物车清空。可以看到就不见了，现在是000，我再重新整理，再显示，也不会有问题，功能都是正常的。了解了什么是 false 跟 true C value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简写成惊叹号 cut 啦。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在 JavaScript 是怎么样把资料储存到电脑里面的。那储存的方式不同，又把资料分成了2种类型。一种叫做基本类型，另外一种叫做引用类型。英文的话就是 primitive， 也就是基本类型，还有 reference， 也就是引用类型。我们先来看基本类型，它是怎么样储存的。到目前为止，除了物件以外，我们教过的资料形态都是基本类型。那它是怎么储存的呢？比如说现在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a， 我让它等于10。然后再创建一个变数 b， 让它等于20。当我写这2行程式码的时候，电脑它是怎么样储存的呢？它是这样储存的。这2笔资料会被储存在记忆体里面。那这个记忆体叫做 stack， 中文是占内存，就像是这个样子 ，a 等于10 ，b 等于20，储存进来。这个就是基本类型的储存方式，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白。今天就算我这边改成字串，我 A 里面储存的是小白这个字串，那就是把这边的 A 等于改成小白这个字串而已。然后我要去取值的时候，假设我要取得 B 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值，那就是到这个记忆体里面去取得 B 的值，就会等于20。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显示了20。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白，这个是基本类型，不管是数字、字串、布林值等等的，它都是基本的类型。那引用类型它是怎么储存的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过的引用类型只有物件。
它的储存方式是这样子的，假设这边我创建一个变数 c， 让它储存的是一个物件，那这个物件里面有 name 这个属性，假设是小白这个字串，然后还有 age 这个属性，假设是25这个数字。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这个物件是这样被储存的。我们刚刚创建变数 a 跟变数 b 的时候，它是这样储存的，它储存到一个记忆体里面叫做 stake， 然后呢让 a 等于10 b 等于20。现在我创建一个变数 c， 它是一个物件，那物件通常会有很多的属性或者是方法，也就是说物件通常占的空间，占的记忆体空间会比较大，而且物件我们还可以动态的去调整它的属性，你可以帮它增加属性或者是删除属性。也就是说物件它占的空间还会做大小的改变，所以物件它是属于占的空间比较大而且比较复杂的资料，那这种资料就不适合储存在 stake 这个记忆体里面，因为 stake 它储存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如果储存这种复杂的资料会非常的没有效率，它比较适合储存这种占的空间小而且只有单一值的简单资料，像是数字、字串、布林值等等的。那物件到底是怎么样被储存的呢？它的做法是这个样子，它把物件实际的值储存在另外一块记忆体里面，叫做 heap， 中文是堆内存。然后它会在 stake 里面储存一个位置，储存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实际这个物件在 heap 里面的位置。OK，我把它整个简单一点讲，就是当我们把资料储存到变数里面的时候，首先它会把资料储存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比较小的记忆体里面。那它在储存数字、字串、布林值这种的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形态本身占的空间就很小，而且也是相对简单的资料形态。但是当它储存到物件的时候，物件它占的空间太大了，而且太复杂了。所以呢，它就不会储存在这里，它会储存在另外一块比较大的空间、比较大的记忆体，然后把这边的位置、把这边的地址，记忆体是有地址的，把这边的地址储存在小块的空间这边。那每当我们要取值的时候，都会先到 stake 这边，到比较小块的这边去找。所以当我去取得 C 这个物件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先到小的区块这边找到了一个地址，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址去大的区块这边找到实际储存的值。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物件。整个流程会是这个样子，先到这边找到地址，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址去找到实际的内容。好，再来，今天如果我创建一个变数 a 等于10，再创建一个变数 b 也等于10，然后我想要判断 A 有没有相等于 B， 大家觉得结果会是什么？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 true， 因为它们里面储存的都是10嘛，所以呢是相等的，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如果我再创建一个变数 D， 然后让它跟变数 C 储存的是一样的物件，大家觉得C 跟 D， 如果我让它去做等于等于等于的判断，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 false。我们这边明明两个物件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这样子判断会是 false 呢？原因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创建一个变数 a， 一个变数 b 都让它等于10，就是在这里有 a 等于10，有 b 等于10，所以呢，我判断这两个值有没有相等，它就会判断10跟10有没有相等，是相等的。但是我这边创建了一个变数 c， 一个变数 d， 都让它等于同一个物件。那我们刚刚说了，物件它实际的值会储存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像是这个样子。这两个物件就分别储存在这里，然后在比较小的记忆体空间这边储存的是位置，储存的是地址。所以 C 这里储存的是这一块的地址，然后 D 储存的是这一块的地址。那当我们在判断 C 跟 D 有没有相等的时候，实际上它在判断的是这两个地址有没有相等。因此呢 ，C 跟 D 的地址根本就不相等嘛，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会是 false。好，再来，今天当我创建一个变数 a， 让它等于10，然后又创建一个变数 b， 让它等于 a 的话，我把
A 跟 B 把它显示出来，看它们的值各会是多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两个的值都是等于10，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它在记忆体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创建一个变数 a， 让它等于10，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 a 等于10，然后再创建一个变数 b， 让它等于 a， 那就是把 a 的值10储存到变数 b 里面，所以呢，这边也会有一个 b 等于10，因此这边显示出 a 跟 b 就得到了都是10。那如果我再让 a 的值等于20，然后再显示出 a 跟 b 的值，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变成了20、10。因为在记忆体里面，它就是把 a 的值变成20，所以显示出来就是20、10嘛，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创建了一个变数 c， 让它等于一个物件，然后又创建一个变数 d， 让它等于 c。好，那我们现在显示出 c 跟 d。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两个的结果是一样的，两个的物件是同一个。那这样子写，实际上在记忆体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创建了一个变数 c， 让它等于一个物件，因为它是一个物件，所以这边储存的会是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又创建一个变数 d， 让它等于 c， 也就是让 d 里面储存的值是 c 的值。那 c 现在的值是什么？是一个地址嘛，所以呢，它就是把这个地址储存到 d 里面。OK， 所以 c 跟 d 现在储存的都是同一个地址，都是这一块的地址。那我们现在显示出 c 跟 d， 它就是把这一块的内容显示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当我在这边去把 c 它的 name 属性把它改掉，假设我把它改成小黑。然后再把 c 跟 d 显示出来，大家觉得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我只有去改变 c 的 name 属性哦，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不管是 c 跟 d， 它的 name 属性都变成小黑了。这边我们明明就有去改变 c， 没有改变 d 啊，为什么 c 跟 d 都改掉了呢？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今天当我们创建一个变数 c， 让它等于一个物件，所以这边会储存的是一个地址，没有问题。然后我又让 d 让它等于 c， 所以呢 d 里面储存的也会是一个地址，而且这两个储存的是同一个地址，没有问题。接着我又去改变 c 它的 name 属性，把它改成小黑。那它怎么改呢？就是根据 c 储存的地址去找到实际的内容，然后把它的 name 属性改成了小黑。那这样子一改，我们再去显示出 c 跟 d 的值，确实就会都变成小黑了嘛。因为我们这边去取得 c 的值，它就是根据这个地址去找到这边的内容，然后呢去取得 d 的值，它也是根据这里的地址去找到这里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写的时候，不管是去改变 c 的属性，还是改变 d 的属性，实际上都是在改变这一块的值。那 c 跟 d 储存的又是同一个位置，所以就相当于它们是一起改了。如果这边我再把 d 的 edge 属性假设改成26，然后呢再把 c 跟 d 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不管是 c 还是 d， 它的 edge 都变成26了。OK，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总结一下，这堂课跟大家介绍了资料是如何储存到电脑里面的。那储存的方式不同，又分成了两种类型，把资料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基本类型，一种是引用类型。我们现在介绍的资料形态，除了物件以外，全部都是基本类型的。那基本类型的就是直接把资料储存起来，要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做使用。引用类型的则是储存一个位置，要使用的时候再根据这个位置去找出实际的资料。OK， 这个是它们的差别。接下来跟大家补充一些物件的用法。现在我创建了一个变数 c， 我是用 const 来创建它的，它是等于一个物件。那照理说我们用 const 创建的话，是不是不能再做修改了？我试试看。我把 c 它的 name 属性把它修改成小黑，然后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不但没有发生错误，而且小白还真的被我改成小黑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就跟我们上一堂课说的储存方式有关系。今天当我创建一个变数，让它等于一个物件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是一个地址。那我在创建 C 这个变数的时候，如果设定成 const， 意味着这个地址一旦被设定上去之后就不能更改了，而不是这边 heap 里面的值不能被修改。OK， 是这里的地址不能被修改了，而不是 heap 里面存的值不能被修改。所以这边我再写一个 c 点 name 等于小黑，实际上我修改的是 heap 里面的值，而不是这边 c 的值。但是如果这边我是把 c 的值修改掉，比如说我想要让 c 让它等于小黑这个字串，也就是让这边储存的值不是地址变成一个小黑字串的话，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就出错了，这样子就是不行的。OK，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即便我们把一个物件设定成 const， 还是可以去修改它里面属性的值。像这边我把 C 它的 name 属性设定成小黑，从小白改成小黑，按下储存是可以的。再来是一些简化的写法。假设这边我有一个变数叫做 name， 然后让它等于小白这个字串，还有一个变数叫做 age， 然后它是25这个数字。那这边如果我们想要创建一个物件 C， 它有一个 name 属性是等于小白，然后有一个 age 属性是等于25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简化成这个样子。我直接写 name 然后 age。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就是这个物件有一个 name 属性。那 name 属性的值是什么呢？它会找到我们上面的变数 name。那变数 name 里面储存的是小白这个字串，所以呢就相当于 name 属性它的值是小白这个字串。age 也是一样，我只有写一个 age， 它就会找到我们的变数 age， 然后让它的值等于这个变数的值。所以现在我显示出 C 这个物件，可以看到就是有两个属性 ，name 是小白，然后 age 是25。OK， 这是一个简化的写法。再来，如果这边我有一个物件，一样我就把它叫做 C。然后里面一样是两个属性 name 跟 age， 分别是小白跟25。然后我想要去取得 C 的 name 属性，然后我们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就把它叫做 name。再去取得 C 它的 age 属性，一样用一个变数叫做 age， 把它储存起来。好，我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我 console log name 还有 age，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小白跟25，没有错，我们这边取得了 name 属性跟 age 属性，小白跟25。那其实如果我想要这样子取得，并且储存到这两个变数里面的话，它是有简洁的写法的。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我一样写 const， 然后一对大括号，接着我写上 name， 让它等于 C。这样子写呢，就是把 C 这个物件里面的 name 属性，它对应的值小白取出来，然后储存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现在我显示出 name 的话，一样得到小白。那如果我连 age 也想要做同样的操作，我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再写上 age。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我们从 C 这个物件里面取得 name 属性还有 age 属性这两个属性所对应的值，并且把它们对应的值储存到这两个变数里面，储存到 name 这个变数以及 age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这边我就可以再显示出 name 跟 age， 按下储存就得到小白跟25了。这里你也可以改成 let 就是这两个变数是可以修改的。那如果你写的是 const， 就是这两个变数是不能修改的。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物件的属性它对应的值，并且用变数储存起来的话，可以简写成这个样子。好，再来，物件里面的函数，也就是方法，也可以有简写。假设这个物件有一个属性叫做 hello， 它对应的值是一个函数，也叫做 hello。那这个函数就是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
你好。那这样子写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呼叫它？我可以写 C 点 hello， 然后一对小括号，就可以呼叫它了嘛？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你好。那其实这边可以简写成这个样子，直接写成这个样子是可以的。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一样显示的是你好。我们直接在这边写上函数的名称、方法的名称，然后就开始定义这个函数，这样子简写也是可以的。那要呼叫的话，就是直接写物件点你这边定义的名字，然后一对小括号就可以了。好，这个是物件的一些补充用法。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DOM，它的全写是 Document Object Model。那这个 Document Object Model 就是 JavaScript 提供给我们一个模型，提供给我们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做 Document。Document 这个物件是跟网页做连接的。那跟网页做连接可以干嘛呢？跟网页做连接，我们可以取得网页上面的内容，或者是修改网页上面的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来操作网页上面显示的内容了。像是这个样子 ，Document 它是一个物件，是 JavaScript 内建提供给我们的物件。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body 这一个物件，然后再使用它底下的 inner HTML， 我让它等于小白好帅这个字串。然后按下储存，大家注意看哦，现在网页上面的画面是只有一个按钮而已。那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网页上面的画面就变成了小白好帅。Document 这个物件是跟网页做连接的，那我们去取得 Document 它底下的 body， 也就是去取得我们这边的 body 标签，取得 HTML 里面的 body 标签。这里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document 点 body。然后我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一个 body 的标签。那这个 body 的标签，我滑鼠滑上来，它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一块，就是网页上面的这一块。OK， 我这边去取得 document 底下的 body， 那就是取得了这边这一块 body 标签里面的所有内容，可以看到就在这边。我们的 body 标签里面有一个你好的按钮，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你好的按钮，然后有一个 script 标签，里面写了这一段，这边有一个 script 标签，把它打开来，写的跟这里都是一样的。那下面这个 script 标签是我们使用的 live server， 它把它加进来的，可以不用管它。所以我们去取得 document 物件底下的 body 属性，就是取得 HTML 里面的 body 标签。那在 JavaScript 里面，这种 HTML 的标签，它的资料形态都是物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资料形态。我写 type of document 点 body， 看一下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它是一个 object， 也就是一个物件。我们从 JavaScript 里面去取得 HTML 的标签，它都是物件。而且它们还都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HTML， 也就是这个标签里面的内容，这个标签里面的 HTML。我们现在取得的是 body 标签，然后再去取得它的 inner HTML 属性，也就是去取得这边 body 标签里面的 HTML 程式码。OK， 就是这一段，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内容就是一个你好的按钮。这边你好的按钮，然后还有一个 script 标签这一段 ，OK， 就是这一段。在 JavaScript 里面取得到的 HTML 标签都是一个物件，那这个物件都会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HTML。我们现在用 JavaScript 取得到了 body 这个标签，那 body 这个标签在 JavaScript 里面是一个物件，而且会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HTML。这个属性代表的就是前面这个标签里面的 HTML 程式码，也就是 body 标签里面的 HTML 程式码。现在我把它显示出来，它就把这一段把它显示出来了。那我去把 document 这个物件底下的 body 物件的 inner HTML 属性设定成小白好帅，就是把 body 标签它里面的 HTML 程式码全部替换掉，替换成一个字串叫做小白好帅。
OK， 就相当于是我把这边全部删掉，然后替换成小白好帅这个样子。好，那我把它替换掉，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就只会有小白好帅，然后我们把它的 inner HTML 显示出来，就变成小白好帅了。这边我显示出它的 body 看看，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了一个 body 标签，那我们把它打开来，里面的内容就变成只有小白好帅这个字串。那下面这边一样是 Live Server 帮我们加进来的，所以不用管它。既然我们可以去取得 body 标签，也可以去取得 body 标签里面的 HTML 程式码，而且还可以把它替换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 HTML 程式码？比如说像是这个样子，我就让 document 点 body 点 inner HTML 让它是一个 button 标签，我让它里面显示的是小白好帅。我把 body 标签里面的 HTML 程式码替换成一个按钮标签，里面显示的是小白好帅。好，注意看哦，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画面上就被替换成了一个按钮，里面显示的是小白好帅。我们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HTML 的标签 ，HTML 的程式码。好，再来，这边我们也可以去取得网页的标题 ，OK， 网页这边的标题，我们可以写 document。然后去取得它底下的 title 这个属性，我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把我们的标题显示出来了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 就是这里的标题，那我们可以取得这个属性，当然也可以把它改掉。这边假设我把它改成小白好帅，好，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上面的标题就变成了小白好帅，然后呢，我再把标题显示出来，也变成了小白好帅。OK， 总结一下 ，JavaScript 为了可以让我们跟网页的内容做连结，提供给我们一个模型，提供给我们一个物件，叫做 document。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document 这个物件去取得网页上面的内容，去取得 HTML 的标签，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修改它也可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Query Selector 这个方法，它是 Document 物件底下的方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取得任何网页上面的元素，也就是取得 HTML 里面的任何标签。那它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先写 Document， 然后点 Query Selector， 接着一对小括号。假设我想要取得网页上面的这个按钮，也就是这个 Button 标签。那我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 button 这一个字串，那这边我直接用 console 把它显示出来 ，OK，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取得了这个按钮这个 button 标签。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在 JavaScript 里面取得到的 HTML 元素，它都是一个物件，所以呢，这边取得到的 button 标签，它也是一个物件，我们可以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错，它是一个 object， 是一个物件。这里我可以另外用一个变数把这个物件储存起来。假设我把它叫做 button element。好，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问题。那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种取得到的 HTML 元素，取得到的物件，它底下都还会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HTML。那 inner HTML 就是前面这个元素它里面的 HTML 程式码，前面这个标签它里面的 HTML 程式码。现在我们取得到的标签是这个 button 标签，它里面的 HTML 程式码就是这一段。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你好，显示了这一段。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的 inner HTML 这个属性把它改掉。假设我把它改成哈哈这个字串。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按钮里面的文字就变成了哈哈。那我们这边再显示出它的 inner HTML 就会变成哈哈。那我直接把这个元素，把这个标签显示出来看看，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按钮标签，然后里面写着哈哈。因为我们把它的 inner HTML， 也就是里面显示的东西，显示的 HTML 程式码改成了哈哈。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 Query Selector 方法去取得其他的元素。假设我想要去取得网页上面的这个小白文字，也就是这个 P 标签这个 P 元素的话，那我们就把这边的 button 把它改成 P 就可以了。我一样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P element。那这边我们就先把 P element 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就取得到了这个 P 标签，里面写着小白。那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的 inner HTML 改掉。假设我把它改成小黑，然后再按下储存。注意看哦，这边本来是小白，按下储存就变成了小黑。这边里面的 P 标签文字就变成了小黑。所以我们都可以利用 Query Selector 这个方法去取得网页上面的任何元素，取得 HTML 里面的任何标签。然后这些取得到的标签，它在 JavaScript 里面都是一个物件，这些物件又都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HTML。这个 inner HTML 就是这个标签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去取得它，也可以把它修改掉。那这个方法同样的也可以去取得其他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要取得 body 标签，你也可以在这边写 body， 或者是你有一个 A 标签，这边有一个 A 标签，那你也可以写一个 A 去取得这个 A 标签，都是可以的。再来，如果现在我们同时有两个 P 标签，里面一个写的是小白，一个写的是小绿，然后呢，我们同样的用这个方法去取得 P 标签。这边我先取得 P 标签，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两个 P 标签了，一个是小白，一个是小绿。但是我用这个方法去取得 P 标签的话，它只会取得第一个。OK， 它只会取得第一个，也就是最上面的这一个。OK， 可以看到它只取得了小白的这一个 P 标签。如果我想要取得的是第二个 P 标签，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帮它加上一个 class， 加上一个类别。假设我把它叫做 JS， 然后 P。接着呢，这边的 Query Selector 就可以根据标签的 class， 标签的类别来取得。这边我可以写上一个点，然后 class 的名称，类别的名称，现在是叫做 JS， 然后 P。我这样子写呢，它就会去取得是这个类别的标签，是这个 class 的标签。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取得到了第二个 P 标签，它的 class 是 JS， 然后 P， 没有问题。这边的写法就跟我们第一部网页开发课程的时候介绍的 CSS 选择器是一样的。如果这边还有第三个 P 标签，它写的是小黄，然后它没有 class， 它有的是一个 ID。假设它的 ID 叫做 JS ID。如果我们想要根据 ID 去取得标签的话，跟之前 CSS 选择器的写法都是一样的。我现在想要根据这个 ID 去取得标签的话，那我们可以写一个井字号，在这个小括号里面写一个井字号，然后写上这个 ID， 它是 JS ID。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取得到的就是第三个 P 标签，它的 ID 是 JS ID。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Document 物件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这个方法去取得网页上面的所有元素，取得网页上面的任何元素，也就是取得 HTML 里面的任何标签。不管你是要直接从标签的名称，或者是从 Class 的名称，或者是从 ID 的名称去取得，都是可以的。测验时间到啦，接下来请你根据之前所学的来完成一个类似于 YouTube 的订阅按钮。它一开始显示的是订阅，那我们按下去之后会变成已订阅，再按下去会变成订阅。OK， 这个按钮是可以这样子动态做调整的。那 HTML 的程式码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完成这个按钮的功能就可以了。好，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订阅按钮，我按它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帮这个按钮加上功能的话，之前有讲过了，我们可以在这边帮它加上一个 onClick， 然后让它等于一对引号。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引号里面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我想要它点下去之后变成已订阅码，里面的文字变成已订阅。那我们想要用 JavaScript 去修改标签里面的文字，是不是首先要先去取得这个标签？在 JavaScript 里面想要取得 HTML 的标签，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Document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这个方法？那我们想要取得的是按钮这个标签，所以我这边可以直接写上 Button。这边有引号的冲突，所以我把它改成单引号。好，那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取得到的这个标签这个物件，我用一个变数叫做 button element 把它储存起来，然后我先把它显示出来看看。好，按下储存，这边我点右键检查，找到 console。现在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就会去执行这一段程式码。好，我按下去，可以看到它就把我们的 button 标签把它显示出来了。我这边就成功的去取得它了。那我想要知道这个元素这个标签里面的文字，订阅这个文字的话，我可以去取得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inner HTML。我按下储存，这边再点下去，可以看到就得到了它的文字是订阅。我们想要的功能是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它里面的文字变成已订阅码，所以呢，我可以这样子，我就直接把它里面的 inner HTML 改成已订阅这个字串，然后我们按下储存。现在当我按下去的时候，可以发现它就变成了已订阅。然后这边我再把它的 inner HTML 显示出来，就变成了已订阅，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还想要这个已订阅按钮被按下去之后再变回订阅码，但是它现在并没有这个功能。我们想要按下去之后再变回订阅，可以这样子做。首先我点这个按钮的时候，我就先判断，如果它里面的文字，也就是 inner HTML 是等于订阅这个字串的话，那我们就把它里面的文字改成已订阅码。如果在点的时候，它显示的文字是订阅，我就把它改成已订阅。那反之 else， 反之就是它点的时候不是显示订阅，那它不是显示订阅，就是显示已订阅码。显示已订阅，我们点下去之后，要把它里面的文字改成订阅。OK， 好，现在我们再按下储存。现在显示的是订阅，所以我点下去之后，它先判断里面的文字是订阅没有错，那它就会把里面的文字改成已订阅，按下去没有问题，改成了已订阅。那现在当我在点这个按钮的时候，一样它会先判断里面的文字是不是订阅，不是，现在里面的文字是已订阅，所以呢，它就会到否则这边把里面的文字改成订阅，所以我再按下去可以看到就变成了订阅。这样子呢，我一直点一直点，它就会是一个动态的按钮，它可以变成订阅，又变成已订阅，我们就把这个功能完成了。那这边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如果我们这个 button 标签里面的文字是有空白或者是有换行的话，现在我再按下储存，然后按下订阅按钮，可以发现它没有变成已订阅，为什么呢？因为当里面的文字是有空白或者是换行的话，这边的判断就不会成立了，它就不会是单单的一个订阅字串，它里面可能还有空白啊、换行等等的，所以判断就不会成立了。这边的 inner HTML 取得到的是标签里面的所有内容，包括换行跟空白，它都会取得到，所以呢，这边判断就不会成立了。如果我们是只想要取得标签里面的文字，不包括这些空白换行的话，那我们可以取得这个物件这个标签它底下的 inner text。OK， 这样子取得，它就会把这里的空白换行省略掉。所以这边我们把它全部改掉，改成 inner text。我再按下储存，现在我再点这个按钮，可以发现它变成了已订阅，已订阅再点下去变回了订阅，功能又正常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省略掉空白换行，可以去取得它的 inner text 这个属性。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整个写成一个函数。这边我在 script 标签里面去创建一个函数，我把它叫做 subscribe。然后呢，里面的程式码就是刚刚的这一段。接着，只要有人按下这个按钮，我就去呼叫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函数，这样子也是可以的。OK， 我按下储存，现在我按下这个按钮，它变成已订阅，再按下去变成订阅，这个功能还是正确的，没有问题。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然后在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去呼叫它。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测验，我们延续之前的购物网页，这个网页的购物车资讯都是会显示在 console 这边，我们显示购物车总额，它显示在 console， 加入购物车也是在这里显示。那现在我不想要再让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了，我要让它显示在网页上面，像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网页的最下面会有购物车的资讯，我按加入购物车，它就会直接在这边做改动，再加入也会直接在这里做改动。我们到上面按清空购物车，下面也会直接全部都归零。HTML 跟 CSS 的程式码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找到。那我们这边往下滑，可以看到有一个 P 标签，它的 class 是 cut， 请你把购物车的资讯显示在这个 P 标签里面。好，接下来就请你根据之前所学的试着做做看吧。来解答啦！现在当我们按下这些按钮的时候，它都是把购物车的资讯显示在 console 里面。OK， 按下这些按钮都是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我们之前是用 showCut 这一个函数把它显示在 console 里面，所以上面只要按这些按钮，它最后都会执行 showCut。OK， 这边都会执行。那我们现在是想要让它显示在网页的最下方，也就是显示在这个 P 标签里面。所以呢，我把这个 showCut 做个修改。这边我用 document 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去取得 class 是 cut 的这个标签，我可以写点 cut， 然后我们去设定它的 inner HTML， 我让它等于一个字串，那这个字串我们用一对反引号来写，这样就可以直接做换行。然后我直接把这边 console 里面显示的东西把它贴进来。接着呢，做个调整，我们把这个 console log 都删掉，然后后面的这一段也把它删掉，把它做个缩排。这样子写就会把原本显示在 console 里面的购物车资讯设定到这个 P 标签里面。好，我按下储存。现在当我按下加入购物车，它就会把这里的购物车资讯设定到这个 P 标签里面。所以呢，我们按加入购物车，往下滑可以看到，确实就显示在网页的最下方了。但是它现在都是显示在同一行。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做换行的话，让它写成4行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每一行的后面再加上一个 BR 标签。BR 标签就是换行，它在 HTML 里面就是换行的意思。所以每一段的后面，每一行的后面我都让它做换行。我们按下储存。这边我顺便把函数的名称改一下，我觉得这边把它改成 update cut 会好一点。OK， 上面也都把它改过来，这里也都把它改过来。那我们最后是要显示在网页的最下方，所以这个购物车总额也可以不用了，这个按钮也可以不用了。OK， 我按下储存。现在当我加入购物车，可以看到购物车的资讯就显示在网页的最下方。我再加入，它也会跟着改动，上面再加入也会跟着改动。然后我把它缩小一点。当我们按下清空购物车这边按下去，就会都归零，变成0了。这样基本上就把这个测验完成了。但是呢，现在当我们网页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在最下面是没有显示出购物车的资讯的。我想要一开始网页载入的时候，一开始打开网页的时候就有显示，
而不是等到我们按下加入购物车才显示的话，那这边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直接呼叫 update cart 这个函数，在一开始从浏览器里面去取得 cart 这笔资料，然后去判断需不需要给 cart 一个初始值之后，我们就直接去呼叫 update cart 这个函数，就让它把购物车的资讯把它设定到 P 标签里面。好，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网页一开始就有显示购物车的资讯了，在最下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呼叫了 update cart 这个函数，就把资料设定到 P 标签里面了。现在我加入购物车，它就会直接改动，再加入也改动，加入，它都会一直动态的跟着做改变。然后我清空购物车也会全部归零。那我们就把这个测验完成啦。最后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当我们的程式码写的比较长、比较大的时候，像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是可以把程式码把它收起来的，在 VS Code 里面，我们可以把滑鼠滑到左边这一排，可以看到有这个按钮可以按。像是如果我想要把 update cart 这个函数收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按钮，按下去它就会收起来了。这个函数也是按下去它就会收起来了。那我们再按一次这个按钮，它就会把程式码展开来。OK， 在我们的程式写的比较大、比较长的时候，可以把程式码收起来，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杂乱。这边的 if 判断句一样可以收起来，然后我们上面的标签啊，这种的也都可以把它收起来。好，希望你也有把这个测验完成。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你的程式码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只要最后的结果是正确的，最后的功能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去取得使用者的输入。假设我们现在的网页上面有一个输入框，可以让使用者输入他的身高，那单位是公分。当我们按下计算的时候，它就会把公分转换成公尺，然后显示在下方。我们想要做这样子的转换，是不是就要去取得使用者在输入框里面输入的内容？假设他输入180，按下计算的时候，我们就要取得这个180，然后把它转换成公尺，再显示出来嘛。那要怎么样取得输入框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先试试看之前的做法。现在是按下计算按钮就要取得它，所以我在计算按钮这边加上一个 onClick。这个输入框在 HTML 里面的标签是这个 input 标签，所以呢，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我们就用 document 这个物件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这个方法去取得这个 input 标签。好，那我们这边直接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现在当我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就取得到了这个 input 标签，没有问题。那接着我们要怎么样取得里面的内容呢？以我们之前的做法，就是接续再去取得它底下的 inner HTML 这个属性嘛。我们试试看，按下储存，里面输入180，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取得到的 inner HTML 是一个空白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是因为 inner HTML 这个属性，它是取得开始标签跟关闭标签之间的内容，像是这个样子。以这个 P 标签为例，这个是开始标签，这个是关闭标签，它会取得开始标签跟关闭标签之间的所有内容。但是呢，这个 input 标签它本身就没有关闭标签，所以呢，它里面的内容自然就会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这边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 input 标签，它输入框里面的内容要取得的是 value 这个属性。OK， 要取得的是 value 这个属性，所以现在我按下储存，然后里面输入180，再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就得到了180，就显示出来了180。我们要取得的是它的 value 属性。如果我这边输入的是170，再按下计算，得到的就会是170。那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从输入框里面取得到的内容、取得到的值，它的资料形态都是字串。即便我这边输入的是170，它取得到的也是170的字串。我们可以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我先把这边取得到的使用者输入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height。
然后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height 还有 height 它的资料形态，按下储存。现在我们输入170，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即便我输入的是数字170，但是它的资料形态也是字串。那更不用说，我这边如果输入的是你好，按下计算，当然它的资料形态也会是字串。我们从输入框里面取得到的内容、取得到的值，它的资料形态都会是字串。那我们是想要把使用者输入的身高几公分转换成身高几公尺吗？做这样子的转换是需要用到数学运算的。要做数学运算的话，我们最好把这边的170字串转换成170数字，再去做运算，比较不会发生一些错误。我们想要把字串转换成数字，可以用一个 JavaScript 内建的函数，叫做 number，N-U-M-B-E-R。然后我们只要在小括号里面传入想要转换的字串，它就会把它变成数字回传给我们。所以这边我们就把使用者输入的身高，这里我们取得到的是一个字串，我就把它转换成数字，然后再储存回这个变数里面。接着我们再把它的资料形态显示出来看看。好，按下储存。现在我再输入170，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它先显示了170，我们取得了它，然后呢显示它的资料形态是字串。接着我们把它转换成数字，再显示资料形态就变成了 number， 它的资料形态就变成了数字。转换成数字之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做数学运算啦。这边是要把公分转换成公尺，所以呢是要除以100。那我们就是把它转换成数字之后，再把它除以100。所以我们让 height 等于 height 除以100，或是我们可以直接简写成 height 除等于100。OK， 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170，按下计算，可以看到它就除以100变成 1.7。如果我输入175，按下计算，就得到 1.75。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转换成公尺之后的数字显示到画面上面啦，显示到网页上面。这边我们是要显示到这个 P 标签里面，所以呢，一样我们用 Document， 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这边我们就去取得 P 标签，然后去设定它的 Inner HTML， 让它等于，这里我用一个模板字串来写。那我们要让它等于身高多少公尺嘛？这边多少公尺我们已经计算好了，在 height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我们就把它写进来。好，按下储存。现在我们输入170，然后计算，可以看到它画面上就更新了，显示了 1.7 公尺。如果我输入的是175，按下计算，就得到了 1.75 公尺。这样我们就把它完成啦。那这边我把它写成一个函数，看起来比较不会这么乱。我把它叫做 calculate height， 然后就把刚刚这一段贴进来。这边按下这个按钮，我们就去呼叫这一个函数。好，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170，按下计算，就得到了 1.7 公尺。输入185，按下计算，就得到了 1.85 公尺，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想要去取得使用者的输入，想要去取得 input 标签里面的值，要去取得的是 value 属性。然后我们从这个输入框里面取得到的值，它都是字串的资料形态。如果你是想要使用者输入数字去做一些数学运算的话，最好把它转换成数字的资料形态。那我们可以用 JavaScript 内建的函数 number 来把它做转换。那这边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有转换成数字的函数，当然也有转换成字串的函数。JavaScript 内建也有提供给我们一个转换成字串的函数，叫做 string。那一样，我们就是把想要转换的资料写到小括号里面就可以了。假设我想要把数字10转换成字串10，那我在里面写10，这边我就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叫做 none。
然后我就显示出转换之后它的资料形态，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转换完之后它的资料形态就变成了 string， 变成了字串，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们也可以用 string 这个内建的函数来把资料转换成字串。实验时间到啦，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 BNI 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就是在网页上面有2个输入框，分别可以让使用者输入他的身高，单位是公分，还有输入他的体重，单位是公斤。输入完之后就可以计算 BNI， 它就会计算出来是多少。假设我输入身高179公分，体重72公斤，计算 BNI， 可以看到它就计算出来了，我的 BNI 是 22.5。假设我再输入身高160公分，体重56公斤，计算 BNI， 这个人的 BNI 是 21.9。再来假设190公分，体重150公斤，计算 BNI， 这个人的 BNI 是 41.6。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NI 计算机。那 HTML 跟 CSS 的部分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找到。还有 BNI 的公式我也附给你了，它的公式是体重，单位是公斤，去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身高它的单位是公尺。好，那你就根据之前所学的试着做做看吧。来解答啦，这边当我们按下计算 BNI 这个按钮之后，就要去做计算了嘛，所以呢，我在这个按钮这边加上 onClick。然后我就直接去呼叫一个函数，把它叫做 calculate BNI。接着我们就来定义这个函数。首先呢，我们要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身高跟体重嘛，所以呢，我们就用 document 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我们先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身高，那这边我就用它的 class。它有一个 class 叫做 input height， 我们去取得它，然后我要取得的是它的输入值嘛，使用者输入的值，所以我要取得的是它的 value 这个属性。这边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height。然后呢，因为这边取得到的会是一个字串，那我们之后还要做一个数学的运算，所以呢，我先把它转换成数字。用 number 这个函数把它转换成数字，然后再储存回这个变数里面。接着，因为我们需要的身高单位是公尺，但是这边使用者输入的是公分，所以呢，我先把它除以100，我就直接写 height 除等于100。好，接着呢，就是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体重，那一样。这边做法跟上面都是一样的，我直接复制一份，把这边的变数改成 weight， 然后呢，它的 class 名称是 input weight， 所以这边也改一下。接着取得到之后，一样它是一个字串，所以我们也要把它把它转换成数字，再储存回这个变数里面。好，这边我就先把这里的身高跟体重先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一下，按下储存。现在当我输入身高180公分，体重72公斤，然后我先打开 console， 我按下计算 BNI， 可以看到它就得到了 1.8 跟72。因为这边我们180已经先把它转换成数字，再除以100，所以呢是 1.8 没有错。然后72公斤，我们也把它转换成数字，再显示出来，也是72。好，那得到的数字都没有问题。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BNI 啦。它的公式是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呢，我们就拿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这边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身高去乘以身高，我们要先把它括号起来，让它先做运算。好。这边一样，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就把它叫做 BNI。那这里我一样先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一下，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身高180公分，体重72公斤，按下计算 BNI，就得到了 22.2222，没有问题。
如果我输入的是170公分65公斤，计算 BNI 就得到了 22.49。如果是190公分，然后120公斤的话，得到了 33.24， 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的 BNI 把它显示到网页上面啦，也就是显示到这个 P 标签里面。一样，我们就是先去取得这个 P 标签，那这个 P 标签它的 class 是 convertHeight， 所以呢，我这边改成 convertHeight， 然后我们要去设定它的 inner HTML， 我让它等于一个模板字串，那它要显示的内容是 BNI 多少嘛？这边算出来的值是在 BNI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我把它写进来。好，这样没有问题，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身高179公分，体重72公斤，计算 BNI， 没有问题，它就显示出来了。如果我的身高是160公分，体重是62公斤，计算 BNI 就得到了 24.2。身高190，体重120，计算 BNI 就得到了 33.24， 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计算出来的 BNI 可以看到它的小数点有非常多位。如果我不想要有小数点的话，我可以把它做四舍五入。那四舍五入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了，可以用 math 点 round 这个方法来把它做四舍五入。我们把 BNI 传进来，然后做完四舍五入之后，再储存回 BNI 这个变数里面。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身高190，体重120公斤，计算 BNI， 小数点就都不见了。但是我这样子写的话，它是完全连一位小数点都没有。如果我想要的是有一位小数点的话，我可以这样子做。这边在做四舍五入之前，我先把 BNI 乘以10，然后它计算完之后，我再让它除以10，这样子就会有一位的小数点了。按下储存，我们来试试看。现在我输入身高190，体重120，计算 BNI， 果然就出现了一位小数点。如果我想要的是2位小数点的话，可以在计算之前乘以100，然后计算完之后再除以100，储存。输入190、120，计算 BNI， 果然就有2位小数点了。再来，以此类推，如果你想要有3位小数点，就是计算之前乘以1000，计算之后除以1000。好，我想要有1位小数点，所以计算之前乘以10，计算之后除以10。按下储存。现在假设我输入身高160，体重52公斤，计算 BNI 就得到了 20.3。假设身高179，体重72，计算 BNI 就得到了 22.5。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测验完成啦，希望你有把它做出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Array， 它的中文是阵列或者是数组。那这个资料形态跟物件是蛮像的，它们一样都可以储存很多的资料。Array 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写一对中括号，然后呢，在中括号里面写上资料。假设我的资料是数字10，然后还有数字20，资料跟资料之间用逗号区隔开来。假设还有30，还有40，你有几个就一路逗号，然后一路写下去，有几个都是可以的。OK，Array 的写法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资料。这边我们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它就显示了说有6笔资料，这个阵列里面有6笔资料，分别是10、20、30到60。OK，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阵列储存到一个变数里面。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就叫它 array， 我就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是一样的结果。它告诉我们这个阵列里面有6笔资料，10到60。那这边阵列里面的资料也可以是不同种的，现在里面都是数字嘛。假设我把这边的30改成一个字串也是可以的。我改成你好，然后把40改成一个布林值，假设是 true， 接着我把50改成一个物件，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 value， 然后它的值是20，这样也是可以的。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这边是一个你好的字串，然后布林值，然后这里是一个物件。阵列里面储存的资料也可以是不同种的资料形态。那我们在阵列里面也可以再储存阵列，比如说我在最后面这边再加一笔资料，它也是一个阵列。那这个阵列里面有1跟2这两个数字。好，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变成了7笔资料。那最后一笔资料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阵列，这个阵列里面有2笔资料。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在阵列里面再写阵列，这样也可以。再来，如果我想要取得阵列里面的特定某一笔资料，可以怎么做呢？假设我想要取得 array 这个阵列，它里面的第一笔资料，也就是这个数字10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写。首先写上 array， 先写上你要取值的那个阵列，接着在它的后面写上一对中括号。然后要在这对中括号里面写上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你想要取得的第几笔资料。我现在想要取得的是这个阵列里面的第1笔资料，那我就要在中括号里面写上1嘛。但是呢，其实在电脑的世界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开始算的，所以其实这边的数字10它是第0笔资料，不是第1笔资料。OK， 我们要写0。所以这个10是第0笔资料，20是第1笔，你好字串是第2笔 ，true 是第3笔，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显示在 console 里面的阵列，它就告诉你了10它是第0笔，20是第1笔，你好字串是第2笔，它是从0开始做计算的。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我们显示它的第0笔资料，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得到了10，得到里面的10。那这边如果我写1的话，就是取得这边的20，因为它是从0开始算的，这边是第0笔，这边是第1笔，按下储存就得到了20。你好字串是第2笔嘛，0、1、2，所以这边我写2，按下储存，取得到的就是你好字串。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得阵列里面的值，可以在它的后面写上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你想要取得的那一笔资料是第几笔，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从第0笔开始做计算的 ，OK， 都是从0开始做计算的。再来，我们也可以去改变阵列里面的值，比如说我想要改变这个阵列里面的第0笔资料，也就是这个数字10，我想要把它改成数字30，那我就直接写 array 中括号0，然后让它等于30。OK， 这样子就会把第0笔资料这边的10改成30了。改完之后，我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第0笔资料确实就从10被我们改成了30。OK， 改成了30。如果这里我再把第2笔资料0、1、2本来是你好字串嘛，我把它改成100，数字100，我们再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的第2笔资料0、1、2就被改成了100， 0、1、2从你好字串被改成了100。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改变阵列里面的值。再来，其实阵列这个资料形态，它是一种特别的物件 ，OK， 所以如果我们去显示这个阵列它的资料形态的话，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显示的是 object， 也就是说这个阵列其实是一个物件，它的资料形态是物件。因为阵列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物件 ，OK， 那既然它是一种特别的物件，所以呢它也会有属性跟方法。这边就跟大家介绍几个阵列内建的属性跟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取得阵列的一个属性叫做 length。那 length 属性呢，就是这个阵列它的长度是多少，这个阵列它里面有几笔资料。像我们现在这个阵列有1、2、3、4、5、6、7，有7笔资料嘛，所以我们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把它的 length 属性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就得到了7。OK， 我们可以去取得阵列它的 length 属性。
那这个属性呢，就是这个阵列它有多长，它里面有几笔资料。再来，阵列也有方法，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push， 所以我们可以写 array 点 push， 我们可以写上阵列，然后点 push。push 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在我们阵列创建好之后，在它的后面再新增资料。比如说，我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一个数字10，那它就会在这个阵列，在 array 这个阵列的最后面再加上一笔资料，是数字10，像是这个样子，它就会再加上一笔资料，数字10。好，我们把它加上去之后，再把整个阵列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在最后就帮我们加上了数字10。我们一开始在创建的时候，最后一笔资料是一个阵列嘛 ，OK， 是一个阵列，里面是1跟2。然后我在这边使用了 push 这个方法，在里面写的是数字10，那它就会帮这个阵列再加上一笔资料，在最后面再加上一笔资料是数字10。OK， 就在这边又加上了一笔资料数字10。如果我再写一次，假设我这次写的是 false 这一个布林值，我再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现在资料变成了9笔，它在最后面又帮我们加上了 false， 先加上10，再加上 false。OK， 这个是阵列的一个方法，叫做 push。我们可以写阵列点 push，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一笔资料，这样它就会帮我们在阵列的最后面加上那一笔资料。再来，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splice， 我们可以写阵列，然后点 splice， 那这个方法是可以帮我们把阵列做切割。我们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2个值，假设我写的是0，然后1，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它会帮我们从阵列的第0笔资料开始做切割，然后切几笔资料呢？就是第2个参数写的，这边我写的是1。也就是说，它会从第0笔资料开始做切割，然后只切1笔资料，也就是把这个数字10给切掉。那我们把它切掉之后，再把整个 array 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我们的第0笔资料10就不见了，它就被切掉了，从7笔资料变成了6笔资料。那如果这边我写的是0、2的话，那它就是从第0笔资料开始做切割，然后切2笔资料。那这边切2笔就会把10跟20都切掉。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10跟20都不见了，从7笔资料变成了5笔资料。如果这边我写的是2，然后2，那意思就是从第2笔资料开始切2笔资料。这边0、1、2，从第2笔资料开始切2笔资料，1、2。所以呢，它会把你好字串跟 true 把它切掉。那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你好字串还有布林值 true 就不见了，它一样从7笔资料变成了5笔资料。那这2笔资料被切掉了，后面的资料就是依序补上。所以呢，0、1、2新的第2笔资料就会变成这个物件 ，OK， 变成了这个物件，后面依序也是补上。所以我们可以用 splice 这个方法把阵列做切割。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array， 中文是阵列或者是数组。那阵列这个资料形态跟物件一样，可以储存很多的资料，它可以把很多的资料集合在一起。它的写法是一对中括号。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写上资料，你要写几笔都是可以的，只要用逗号把它们区隔开来就可以了。资料也可以写不同种的，你可以写数字，可以写字串、布林值、物件，或甚至是你在里面再写阵列也是可以的。接着，如果你想要取得阵列里面的值，就在阵列后面写上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你要取得的是第几笔资料。不过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从0开始算的。OK， 你要去修改里面的值也是可以。然后，其实阵列就是一种特别的物件，所以阵列它也有属性跟方法。像是阵列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length， 那这个 length 属性呢，就是表示这个阵列里面有几笔资料，它的长度是多长。那阵列也有方法，像是 push 跟 splice。push 就是在阵列的后面再加上资料，那 splice 呢，就是把阵列做切割。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while回圈，回圈的英文是 loop， 回圈就是可以让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它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先写上 while while， 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再一对大括号。我们要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条件判断，比如说我先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i， 我让它等于0，然后呢，我在小括号里面写 i 小于3，只要小括号里面的条件判断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只要小括号里面是 true 的话，它就会一直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假设我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是显示出 i 的值，现在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它是不是永远不会停下来？它会一直在 console 里面显示出 i 的值，然后永远不会停下来。因为现在我们 i 的值是设定成0，然后条件判断是 i 小于3，那永远都是成立的嘛，所以呢，它就会一直执行这边的程式码。那这样子的话，我按下储存是会让网页当掉的，因为这个程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那如果我不想要让它当掉的话，我在回圈里面执行的程式码，我让 i 的值，我让它加1。每跑完一次回圈，我就让 i 的值加1。好，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 console 里面显示出了0、1、2。为什么呢？整个流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然后呢，我们写了一个while回圈。一开始 i 的值是0嘛，它先判断0有小于3吗？有的，所以这边条件是成立的。条件是成立的，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先显示出 i。现在我们 i 的值是0嘛，所以呢就显示出了0。接着呢，它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1嘛，本来是0，然后加1之后，再回到上面这边再判断一次，现在 i 是1，1有小于3吗？还是有的，所以条件成立，再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显示出 i 的值，现在 i 已经变成1了，所以呢就显示出1。接着我们再把 i 的值再加1，那就变成2了嘛。然后再回到条件判断这边，判断2有小于3吗？有的，条件又成立，再执行里面的程式码，先显示出 i 的值，那 i 的值现在是2，就显示出了2。接着再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3，然后再来条件判断，3有小于3吗？没有，条件不成立了，它就会跳出回圈，那程式码就结束了。OK， 因此显示出了0、1、2。所以while回圈它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那这边如果我写的是 i 小于5的话，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0到4。因为 i 的值一开始是0，判断成立，它就会执行里面的程式码，然后加1之后变成1了，再判断有没有小于5，还有，就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直到 i 变成5的时候，这边的条件判断就不成立，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了。所以呢，只会显示出0到4。因为 i 等于5的时候，这边的条件就不成立了，它就会跳出回圈。那这边我们也可以改成这样，我把里面的 i， 我不是让它加1，我让它加2。那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0、2、4，为什么呢？一样，一开始 i 的值是0，然后进入回圈。0有小于5吗？有的，所以显示出0。然后我们把 i 的值加2，所以 i 的值现在从0加2变成了2。再到上面这边判断2有小于5吗？有的，所以呢再显示出 i 的值，现在 i 的值是2，显示出了2。然后再把 i 的值加2，2加2变成了4，再回到上面这边做判断，4有小于5吗？有的，所以呢显示出 i， 现在 i 是4，显示出了4。然后再把 i 的值加2变成了6，再回来上面判断6有小于5吗？没有，条件不成立，跳出回圈，所以呢这边就显示出了0、2、4。那这边考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想要用while回圈去计算出1加到100的总和是多少？1加2加3加4一路加到100，它的总和是多少？可以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试着想想看。好，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先让 i 的值一开始是等于1，然后再创建一个变数，我把它叫做sum，让它来储存最后加总的值，一开始是0。那条件判断这边我们就判断只要 i 它是小于等于100的话，
就让它一直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大括号里面在最后我都把 i 的值加1，这样 i 的值就会从1开始，然后每次进入回圈就加1加1加1，一路加到100嘛。我们先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是从1开始 ，OK， 从1开始，然后一路到最后的100。那我们只要在回圈里面都把 i 的值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就可以了嘛，所以我就让上加等于 i 的值，然后回圈结束之后，我们再把上这个变数它储存的值显示出来，就可以知道1加到100它的总和是多少了。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最后显示出来的值是5050。OK， 1加到100它是5050，没有问题。那这边除了写 i 小于等于100以外，如果你写 i 小于101，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一样，它是从1显示到100，然后最后加总的值是5050，它们是一样的。回圈也很常跟我们上一堂课介绍的阵列做搭配。比如说我有一个阵列，里面储存了很多的数字，我把它叫做 nonce， 里面储存了10、20、30、40、50。那这边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所有值，我想要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的话，一样我们可以搭配回圈来做使用。这边一样，我先把 i 设定成0，然后条件判断的地方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i 小于 nonce 点 length。还记得吗？我们说阵列它有一个内建的属性叫做 length， 那 length 这个属性就是这个阵列有多长，它里面有几笔资料。这个阵列里面有1、2、3、4、5，有5笔资料，所以相当于这边我们写的是 i 小于5。OK， 那在大括号里面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对阵列取值，我写 nonce， 然后一对中括号，中括号里面写的是 i。然后每跑完一次回圈，我就把 i 的值加1，这样是不是相当于 i 的值会从0跑到4？因为这边我们相当于是写 i 小于5嘛，所以呢 i 的值相当于会从0跑到4，它从0加1加1加1一路加到4，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会取得 i 等于0、i 等于1、i 等于2、i 等于3、i 等于4嘛。所以呢，我们把它显示出来看看。下面这个我先删掉，按下储存。可以看到一开始 i 是0，然后我们去取得 nonce 它的第0笔资料，因为 i 是0嘛，也就是取得这边的10，显示出了10。接着 i 会加1变成1之后，再进入下一次的回圈，显示出了1，然后取得阵列里面的第一笔资料01，所以呢得到了20，这边就显示了1跟20。再来 i 的值再加1，再进入下一次的回圈，变成了2 ，i 等于2，然后取得阵列里面的第二笔012，就得到了30，所以这边就是2跟30，以此类推，会变成3，然后取得这边的0123，第三笔得到了40，再来加1变成4，然后取得01234，得到最后一笔资料50，那再加1 i 变成5了嘛，5再回到上面的判断这边。nonce 点 length 它是5嘛，那 i 等于5的时候，5有小于5吗？没有，所以这边条件不成立了，它就会跳出回圈。OK，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把阵列里面的资料一笔一笔取出来的话，可以这样子搭配回圈去做使用。好，现在假设这个阵列里面储存的是5个学生的成绩。OK， 这5个数字是5个学生的成绩。现在我是老师，我想要计算出这5个学生的成绩平均是多少的话，可以怎么做呢？我想要搭配这个while回圈计算出这5个学生他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影片暂停，先试着想想看。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使用while回圈把阵列里面的资料一笔一笔取出来，像是刚刚写的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子写，那这边写 nonce 中括号 i， 它就会把 nonce 这个阵列里面的值一笔一笔取出来，我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从10显示到了50，因为里面的值就是10、20到50嘛。那我们想要计算这5个值，这5个数字的平均的话，是不是可以先把它做加总？这边我们就使用这个变数
把它的值加起来，我们写上加等于取出来的每一笔值 ，OK， 从这边取出来的每一笔值，我都把它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然后跳出回圈之后，我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10加到50，它就等于150。那要怎么样计算平均呢？它有5笔资料嘛，我再把它除以5，按下储存就得到了它们的平均分数是30。但是呢，其实这样子写不太好，我可以直接写 nonce 点 length， 我让它除以 nonce 点 length， 因为 nonce 点 length 就是这个阵列它的长度，也就是它里面有几笔资料嘛，它有5笔资料，我就让它除以5，按下储存，一样得到30。现在如果我在后面再加上一笔资料60，然后下面的程式码完全都不用改，我按下储存，它一样是计算出这6笔资料的平均，它先把它做加总之后再除以6，得到了35。为什么下面这边都不用改，它一样可以计算出这6笔资料的平均呢？因为我们这边写的是 nonce 点 length， 当我在这边多加一笔资料的时候，它的 length 也改变了。原本是5笔资料嘛，所以这边是5，但是我加了60之后，它变成6笔资料，所以相当于这边写的是6。那这边写的是6的话 ，i 的值就是从0跑到5嘛，0加1加1加1一路加到5。那0加1加1加1一路加到5，这边的取值就是取得0、1、2一路到5。那0、1、2一路到5，就是把这边的每一笔资料都取出来。然后我都把它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那自然上这个变数就是这6笔资料的加总了嘛。然后呢，加总完之后跳出回圈，我又把它除以这边的 nonce 点 length。那现在它是6笔资料，所以呢，相当于是除以6。那自然就是把这边所有的资料做加总之后再做平均，得到了35，没有问题。这边如果我再加上一笔资料，我在后面再加上70，下面一样都不用改，按下储存，它就会帮我计算出这7笔资料它的加总之后平均是多少。好，总结一下，这堂课跟大家介绍了 while loop， 也就是 while 回圈，它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那回圈也很常跟我们上一堂课介绍的阵列做搭配使用，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来搭配阵列做使用。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回圈，叫做 for 回圈 for loop。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一样，都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只是呢，它的写法跟 while 回圈有些不一样。它是把我们上一堂课介绍的while回圈，它的初始化以及条件判断，还有每次跑完回圈之后要做的事情，把它写在一起。那它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先写一个 for， 然后一样一对小括号，接着再一对大括号。小括号里面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初始化，它只有在回圈一开始的时候会被执行一次而已。以上一堂课的while回圈来说，这个变数 i 的定义就是一个初始化，所以我一样先创建一个变数。以上面的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创建一个 i， 让它等于0。接着呢，我们写上一个分号，然后写上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写上我们的条件判断。以我们上面这个例子来说，条件判断就是 i 小于5。所以呢，这边分号之后，我们写上 i 小于5。这边我用一个空白把它隔开，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乱。好，再来第3个部分，以我们上一个例子来说，以我们上一个while回圈的例子来说，第3个部分就是变数的更改。我们把变数的值加1嘛，所以呢，写在这里 i 等于 i 加1。OK， 其实 for 回圈基本上跟while回圈是一样的，只是它把初始化还有条件的判断，以及每跑完一次回圈要做的事情都写在一起了，都写在小括号里面了。然后呢，用分号把它区隔开来。大括号里面一样就是写上我们想要执行的程式码，想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这边一样，我就把 i 显示出来。好，我把上面这边注解掉，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0到4。跟我们上面这样子写得到的结果会是一样的。那这边是怎么运作的呢？
小括号里面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初始的变数，那这个变数一开始让它等于0，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条件判断，我们要进入回圈之前要先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现在一开始 i 是0嘛，那0有小于5吗？有的，条件是成立的，它就会进入大括号里面去执行里面的程式码，所以 i 等于0，它就显示出了0。接着呢，要进入下一次回圈之前，它会执行第3个部分。第3个部分我们写的是把 i 的值加1，所以呢，它就从原本的0加1变成了1。接着呢，判断1有没有小于5，有的条件成立，它就进入回圈里面。那现在 i 等于1，所以呢就显示出了1。再来要进入下一次回圈之前，再执行第3个部分，再把 i 的值加1，从1加1变成了2。然后再判断2有没有小于5，有的条件成立再执行，那现在 i 等于2，所以显示出了2，就这样以此类推，它再加1变成3，再判断3有没有小于5，有的，所以显示出3，然后再加1变成4， 4有小于5，再显示出4，然后再加1变成了5，诶，5有小于5吗？没有，这边条件不成立了，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会跳出回圈。所以这边就显示了0到4，没有显示到5。所以 for 回圈基本跟 while 回圈是一样的，只是它把变数的定义，还有条件的判断，以及变数的变更，把它写在一起了，把它全部都写在小括号里面了。那这边的变数初始值、条件判断，还有变数的变更，我们也可以设定成不同的。假设我让初始值 i 让它等于2，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是从2开始，然后一样到4。这边的判断，假设我让它小于10，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会从2一路到9。那这边如果我不是让它加1，我是让它加2，每次跑完回圈 i 的值都加2，按下储存，它显示的值就是2468。这边变数的名称也不一定要叫做 i， 你要叫做 j 也是可以的。这边就全部都改成 j，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结果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是习惯把这边的变数取名叫做 i。我们大概了解了 for 回圈之后，考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想要跟上一堂课一样，用回圈去计算1加到100，它的加总是多少？请你用 for 回圈去计算1加到100，它的加总是多少？要怎么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一样，我先定义一个变数叫做 sum， 让它来储存加总的值。然后呢，这边的 i 我一开始初始值就让它等于1，条件判断我可以让它小于101，或者是让它小于等于100都是可以的。那这边每跑完一次回圈，我们就要把 i 的值加1。这边 i 等于 i 加1，我们可以简写成 i 加等于1，或者是再简写成 i 加加。OK。好，这边我们先把 i 的值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样它就会从1显示到100。我们想要计算它的加总的话，就只要把每一次的 i 都把它加到sum这个变数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回圈跑完之后，再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一样是5050。for回圈一样很常拿来跟阵列搭配做使用。假设这边我有一个阵列叫做 nonce， 里面储存了很多数字10、20、30、40、50。如果我想要用 for 回圈把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值、每一笔资料都取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写。这边我们就让 i 它的初始值等于0。然后条件判断的地方，我们上一堂课学过了，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写 i 小于 nonce 点 length， 我们利用阵列它的 length 属性。再来，每跑完一次回圈，我们就把 i 的值加1，所以这边一样写 i 加加，然后大括号里面就可以这样子去取值，我写 nonce， 然后中括号 i。这样子写呢，就可以取得 nonce 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它会一笔一笔的把它取出来，然后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10、20、30到50，10到50。
那跟上一堂课一样，如果我在这个阵列的后面再加上一笔资料60，然后下面都不用改，我直接按下储存，一样它就会再取得最后一笔资料60，从10到60，就把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都取出来了。再来，如果我想要计算它们的平均的话，我可以把这边取出来的每一笔资料都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我让它加等于取出来的每一笔资料。然后跳出回圈之后，我再显示出它的加总是多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10加到60，它的加总就是210。如果我想要知道它的平均的话，就再除以现在有几笔资料，也就是 nonce 这个阵列它的长度，它的 length 属性，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平均就是35。一样，如果我再加上一笔资料70，下面都不需要改动，它就会计算出这7笔资料平均是多少了。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7笔资料的平均是40。好，所以 for 回圈一样是可以帮我们重复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不过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在小括号里面第一个部分创建的这个变数，它是一个区域变数。OK， 这个变数是一个区域变数，那它只能使用在后面的这对大括号里面。只要一出这对大括号，这个变数就会被删掉。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想要显示出 i 的值，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它就发生错误了。OK， 这个 i 它是一个区域变数，只能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去做使用，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测验时间到啦，接下来请你根据之前所学的来做一个新增产品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是这样，这边有一个输入框，还有一个新增按钮，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商品的名称。比如说我想要新增一个商品是海底捞泡面。好，输入完之后按新增，可以看到海底捞泡面就会出现在下面。那如果我还想要新增下一个商品，假设是精品咖啡，按下新增，它又会出现在下面。我还可以再新增，假设氧气人参，按下新增，它就会新增在下面。这边我们输入的商品，按下新增，它就会一直显示在下面。那 HTML 的部分已经提供给你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找到。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 div 标签，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边输入商品名称，按下新增，实际上它做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再新增一个 p 标签。假设我输入的是海底捞泡面，它会在下面多出一个海底捞泡面嘛？实际上就是在这边多加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海底捞泡面。然后我又新增一个精品咖啡，实际上就是在下面再加一个精品咖啡。OK， 好，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现在我们按这些按钮，假设我输入123，按下新增是没有任何反应的。那我想要帮它加上功能，我就在新增按钮这边加上 onClick。这边我让它直接去执行一个函数，我把它叫做 add product。接着我们就来定义这个函数。当使用者按这个按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去取得他在这边输入的商品名称，他在输入框里面输入的商品名称。所以呢，我先去取得这边的 input 标签。那它会回传一个物件给我们，这边我用一个变数，就把它叫做 input 来储存它。好，我们先把这个 input 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现在当我按下新增，就取得到了这个 input 标签，没有问题。那接着我想要知道它在里面输入的东西是什么的话，我可以去取得它的 value 属性。好，按下储存。如果我在里面输入你好，按下新增，没有问题，就得到了你好。那我们是希望不管使用者新增多少个商品，都可以把它储存下来。要储存很多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阵列？
所以这边我创建一个阵列，让它来储存使用者新增的所有商品，我把它叫做 product。一开始是空的阵列，然后当使用者按下新增按钮，就会执行 add product 这个函数。那当他按下这个按钮，我就把他输入的商品把它加到这个阵列里面。使用者输入的商品名称我们已经取得到了，在这边，所以接着只要把它加入这个阵列里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怎么加呢？之前有说过，阵列有一个内建的方法叫做 push， 就是可以把小括号里面的资料把它加到这个阵列的最后面。那现在这个阵列是空的嘛，所以它就是直接把这一笔资料加进去。加进去之后，我们再把整个阵列显示出来看看。储存。现在当我输入海底捞泡面，然后按下新增，可以看到我们就把海底捞泡面这个字串加到这个阵列里面，然后再显示出来。所以这个阵列里面现在有海底捞泡面。接着如果我再新增一个精品咖啡，按下新增，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阵列里面有2笔资料了。因为这个 push 方法就会把我们输入的商品名称加到阵列的最后面，所以呢这边就会有海底捞泡面跟精品咖啡。如果我再输入一个酷炫帽子，按下新增，它又会再新增在最后面，现在就有3笔资料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阵列，里面储存着3个商品的名称。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3个商品的名称把它变成3个 P 标签，然后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呢？我想要最终它的效果是这个样子。这边有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海底捞泡面，然后有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精品咖啡，再来还有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酷炫帽子。OK， 我最终想要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阵列里面的值一个一个取出来，然后变成 P 标签，再加到 div 标签里面呢？我们想要把阵列里面的值一个一个取出来，是不是可以用回圈？这边不管你要用 for 回圈，用 while 回圈都可以。那我用 for 回圈，然后我先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i， 让它等于0。接着条件判断的部分，我写 i 小于 product 它的 length 这个属性，然后 i 加加，这样子写就可以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了嘛，它就会一笔一笔的取出来。然后我们希望把取出来的商品名称变成一个 P 标签嘛，像是这个样子。我用一个模板字串来写，它是一个 P 标签。中间呢，显示的就是商品的名称。OK， 我们最终希望它变成这个样子，是一个 P 标签，然后中间显示的是输入的商品名称。这边我先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按下储存。现在当我们新增商品，假设我新增一个海底捞泡面，按下新增。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的阵列新增了一个海底捞泡面，然后我在下面又把它变成了一个 P 标签显示出来，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个 P 标签。如果这边我再输入精品咖啡，按下新增，阵列里面就变成了有2个值，然后我马上就把它变成了2个 P 标签。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只要把这个 P 标签加到 div 标签里面，就达成我们最终想要的了嘛？那要怎么样把这边所有的 P 标签都加到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先创建一个变数，我就把它叫做 html， 它是一个字串，我让它来储存所有 P 标签加总在一起的结果。所以呢，这边每产生一个 P 标签，我就把它加到 html 这个字串里面。然后我再把这一串所有 P 标签的加总，把它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就可以了嘛。所以呢，接着我们就去取得这个 div 标签。那这边我们就直接写 div， 然后我们去设定它的 inner html， 就让它等于所有 P 标签的加总。我们是把它储存在 html 这个变数里面。
好，我按下储存，现在我们再试试看，输入商品名称，我输入精品咖啡，按下新增，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了精品咖啡。因为我们这样子做，相当于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又加上了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精品咖啡。好，如果我这边再加入一个海底捞泡面，按下新增，可以看到它也多了一个海底捞泡面。因为我们这样子做，相当于就是在这里又加了一个 P 标签，里面写的是海底捞泡面。接着，如果我再加入酷炫帽子，新增它也会出现。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边做新增，不管新增几个，它都会加到下面。这样我们就完成这个测验啦。不过我希望可以把它的功能再完善一点。我希望这边输入完按下新增之后，它要把我们的输入框清空。现在我输入完之后，假设我输入一个袜子，按下新增，它是不会把我们的输入框清空的。如果我希望按下新增之后可以把输入框清空，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按下新增按钮，它会执行这个函数。那执行这个函数之后，我们会先去取得输入框里面的文字。那取得完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输入框里面的文字清空了。我们要设定输入框里面的文字，这边可以去把它的 value 属性把它设定成空字串。OK，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清空了。按下储存。现在它里面有2个，是这里，我先把它删掉，再储存。好，当我们输入精品咖啡，按下新增，可以看到它的输入框就清空了，然后加进来了。假设我再输入袜子，新增，它也会把我们的输入框清空，这样功能就更加完善啦。OK， 希望你也有把这个测验完成。接下来我们把上一个测验做得更完善一点。上一个测验只能输入商品的名称，然后做新增。现在我们还可以输入商品的价格。假设我输入海底捞泡面，然后价格200，按下新增，它就会出现在下面海底捞泡面200，然后还有一个删除的按钮。假设我再新增一个氧气人参，价格400，按下新增，它就会再出现一个氧气人参，然后价格是400，也有删除的按钮。HTML 跟 CSS 的部分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找到。打开来之后，你一样可以看到一个 div 标签，它有一个 class 叫做 product grid。那其实我们刚刚新增的海底捞泡面，它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增加了这一段。OK， 它增加了一个 div 标签，里面写的是海底捞泡面，也就是这里的海底捞泡面。然后再增加一个 div 标签，里面写的是200。接着再增加一个 button 标签，里面写的是删除。然后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氧气人参。那其实它的动作呢，一样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再新增这一段。一样，里面再新增一个 div， 然后里面写的是氧气人参。再新增一个 div， 里面写的是400，然后再新增一个 button， 里面写的是删除。如果我再新增一个商品，也是一样的，它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再新增这3个标签。假设我再新增一个酷炫帽子，然后价格是600，按下新增，这边就会出现。那这样子新增呢，其实就是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再加入这一段，然后里面写的是酷炫帽子。价格是600，以及再加入一个删除的标签。那这边的删除按钮也是有功能的，当我按下删除按钮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商品删掉。假设我想要删除氧气人参，那我就按下删除，可以看到它就不见了。我再删除海底捞泡面，它也不见了。再删除酷炫帽子，它也会不见了。OK， 删除按钮也是有功能的，按下删除按钮，它就会把这个商品把它删掉。那我们接着还可以再继续做新增，假设我再新增海底捞泡面300，然后再新增酷炫帽子50块，假设再新增一个袜子200，然后我不想要袜子，我可以把它删掉，我不想要酷炫帽子，可以把它删掉，不想要海底捞泡面，可以把它删掉。好，这就是这个测验的内容。我们要把上一个测验做得更进阶，做得更完善。它可以新增商品名称，也可以新增商品的价格。除此之外，还可以把商品删除掉。
那你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做做看啦。来解答啦，我先把这边把它注解掉。现在当我们按下新增按钮的时候，不只要新增商品的名称，还有商品的价格。那我们就帮新增按钮这边加上一个 onClick。当它被按下去的时候，我们去执行一个函数，叫做 add product。接着我们就来定义这个函数。首先我们要去取得使用者在这两个输入框输入的内容，那我们就是用 document 它底下的 query selector 去取得。这边我们就根据它的 class 名称来做取得。先取得使用者输入的名称，商品的名称，它的 class 是 input name， 那它会回传一个物件给我们，我把它用一个变数储存起来，把它叫做 input name。OK， 接着再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价格，这边就是去取得这个 class input price， 把这边的 class 改成 input price， 然后这边我也把它取名叫做 input price。那我们想要这两个输入框里面的内容，可以再去取得这两个物件它的 value 属性。这边我就先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把它输入的名称跟价格先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好，我们按下储存。现在我输入商品名称帽子，然后价格假设100，按下新增。好，我们看一下 console， 没有问题，就得到了帽子跟100。再来，我们新增可能会新增很多的商品，也就是说我们要储存很多的资料。那要储存很多的资料，我们可以用一个阵列来做储存。这边我就创建一个阵列，我把它叫做 product， 让它等于一个空阵列。然后每当这边按下新增之后，我们就把商品把它新增到这个阵列里面。不过现在我们的商品不是只有名称而已，还有商品的价格。如果我们想要表示一个东西，它不只有一个资讯，它是有多个资讯的，有多个属性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物件来做表示？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当使用者新增商品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商品把它加到这个阵列里面。那我们可以使用 push 这个方法把它加进去。不过我们现在要加的是一个物件，因为商品它不只有一个资讯，它不只有一个属性，所以呢，我们用物件来做表示。这边我写一对大括号。那这个物件它有两个属性，分别是商品的名称，我把它叫做 name。那它对应的值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物件去取得它的 value 属性，也就是取得使用者在这边输入的名称。接着还有另外一个属性是价格，我把它叫做 price， 一样就是去取得这边的 value 属性。这样子我们每新增一个商品，它就会新增一个物件到这个阵列里面。我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按下储存，我们来试试看。现在我输入帽子，假设价格是100块，按下新增，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阵列里面有一笔资料，那这一笔资料它是一个物件，里面有两个属性，分别是 name 跟 price。那 name 是帽子 ，price 是100。再来，我再新增一个商品是袜子，假设价格是20，按下新增。现在阵列里面就会有两笔资料了，那这两笔资料都是物件。OK，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新增的商品储存起来了，接着就是要把它显示出来。要把它显示出来的话，我们每新增一个商品就要加入这3个标签。OK， 新增一个帽子就要加入这3个标签。那这边帽子是100块嘛，就相当于这边我要输入一个 div 标签，里面写的是帽子，然后价格是100。接着还要加入一个 button 标签，里面是删除。那如果还有另外一笔资料，还有另外一个商品，一样就要再加入这3个标签。好，那我们就用一个 for 回圈来把它加进来。这边我们就写一个 for 回圈，先创建一个初始变数 i， 让它等于0。我想要去跑过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那我判断可以写 i 小于这个阵列它的 length 这个属性。
然后每跑完一次回圈，我就让 i 的值加1。这样子写，我们就可以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值，可以把它里面的资料一笔一笔的取出来。那现在我们从这个阵列里面取出来的每一笔值，每一个资料都是一个物件 ，OK， 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物件，所以它会有 name 这个属性，还有 price 这个属性。分别代表的是商品的名称跟商品的价格。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这3个标签，然后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嘛。我把它复制一份，这里我用一个模板字串来写。我们想要把它变成这样子的 HTML 标签，不过这边的商品名称我们要用这里的 name 属性。OK。接着这边的商品价格就是要改成这里的 price 属性。好，我先把它一样先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看，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看一下。我们按下储存。现在当我输入商品名称是帽子，然后价格200，按下新增，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这3个标签。假设我再输入一个袜子，然后价格是20，按下新增，没有问题，它也产生了这3个标签。再来，我们就是要把这里的标签都把它加到这里的 div 标签里面嘛。所以呢，我在外面先创建一个变数，把它叫做 html， 让它等于一个空字串。那这个变数就是拿来储存这里所有标签加总在一起的结果。所以我就让它加等于这一段 ，OK， 就让它加等于这一段，然后就是要把它们都显示到画面上了，也就是把它们加到这里面来，就是加到这个 div 标签。那这边我们就用它的 class 名称来取得这个 div 标签，再把它们全部加进来。所以在这里回圈跑完之后，每一个商品都变成了这3个标签，然后加到 HTML 这个变数里面之后，我去取得这里的 class， 它的 class 叫做 product grid， 取得这个 div 标签，然后我们去设定它的 inner HTML， 就让它等于这边的加总。按下储存，我们来试试看。现在当我输入商品名称帽子，商品价格200，按下新增，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在这里了。因为我们这样子写呢，相当于就是把这3个标签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OK， 如果我再新增一个袜子，假设价格是20，按下新增，下面又会多一个袜子，它的价格是20。这样新增的功能就完成啦，不管我们新增几个，它都会一直加到下面。不过现在删除按钮删除的功能是还没有加上去的，所以接着我们来做删除的功能。我们想要加上删除的功能，就相当于是要在这边的删除标签帮它加上一个 onClick， 然后让它去执行一些 JavaScript 的程式码，让它去删除这边的商品码。但是呢，我们现在这3个标签都是在下面这边做加入的，所以呢，我们的 onClick 也要写在这边的删除标签里面。我在这边加上 onClick， 然后让它等于，我们就去执行一个函数，我把它叫做 remove product。OK， 当按下删除按钮的时候，我们就去执行这个函数 remove product。所以接着我们就来定义这个函数。在这边再创建一个 function， 把它叫做 remove product。好，问题来了，要怎么样删除商品呢？现在我们的商品是都储存在 product 这个阵列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删除商品，就是把这个阵列里面的那一个商品那一笔资料把它删除掉。我们想要把阵列里面的资料把它删除掉，把它切割掉，是不是可以使用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内建方法？阵列的一个内建方法叫做 splice， 我们可以写 product 点 splice 去把它做切割。
我们只要知道想要删除的那个商品是在这个阵列里面的第几位，假设是第 i 位，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参数只要写上1，这样子写就可以把那个商品，把那个资料从这个阵列里面删除掉了。因为我们写 i， 也就是从第 i 位开始做切割，然后我们只切割一笔资料，也就是把第 i 位的资料把它删除掉。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不过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是要删除哪一位呢？要删除的商品是在这个阵列里面的哪一位呢？我们上面在用 for 回圈去帮 product 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每一个商品去产生这3个标签的时候，是不是就用这个变数 i 来表示现在是第几笔资料，现在是第几个商品？那当我们按下删除按钮的时候，它会执行 remove product 这个函数，会执行这个函数。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把这个变数 i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就会知道要删除第几笔资料了吗？所以这边我们就把这个变数 i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那在这里就可以接收到 i 的值。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i 的值去做删除，因为这个 i 的值代表的就是我们要删除的那一位商品。好，这边我们就在删除之后，先把这个阵列显示出来看看，把 product 这个阵列显示出来看看，还有我们上面在做新增的时候，我也把它显示出来，按下储存。现在当我们新增帽子，假设价格是200，按下新增。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阵列里面有一笔资料，然后我再新增袜子20块，阵列里面有2笔资料了。假设我再新增咖啡，价格50，现在阵列有3笔资料了。接着我试试看把咖啡删除掉会怎么样，我按下删除，可以看到阵列里面就变成2笔资料了，咖啡就被删掉了。但是呢，我们的画面并没有更新。这个咖啡还是在这里，并没有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把它删除掉的时候，我们执行 remove product 的时候，并没有去更新显示在这个 div 标签里面的内容，所以它就不会消失，还是在这里。那我们要怎么样更新这里面的内容呢？在 add product 里面我们已经写过了这一段 ，OK。我们去用一个 for 回圈跑过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然后都去让它产生这3个标签，再把它加到我们的 div 标签里面，把它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就是在做更新的动作。所以我直接把这边这一段复制起来，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OK， 这边这一段就是在做更新的动作，就是把 product 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每一个商品都把它变成这3个标签，然后再加到我们上面的这个 div 标签里面。好，现在我按下储存，再来试试看。当我输入帽子，价格200，按下新增，好，出现了帽子。再新增一个袜子，20块。再来新增一个咖啡，假设50。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阵列里面有3个资料，有3个商品。当我按下咖啡这边的删除按钮的时候，阵列里面变成了2个资料，变成了2个商品，而且我们还更新了这个画面。刚刚的咖啡就消失了，因为现在当我们按下删除按钮的时候，是有让它重新的去产生这3个标签，然后再重新的去把它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也就相当于是把它做更新，把画面做更新。我现在在删除帽子，帽子也不见了，再删除袜子，袜子也不见了，然后我们的阵列就变成一个空的阵列。我再试试看，重新新增，我再新增一个咖啡50，它又出现了。我再新增一个帽子200，它又出现了。再新增一个袜子20。它又加到下面了，我再做删除又消失，再做删除也消失，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测验完成啦。不过一样，我们再把它做得完善一点。现在当我们按下新增的时候，它并不会把这2个输入框里面的内容把它清空。我想要按下新增之后把它清空，这边我们可以在加入这个阵列之后，我们就把它的 value 属性把它设定成一个空字串。
这样就会清空了。还有这里的 value 属性也把它设定成一个空字串。好，我们按下储存。现在当我输入咖啡，假设价格50，按下新增，它就帮我们清空了。然后呢，再完善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段程式码 ，OK， 我们更新画面的这一段程式码，在这里有写到，在这里也重复写到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这样子就不会重复写这么多次了。我再另外定义一个函数，把它叫做 render product。OK， 然后它就是执行这一段程式码。那每当需要更新画面的时候，我就去执行这一段，这边就可以删除了。我执行这一段，然后 console log 这个就不要显示了，这里也不要显示了。每当需要更新画面，我就去呼叫这个函数。刚刚漏复制了一行，我们创建 HTML 的变数没有复制到。好，按下储存，再来试试看。假设输入商品名称咖啡，价格50，新增，有新增进来了，再新增帽子200。OK， 新增进来，再新增袜子20，没有问题，新增进来了。现在当我删除咖啡，好，咖啡不见，删除袜子，袜子不见，再删除帽子，帽子也不见。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测验完成啦，希望你也有把它做出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回圈的 break 跟 continue。那 break 跟 continue 是可以帮我们跳出回圈跟跳过回圈。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 for 回圈，然后我创建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条件判断，假设我写 i 小于10，然后呢，每一次都把 i 的值加1，我写 i 加加。我们在大括号里面就显示出 i 的值，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样子写，它会显示出0到9。如果我想要判断当 i 的值它是相等于5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跳出回圈，可以这样子做。我在这边再多一个 if 判断句，我判断 i 它的值如果是等于5的话，那我就写一个 break，break 就是跳出回圈的意思。所以现在当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0到4。为什么呢？因为当 i 的值相等于5的时候，它会执行这一行 break。那当回圈里面遇到 break， 它就会直接跳出回圈，下面的程式码就不会执行了，也不会管这边的条件判断有没有成立，只要一遇到 break， 就是直接跳出回圈，因此它就只显示0到4。OK，break 是跳出回圈的意思。那除了 break 以外，我们也可以在回圈里面写 continue。continue 是跳过这一次的迭代，跳过这一次的回圈。所以我们这边写 i 等于5的时候执行 continue， 只要一遇到 continue， 下面的程式码它也不会执行了，它会直接跳过这一次的迭代，跳过这一次的回圈，直接进入下一次。所以呢，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了0、1、2、3、4，但是没有显示5。然后呢，6、7、8、9，为什么没有显示5呢？因为我们这边判断 i 如果它的值是等于5的话，就执行 continue。那执行 continue 就是直接跳到下一次的回圈，它就直接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6。下面的这个 console log i 它就没有执行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直接跳出回圈，可以在回圈里面写 break。那如果我们想要跳过回圈，跳过那一次的迭代，可以在回圈里面写 continue。不管是在 for 回圈或者是while回圈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边我写一个while回圈，然后一样我先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i， 让它一开始等于0。这边我写 i 小于10，接着在里面显示出 i 的值，然后每次都把 i 的值把它加1，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一样显示出0到9。但是如果在这边我再多加一个判断，我判断如果 i 的值是相等于5的话，我就直接执行 break， 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就只显示了0到4。为什么呢？因为当 i 的值相等于5的时候会执行 break，
那回圈只要一遇到 break 就会直接跳出回圈，不会执行下面的程式码，也不会管这边的条件判断有没有成立，它就会直接跳出回圈，因此就只显示了0到4。因为 i 等于5就跳出了回圈，下面的 console log 还有 i 加加就没有执行到。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while 回圈里面写 continue。那 continue 一样就是跳过这一次的迭代，跳过这一次的回圈。不过大家要注意，现在如果我直接按下储存的话，网页是会当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直接储存，这个回圈会是一个无限回圈。因为当 i 等于5的时候，它会执行 continue， 也就是说会跳过这一次的迭代，跳过这一次的回圈，所以下面的 console log 还有 i 加加都不会执行。那跳过这次回圈之后 ，i 的值还是等于5，所以这边的条件判断还是成立。然后一进来，这边的 if 判断也成立，它在执行 continue。再跳过这一次的回圈 ，i 还是等于5，i 永远都会等于5，这边的条件判断永远会成立。所以呢，它就会这样无限的循环，永远都不会跳出这个回圈，它会是一个无限回圈。我不想要它是无限回圈，让我的网页当掉，我可以在执行 continue 之前，先把 i 的值把它加1。好，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这样就显示了0、1、2、3、4，然后没有5，继续6到9。为什么呢？因为 i 等于5的时候，我们会先把 i 的值加1变成6。接着执行 continue 就会跳过这一次的回圈，跳过这一次的迭代，所以下面的 console log 还有 i 加加不会执行，因此就没有显示出5。所以这个 break 跟 continue 不管是在 for 回圈还是while回圈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过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你的回圈变成无限回圈，这样网页会当掉。好，再来举个实际的例子，假设现在我的手上有一些学生的成绩，我用一个变数叫做 nonce 把它储存起来，它是一个阵列。学生的成绩有100分、90、50、80、70以及60。那现在我想要判断有没有学生他是考满分，也就是考100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过这个 nonce 里面的所有值嘛？这个阵列里面的所有值，然后判断有没有100分的。这边我可以写 i 让它等于0。然后 i 小于 nonce 点 length， 接着 i 加加，然后我们就在 for 回圈里面判断，如果 nonce 它的第 i 笔资料第 i 笔值是等于100的话，表示是有人考满分的。那这边我用一个变数来记录有没有人考满分，我把它叫做 found， 一开始是 false。然后只要找到有人考满分的话，我就把这个变数的值变成 true， 最后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考满分。那这边只要每进入一次回圈，我就把 i 的值把它显示出来。好，我们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它把我们整个阵列都跑完了嘛，因为我们整个阵列是有6笔资料，它从0跑到了5。0、1、2、3、4、5，然后找到了，告诉我们里面是有人考满分的，因为这边的第一位学生他就是考满分嘛。这样子写的话，它是会把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都看完。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有加上 break， 我这边如果加上 break 的话，按下储存，可以看到回圈它只会执行一次。i 等于0的时候，第一位学生他就满分了嘛。那一满分，他找到了，我们就把变数设定成 true， 然后就直接跳出回圈。一找到有人满分，阵列后面的其他值我们也不用看了。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比刚刚这个写法 ？OK， 我这个写法回圈执行了1、2、3、4、5、6，执行了6次，它做了6次的迭代。但是如果我有加 break 的话，它一开始就找到了回圈只执行一次，只做了一次的迭代，这样子电脑的资源是不是节省了很多？大家不要看我们现在写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差，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式还很小，现在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料还很小。当我们程式写大一点的时候，或是这边的数据、这边的资料很大的时候，如果你有适时的跳出回圈或是跳过回圈，没有浪费电脑的资源，这样就会差很多，执行程式的速度就会差很多。OK， 这是一个小小的举例。总之，如果回圈可以不用执行了，你可以在里面加上 break 或是 continue 来跳出回圈或是跳过回圈。
我们之前说过，阵列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数组，其实它是一种特别的物件。那它跟物件一样是引用类型 reference type， 也就是我们用一个变数把一个阵列储存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储存它的位置，储存它的地址。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变数 a， 让它储存一个阵列，里面是1、2、3。我这样子写，其实在电脑里面它是这样储存的。变数 a 里面储存的会是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就是我们实际的值，它储存的位置。我们实际的值是一个阵列，它跟一般的数字、布林值或者是字串不一样，它占的空间比较大，而且比较复杂，所以呢，它会储存在另外一块比较大的空间，叫做 heap 里面。那储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有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也就是实际上我们变数里面储存的内容。所以你创建一个变数去储存一个阵列或者是一个物件，实际上它储存的是一个地址。那当这边我想要去取得 A 的内容，我想要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它就会根据这个地址去找到实际的值，然后显示出来。但是如果今天我再创建一个变数 B， 我让它等于 A， 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实际上在记忆体里面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把变数 a 里面储存的值储存到变数 b 里面，那变数 a 现在储存的是一个地址，所以呢，它就是把这个地址也储存到变数 b 里面。那这两个地址就会是一样的，它们会指向同一个地方。如果现在我想要帮阵列 a 再新增一笔资料，假设这边我想要再帮它新增一个数字4，所以呢，我用 push 这个方法把数字4加到最后面。好，加进去之后，我们把 A 跟 B 都显示出来看看。按下储存，这里我打开 console， 可以看到我们明明只有把4加到阵列 A 里面，但是现在不管是 A 还是 B 里面都有4，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实际上，当我们把 A 加上数字4的时候，它是根据这个地址 A 里面储存的地址找到实际的储存的位置，然后呢帮它加上一个数字4，然后我们要去显示出 A 跟 B， 那它就会根据 A 跟 B 储存的地址去找到实际的值，把它显示出来。那 A 跟 B 现在储存的是同一个地址，它们会指向同一个地方，所以显示的内容就会是一样的，都是1、2、3、4。这边就不管 A 跟 B 显示的都是1、2、3、4，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如果我再帮 B， 我帮它加上一个数字5，现在我再把 A 跟 B 显示出来，可以看到不管 A 跟 B 它都加上了5，因为这样子一改，它们就会等同于是两个一起做修改。那如果我就是想要把 A 的阵列复制给 B， 并且让 A 跟 B 互不相干的话，可以怎么做呢？像是这个样子。我想要 A 它储存一个地址，然后 B 也储存一个地址，然后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址，它们分别指向两块地方，那这两块储存的是同一个阵列，我想要这样子的结果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可以用阵列的一个方法叫做 slice， 用它内建的一个方法叫做 slice， 我这边可以改成 A 点 slice。当我这样子写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把 A 里面储存的阵列复制一份，然后呢，把这边的地址储存到 B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呢，实际上它们储存的会是两个不同的地址。那这两个地址里面储存的都是阵列1、2、3。所以现在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我把 A 这个阵列加上4，那 A 就显示1、2、3、4。我把 B 这个阵列加上5 ，B 就显示1、2、3、5，它们是互不相干的。OK， 如果你想要复制阵列的内容到另外一个变数里面，并且让它们是互不相干的话，你可以用阵列内建的方法，叫做 slice，S-L-I-C-E 来做到。好，这是 array 的一个小小补充，它跟物件一样是引用类型 reference type， 所以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购物网站的制作啦。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网站，它可以加入很多的商品，你要加几个都是可以的。现在显示的是主页，它会把所有的商品都显示出来。那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它就会显示出这个商品的详细内容。点左上角可以回到主页，那我们可以看其他商品的详细内容。OK， 可以看其他商品的详细内容。
那你可以在这里做加入购物车，点下去，它就显示了加入购物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显示了1，那就表示我们现在购物车里面有一样商品。我再加入一次，它就变成了2。这边也可以选择数量，假设我选择3，再加入，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5。那我们点击下去，它就会到结账的页面。我们刚刚加入了5个这个衣橱嘛，所以这边就有5个。在下面这边可以选择运送的方式，那你选择好之后，在右边就会自动计算出来总共的金额是多少。那这边的数量你也可以做调整，假设你想要改成3个，你就写3，它一样就会自动做调整。我们再回到主页，这边每一样商品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加入购物车，这个按钮点下去，它也显示了加入购物车。那我们右上角又增加了1，可以看到它就把它加进来了。一样可以在这边选择运送的方式，它在右边就会自动计算出总共的金额是多少。你可以在做加入这边都把它加入。我们到购物车可以看到就都加入进来了。这边也都可以调整数量，然后选择运送的方式。在右边一样都会自动计算出总共的金额是多少。那如果你不想要商品的话，也可以从购物车里面做移除，这个删除按钮按下去，它就会移除了。移除之后一样自动计算出金额是多少，我再删除，它就会一直重新的计算，全部删光光就变成了0元。那我们也可以做商品的搜寻，假设我想要搜寻有关鞋子的产品，那我可以在上面这边搜寻鞋，然后按下搜寻，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找出有关鞋子的产品，或者是我想要搜寻有关口罩的产品，那我可以在这边搜寻口罩，按下搜寻，它就出现了有关口罩的产品。OK，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网站，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那初始的 HTML 跟 CSS 的程式码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课程档案里面去做下载。下载好之后，你打开 home.html， 然后用 Live Server 把它打开来。这就是在只有 HTML 跟 CSS 的情况下的主页，它是没有任何功能的，都是写死的页面。你点加入购物车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然后你不管点哪一个商品，它显示的都是海底捞火锅。OK， 你不管点哪一个商品都是显示海底捞火锅。购物车的页面也都是写死的，你这边不管怎么做选择或是按删除的按钮都是不会有变动的。OK， 全部都是写死的。然后上面的搜寻也是没有用的，假设你搜寻口罩，按下搜寻都是没有反应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些功能完成。那如果你对于这个网站的 HTML 跟 CSS 是怎么写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第一部网页开发的课程。首先我们先来新增商品，现在我们的主页只有3个商品而已，但是我想要的是可以有很多个商品，而且想要加几个就有几个。现在只有3个商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home.html 里面就只有写3个商品而已。这里我们可以对网页点右键，按检查，打开开发者工具。我找到右上角的3个点，然后点选最左边的这个图示，它可以把开发者工具另外用一个网页打开来。我们点选最上面的 Elements， 它会把这个网页的 HTML 程式码显示出来。我把它移到旁边一点。那我们把滑鼠滑到标签上面，它就会显示出来这个标签在网页上面是哪一个区块。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它是在这个 div 里面，这个 cost 是 product grid 的 div 里面。我把它展开来，然后再往下滑，可以发现这边一个一个的商品都是用一个 div 标签来做表示的，然后它的 class 都是 product block。OK， 这边有3个 div class 都是 product block， 它分别表示这3个商品。我们就去找一下这3个 div 标签，分别表示3个商品的 div 标签在 home.html 里面的哪里。我先把左边这边收起来。好，可以看到这3个 div 标签在这边，我把它展开来，可以发现显示的图片在这边。OK， 这边显示的图片，还有它打几折是63折在这里，以及它的产品名称在这边。
还有价格打折之后的价格跟原价300、300跟189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再展开另外一个商品，它是这个 DIV 标签，图片在这边，然后这个是它的名称、产品名称以及价格。OK， 3个商品就在这边。第3个商品是口罩，然后4.9折，口罩4.9折没有问题。那如果现在我们想要新增很多个商品的话，不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这边加上很多个这个 DIV 标签吗？这个 Product Block 的 DIV 标签要新增很多个，我把它收起来，现在是只有3个。OK， 现在只有3个。如果我想要再新增很多个产品，是不是意味着我要再加上很多个这样子的 DIV 标签，然后里面的内容都是大致相同的，只有把这边的产品名称啊，还有图片跟打几折以及价格的部分改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子手动的一个一个去把它加上去，这样太没有效率了。我们真正的做法会是这个样子，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我们会先把资料储存起来，把这边商品的资料储存起来。然后第二步，再利用储存起来的资料去产生 HTML， 也就是产生这边的 DIV 标签。最后一步是让它加上功能，像是加上这些按钮功能啊，或是一些互动的功能。好，我们就直接来做。我先加上一个 script 标签，在 body 标签的最下面 ，body 标签里面的最下面，我加上一个 script 标签。然后呢，我就可以在里面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嘛。那这边除了我这样子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我可以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另外写成一个档案，然后再把它引入进来。这边我们可以另外创建一个 JavaScript 的档案。假设我就把它叫做 home.js， 这边特别注意副档名一定要是.js， 这样它才会是一个 JavaScript 的档案。OK， 我们就创建它，接着就可以在这里面写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假设我写一个 console log， 你好。好，如果我想要在这个 home.html 里面去执行这一份 JavaScript 的程式码的话，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script 标签，然后在它的开始标签里面加上一个属性叫做 src， 让它等于我们刚刚创建的 home.js。这样子写就是把这一份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引入到这里面，引入到这个 HTML 里面。所以我现在按下储存，然后打开开发者工具，找到 console， 可以发现里面就显示出了你好。因为这样子写，就是把这边的 JavaScript 程式码，把它引入到这份 HTML 的档案里面，也就相当于是我这边写的 console log 你好，把它贴到这里面来，跟我这样子写是一样的意思。OK， 我们可以把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另外写成一个档案，然后再把它引入进来，这样整个程式码整体看起来比较不会这么乱。那这边为了之后方便管理，我可以再创建一个资料夹，让它来存放所有 JS 的档案。所以这边我新增一个资料夹，我就把它叫做 scripts， 然后把我们的 home.js 把它放进来。那放进来之后，这边引入的写法也要改一下，因为它现在是在 script 这个资料夹底下嘛，所以呢，我们要先写 script。然后一个斜线，再写上 home.js，OK， 因为它现在是在这个资料夹底下，所以我们要先写资料夹的名称，再接着一个斜线，再写我们的 JS 的名称 home.js， 按下储存，一样打开开发者工具，找到 console， 没有问题，还是显示出你好。接着我们就来执行这边的第一步，把资料储存起来。我们到 home.js 这边，我先把右边的栏位把它收起来。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叫做 product 来储存资料，来储存这些商品的资料。那因为现在我们的商品可以有很多个，所以呢，我用一个阵列来做储存。然后呢，现在我们每一个资料，也就是每一个商品，它都有很多的资讯，有很多的属性，像是商品的名称、商品的价格，还有打几折，以及图片的位置等等的。所以呢，每一个商品我们都用一个物件来做表示。首先是商品的图片，我把它叫做 ing， 那它的值呢，我们回到 HTML 这边来看，
第一个商品，它的图片位置在这里 ，src 属性这边，我们就把它复制过来 ，OK， 把它复制过来。再来，每一个商品它都有一个名字，我把它叫做 name。那这边的名字就是海底捞自煮火锅嘛，一样，我们到 HTML 这边，把它的商品名称复制过来。再来，还有打几折嘛？那打几折我把它叫做 discount， 这边是 6.3 折，可以看到在这里 6.3 折，所以这里我用一个数字来做表示 6.3。然后呢是原始的价格，还有打折之后的价格嘛。那原始的价格我把它叫做 origin price， 它原始的价格在这边300块。然后还有一个打折的价格，我把它叫做 discount price。那打折的价格是189，所以这边我写上189。再来检查一下还有没有需要储存的。OK， 没有，我们需要储存的资讯就是这一些。接着我们来储存第二样商品。那第二样商品，我就直接把这个物件把它复制一份。然后它的图片要改一下，它的商品图片在这边，它是 image 2， 差别只是把这里的 image 1改成 image 2而已，所以我把它改过来。然后产品的名称改成这个，把它复制过来。再来它是打几折呢？这个产品是没有在打折的，所以呢，我用 no 来做表示，表示它是没有做打折的，所以 discount 这个属性我把它设定成 no。再来原始的价格跟打折的价格，那它现在是没有打折的，所以它只有一个价格。那这边为了等一下方便处理，如果它只有一个价格的话，我就把这个价格当成打折的价格。所以呢，它只有一个价格989，我就把它当成打折的价格。然后原始的价格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一样用 no 来做表示。好，接着就是第三个产品，第三个商品，一样用一个物件来做表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它的图片就是改成这边改成3而已，所以呢，这里改成3。再来是商品的名称，一样把它贴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原价是100，打折之后变成49，所以这边打折的价格是49，原价是100。那折扣呢是 4.9 折，所以这边改成 4.9。好，这样我们就把这3个商品的资料都储存起来了。我按下储存。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这边的第一步，把资料储存起来。接着我们就是来产生 HTML，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边储存起来的资料，把它生成一个一个这样子的 div 标签，然后再加到这个 class 是 product grid 的 div 标签里面就可以了，就可以产生 HTML。所以呢，这边我就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过这整个阵列，跑过它的每一笔资料，也就是每一个商品，让它去产生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的 div 标签。我这边写一个 for 回圈，先创建一个变数 i， 让它的初始值等于0，然后这边我写 i 小于这个阵列它的长度 product 点 length。接着就是把 i 的值加1，然后我就可以写 product 中括号 i， 这样子写就会去跑过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笔资料。那每一笔资料我都想要让它生成一个这样子的 div 标签，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份。这边我用一个模板字串来写它，就把它贴进来，稍微整理一下。OK。那这边每一个商品它的图片还有打几折以及商品的名称跟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把它改掉，把它改成每个商品它各自的图片、价格跟打几折。这边我们就是去取得 product， 然后中括号 i
去取得每一笔资料。那这边取得到的都是物件，都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物件 ，OK， 这样一个一个的物件。所以呢，这边是图片，我们就去取得它的 ing 这个属性 ，OK， 取得 ing 这个属性。然后呢，再来是商品的名称。商品的名称我们刚刚写的是 name 这个属性嘛 ，name 这个属性，所以我就把这边改成 name。打几折，我们是用 discount 这个属性，所以把这边改成 discount。再来就是价格，原价，还有打折之后的价格。原价我刚刚是把它叫做 origin price， 然后打折之后的价格我是把它叫做 discount price。OK， 这样子没有问题，那我就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把这一整个 div 标签把它显示到 console 里面。好，我们按下储存，接着打开 console， 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3块 ，OK， 这边是1块到这里，这是1块 div 标签，然后这边是1块，再来这是第3块，也就是生成了我们刚刚 HTML 里面的这3个 div 标签，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Cost 是 Product Grid 的这个 div 标签里面，那这边我们先创建一个变数，我把它叫做 HTML， 一开始让它等于空字串。那这个 HTML 就是拿来储存这边产生的所有 div 标签它加总的结果，所以这边我写 HTML 加等于这一整串。OK， 接着就是把这边相加的结果把它加到这个 div 标签里面，它的 cost 是 product grid， 所以呢，这边我就用 document 点 query selector， 我们去取得它的 cost 是 product grid 的这个标签，所以这边我写点 product grid， 然后我们设定它的 inner HTML， 让它等于刚刚的 HTML，OK， 那就相当于是把这边加总的 div 标签都把它加到这里面来。好，我按下储存，可以发现结果是跟刚刚差不多的，唯一不同的是，因为这个商品它是没有打折的，所以呢，我们把它的 discount 刚刚设定成 no，OK， 把它的 discount 设定成 no， 还有它原始的价格设定成 no， 所以这边它显示的是 no。那这个问题我们等等再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就成功的去把资料储存起来，然后用储存起来的资料生成了 HTML。这边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写死了，把它删掉。我按下储存，可以看到结果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商品是用 JavaScript 的程式码动态去产生出来的，我们动态产生了这些 HTML 的标签，然后再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所以这里面即便没有写任何的东西，还是有显示商品。